我不配做您的系统，求您不要抹除我。您来自超高维度的地球，那里有着50万道规则的压制力。哦，是吗？那这个修仙世界有多少道规则存在呢？2500。那我在这里岂不是无敌了？这个男人是蓝星的一个顶级杀手，在一次被围杀中突然间穿越到了这里。唉，没有半分修为，只是个普通人嘛。也好，这样也省下许多麻烦。你是谁？我这是在哪？吾乃南荒域大炎皇朝女帝子若，你是我使用秘法召唤而来的夫君。大炎皇朝女帝被大臣们怂恿成亲，她不愿被这些大臣裹挟，所以便使用了无意间得到的召唤符。夫妻之实，真无法满足你，但能保证你一生衣食无忧，荣华富贵不愁。至于召唤符箓的奴隶之华，朕会想办法替你解决。这是穿越极巅峰，穿越过来当亲王了吗？上一世在蓝星过够了刀头舔血的生活，这一世老天开眼，就是让我来摆烂享福。自己随口喷出的茶水，竟然把墙壁打成了马蜂窝。旺财，你能检测到我如今状态如何？您是超高维度生物，我对您的检测能力有限。您请看。作为炎黄子孙，您可以无视任何规则法度，对任何血脉体质有着压制能力；而龙的传人则对任何兽类生物有着绝对的克制能力。这描述的很笼统啊！您初来此位面，身体还在不断吸收灵气补给自身，实力的上限，小老二着实无法估量。话说这个奴隶之环，主人拥有炎黄子孙血脉，不会受到这种规则束缚。哦，是吗？小迪饶有兴趣的反复撤掉右肩上，不为别的，就是我。错觉嘛，自己跟小迪之间的联系怎么一会出现，一会又消失的？唉，如今这个局势太乱了，一定是我太累了出现了幻觉吧？还是早些休息为好。自己这是……尊敬的主人，您身上并没有遭受侵犯的痕迹，请放心。废话，我当然知道。舒坦，不知道多少年了，第一次睡得这么安心，甚至于身边躺了个人自己都不知晓。不过话说这姑奶奶到时候醒了，该不会她可是大炎皇朝第一高手吧？昨晚休息的如何？可还习惯？没有想象中的恼羞成怒，也没有一巴掌，反而问自己睡得好不好。睡得倒是挺好，就是那个，我是不是睡错地方了？朕睡这里也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成婚之夜分床睡的话，有心人又得闹腾了。今后朕会时不时过来陪你一晚的。你再睡一会儿，我在这里安排了一些下人，你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就是了。不愧是一代女帝，果然非同凡响。北边的情况已经这么糟了吗？蛮人那边动作很频繁，只怕背后有人在操纵。那个老东西实力不凡，跟我属于一个层次的强者。陛下，那我们该怎么办？朕这次御驾亲征，亲自斩了这个老东西。这段时间你就安排你女儿钟灵儿暗中保护亲王吧。陛下，您对这个亲王也太爱护了吧？明明一个大老爷们去一点用都没有，何必这么上心？朕无意间牵连了普通人，这一点补偿也并不算什么的。娘也真是的，跟着陛下出征不带我就算了，还让我来暗中保护一个废物亲王。哎，挑起脂肪，这个我最爱吃。陛下为国征战，这家伙却在这寻欢作乐，为了口腹之欲，跑到山上来烤肉，也不去送行。哼！糟糕，亲王被人抓走了，真是麻烦。这没用的亲王，估计已经吓尿了吧？味道真是不错，可惜旺财你尝不到是什么味道。老奴不配与您共餐，我尊敬的主人。老大，人带来了。老四，你确定没抓错人？女帝的夫君就是这样一个憨货。竟然还在吃肉，真是心大呀！陛下到底看上他什么了？事情恐怕不简单，这4人应该是血云楼的杀手。血云楼，南荒域第一杀手组织，生意遍布全域，而这几人便是大炎皇朝血云楼分部的人。不
管了，先救人再说。快，跟我走。不好，灵炼龙阵，6阶封锁阵法。食肉就踏入5阶破空境的天之娇女，当然得给予足够的尊重。你是燕狼寨的徐浪，1年前我亲自带队剿灭你们山寨了，你居然还没死。女帝的小白领，你想活命吗？很好，将这个化到水里后，给我泼到女帝的演武场中。没问题。口头答应可不行，你还要喝了。现在可以让我走了吗？无耻啊！陛下真是瞎了眼，竟然选了你这么一个没骨气的男人。亲王请自便。让他也一起走吧，不然会让人起疑心的。哼，不要假惺惺，我不需要你救。我跟这小贱人有点仇，你是带不走的。是吗？那我干脆也不走了。小子，老大给你脸了，不知好歹，蹬鼻子上脸的怂货。完了，这下这亲王恐怕得被胖揍一顿了。我跟你们好好说话，你们不听，非要让我动手。我已经决定不再出手与人为善，这夫头为什么要逼我？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求求您饶过我。亲王饶命啊！钟灵知道错了，求求不要杀我呀！哎，你穿越到了异世，当上了女帝的夫君。通过系统得知，地球属于超高纬度，而这里的低纬度法则束缚对你形同虚设。再然后，你被绑架了，于是降维打击也开始了。亲王离开之前说要毁尸灭迹，让我不要乱跑。可是血云楼的杀手都被亲王打得蒸发掉了，还能毁什么尸灭什么迹呀？搞定，这下就没有我出手的痕迹了。没有一点的境界，仅仅靠着肉身的力量扛起一座山，难道亲王是传说中超越十阶圣境的存在？这一刻，钟灵儿对毁尸灭迹这个词语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小丫头，到时候你就说是你救的我。哎，可是，妈妈没有告诉我，大人的话要好好听吗？我保证不乱说。亲王，您没事吧？少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掳走亲王的人呢？难道已经……贼人已经被我斩杀，尽管放心吧。只是虚惊一场，大家都辛苦了，咱们继续回去吃烤肉吧。亲王，这山中既然有贼人，只怕已经不安全，咱们还是尽早回去稳妥一些啊。没关系，这小丫头实力不错，再有敌人她也能搞。糟糕！亲王说错话了，少将军性子极为的骄傲，最看不得仗着年长喊她小姑娘、小丫头这等轻视称呼。到时候尽量拦着点，别让亲王被少将军打死了。你们还愣着做什么？快跟上啊！少将军坏掉了。刚才那些禁卫在背后议论，这血云楼会让百姓遭殃，子若会有麻烦是什么意思？他们这次任务失败，他们可能会跟往常一样屠戮百姓，逼迫官府给予保护费。而且陛下出征在外，血云楼杀手还有可能参与战场局势，给陛下制造麻烦。以你对女帝的了解，她若是知道我实力还凑合，会不会让我出手处理一些事情？凑合？您对还凑合这3个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陛下会的。麻烦了，血云楼一旦屠杀百姓，我肯定看不过去，就会在大庭中下出手，实力爆发。就算我忍住不出手，百姓被屠杀，战局被扰乱，全因为我而起。子若一纸休书把我给休掉，赶出皇宫的话，这软饭不就吃不到了？不行，太可怕了！我得把血云楼的人都打死。旺财，你能找到血云楼分楼的位置？尊敬的主人，我已经提前为您采集了讯息，能够进行定位。刚才我有个重要的东西好像掉在路上，钟灵陪本王去找，你们在这等着就行，我们去就回。亲王，您真的要去找血云楼报仇？什么话？这是去为民除害，弘扬正义。可血云楼在咱们大研的分楼，根本找不到位置。放心，我能找到他们。
我似乎找到些感觉了。身为地球人，来自超高维度的他没有规则限制，摆脱重力飞行自然不是什么难事。嘿嘿，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天上好漂亮啊！你不是破空镜已经能够凌空而飞吗？破空镜凌空飞行太消耗灵气，一般只是离地10米就是极限了呢。太可怕了！不用灵气都能飞行，而且向前飞行时的冲击力几乎到了我能抵御的极限了。到了，走你！竟然是飞行灵气，难怪陛下一直找不到分楼所在，原来是在天上。坠落的都是破空镜，血云楼分楼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大的多呀。陌生的面孔还真是稀罕。你是谁？来我们大岩血云楼有什么？红云杀手7阶觉醒境才能够担当一个分楼而已，怎么会派遣这种杀手？钟灵儿、钟立光的嫡女，还有大炎皇朝的亲王，这是来送死的吗？别玩死了，这亲王的利用价值还在。不过可以把钟灵儿的脑袋送去北边战线，让他母亲发狂，这样一来对计划才有益。这三人你一言我一句，似乎是将小迪和钟灵儿的命运安排好了。这里只是分楼，却出动这样的飞行灵气，看来你们总部对大炎皇朝所图不小啊！真是麻烦，感觉事情比想象中要头疼的多。来吧，让我看看情报中只是普通废人的亲王真正的实力到底。这位大人可能有些误会，还行还。误会个屁，烦死了！小丫头这点年纪怎么总是瘫坐在地上，身子这么虚是咋回事？大爷不是我身子虚，实在是您发怒的时候，给四周的压迫感太恐怖了，我根本就扛不住啊！亲王大人，您还要去血云楼的总部吗？没办法，解决不了麻烦，就解决掉制造麻烦的人。你来自超高维度的地球，无意间被这个世界的女帝召唤到了这里，在这里你可以无视重力法则，自由翱翔。为了解决一个麻烦，你现在准备前去解决掉制造麻烦的人。小丫头，血云楼总部的位置有点远，你抓紧，我要加速。这是什么速度？连7阶山岳镇守符的屏障都有点扛不住了。不愧是第一杀手组织，这里的血腥味好浓郁啊！真是稀奇，竟然有人胆敢闯咱们血云楼的总部，找死的人总是层出不穷。参见了，本座有想过，突然造访的客人会是谁，但真没想到，竟然会是大炎皇朝的亲王，还有钟立霜的女儿。你们血云楼似乎对我大炎皇朝很在意啊。不错，我对大炎皇朝确实很感兴趣。情报中的废物亲王，竟然这么短时间内亲自找上门来，看样子你手中是有什么破阵的秘宝吧？说不定你跟大炎皇朝的秘密更加接近。楼主，我能不能玩得狠一点，但不弄死他？疗伤的费用从我赏金里扣。真是拿你没办法，注意点分寸就好。小子长得还挺俊，细胳膊嫩肉的，你们说我一拳下去，这小白脸会不会哭鼻子啊？相较于哭鼻子，我更关心会不会尿裤子。来，朝这打，用力。不敢吗，小孬种？我挠你马！混账！这个莽夫又要胡来了。就这点力气，没吃饭吗？给我去死！狂暴的冲击力反震在黄冈双臂之上，他的肌肉鲜血喷溅。你这个玩法很新颖，很特别，都快把自己打死了。我特么到底是在跟什么样的怪物动手啊？情报部的狗杂种搜集的什么狗屁情报？这特么是废物！这打着打着，
怎么还把自己打哭了呢？这帮人怎么都是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主人，您的身体还在成长强化当中，无法修炼没有境界，才会对他人造成认知上的错误。随便吧，尽快解决了这里，我好回去吃烤肉。都快逃！但凡逃出一人，也要将这个怪物的情报传递出去，让更强的势力得知此人。大人，您真是神勇无双，让奴家都情不自禁为之倾慕。可否留我一条性命好事放在您身边？是心机雨夜，血云楼第一女杀手，最擅长魅惑敌人。你这女人好可怕，求饶就算了，却说要侍奉我，那让女帝怎么看我？搞不好说我生活作风不检点，再把我休了。哦，小丫头，你可得帮我作证，为了陛下，我守身如玉，绝不会让这种歹毒之人得逞。接下来应该就剩最后一个老头了吧？该死，该死啊！大燕皇朝果然有大秘密，不然这个亲王实力怎么会这么可怕？情报部的一帮蠢东西，这他娘的能是个废物吗？我血云楼总部可是10阶飞行灵气，就算同为10阶圣境的强者，也不是一个人能打碎的。不然这个变态却如打豆腐一样容易。他血云楼能够快速崛起，靠的就是早年一处遗迹的收获。而这个遗迹则隶属于久远的大燕帝国，大燕皇朝跟其似乎有千丝万缕。总算是走了。找到你了，你是小孩子吗？躲床底。逃个屁！我已经收敛灵气，平度呼吸，甚至控制心跳，暂时停止。你到底是如何发现我的？很简单，我听到了你血液流动的声音。好了，我回答了你的问题。那么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盯上了大燕皇朝？如果你答应饶我一命，我就将情报告诉你。算了，我不问了。娘啊，亲王好可怕，我想回家。你来自超高维度的地球，也是别人嘴中的废物亲王，但你却能一人覆灭一个庞大的杀手组织，害得眼前这个小丫头对你倾慕有加。灵儿，你穿成这样是要去哪？爹爹，女儿打算去宫中一趟。去宫中？这丫头平时都是一身劲装，可眼下这样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似乎有点不寻常啊。陛下曾叮嘱女儿要照看亲王，我现在就要入宫去贴身护卫他呢。他身边有禁卫保护，哪里需要你这么上心？更何况听闻那司旨知道贪图享乐无所事事的。爹爹，你又没跟亲王大人相处过，怎么能随意评价人家？不跟你说了。灵儿，啥情况？怎么一夜之间这丫头为了一个七小迪，都敢跟我这个当爹的顶嘴了？舒坦啊，这就是美好的退休生活吧。陛下御驾亲征奔赴前线厮杀，可他却在这贪图享乐，实在是让人气愤。少将军，刘姐，我来找亲王。唉，你这小丫头跑过来干什么？女帝让我保护亲王，下官当然要恪尽职守喽。他是真不乐意这小丫头待边上，他要是哪天口误嘴瓢了，把自己暴露了怎么办？哪凉快哪待着，别凑热闹。谁要你保护了？就少将军这脾气，亲王是不是在找死？不走，我就不走。这是陛下的命令，我可不想抗旨不遵。完了，少将军恐怕真的出问题了，一定要将这个事情跟将军汇报才行啊！统领出事了。天机阁。
哥得到的消息，南荒域第一杀手组织血云楼被神秘强者技术覆灭，从今往后南荒域再也没有血云楼了。有人替你报仇了，真好，真好啊！亲王大人，谢谢你。哦，刘姐是我母亲的贴身侍卫，许多年前雪云楼的一次屠城中，她的夫君不幸战死，这也是她最大的一个心结。不用客气。亲王大人，请收我为徒，我也想像您一样那么强大。我又不懂修炼，教不了你。哎，怎么会？您明明那么厉害，怎么可能不懂修炼？投胎投的好吧？我已经长大，不是小孩子了，请您不要这样糊弄我。你的长大是用脑子换的，这有什么好骄傲的？走吧，小屁孩，跟我一起去青岩山吃烧烤去。老师，会不会是大炎皇朝做的？覆灭血云楼的凶手有嫌疑的对象很多，唯独不可能是来自大炎皇朝，他们还没那本事。走吧，如今子若被我的老伙计拖住，正是我们的绝佳时机。我们现在要去哪？北疆战场吗？不，我们去青岩山。这个蛮人圣师，皮还真是够硬的，3次交手都输给了陛下，却还不撤兵。不管他有何图谋，在实力面前都是虚妄。这次我必斩他。陛下，守城交给我，你去对付那个老东西。贾诩，你当真是不要命了？大炎女帝，老朽只是为了给我们蛮国搏一个未来，事情完成之前，我可不敢死啊！那很可惜，蛮国的未来只怕要断送在你的手中了。我不该出蛮国，没了护国大阵的加持，我不会是朕的对手。不愧是大炎女帝，果然风华绝代，断绝南皇与年轻。恨朕，原来如此，你刚才的吐血是在化阵。不错，燃烧20年寿命的冷血风灵阵，就算是你想要脱困，没个10天半月可是做不到。困住朕有何意义？这北疆边关你们也破不了。黑魂殿出了一笔大价钱，让我出手拖住你。想必现在我的老伙计独爪老人已经到了大炎境内了吧？贾诩，若是大炎生灵涂炭，这样你们整个南国陪葬。你来自地球，那里拥有50万道法则的压制力，而这里却仅仅只有2500。无敌的你意外成了这里女帝的夫君。而你也乐得做一个别人眼里的废物亲王。嘿嘿，这里打的野味就是要香得多，谁也甘甜，真是好山好水啊！哎，亲王大人，你这也太能吃了吧！消化好，没办法。哎，怎么少了个人？你大姐刘燕呢？我拜托她去青岩镇带些青岩酒回来，让亲王大人尝一尝，顺便也是去告慰一下他的夫君。哦。如果他们镇子的酒真的不错，我倒是可以出钱让镇上的百姓帮忙养些牲畜，再配上好酒起步比赛。走走走，带路，我要去这青岩镇实地考察一番。那这些东西怎么办？万一等下刘姐刚好回来，彼此错过了呢？你们留在这，半个时辰后没见到我们和刘燕回来，你们就带着东西回宫吧。亲王还真是任性，对吃和睡特别的执着，也不知道陛下到底是看上了他哪一点。少将军更奇怪，他竟然跟陛下抢蛮。
善缘啊，不要命了吗？听闻大炎皇朝女帝的禁卫团都是战场上的老兵，经验丰富，实力强劲。如今看来也不怎么样啊。黑魂殿，你们在青岩镇外布置阵法，居然是要献祭整个青岩镇的百姓。很聪明，反应也很快嘛。好了，避免夜长梦多，赶紧解决了他，尽早做事。真是令人期待啊！绝望地看着身体被分解，发出凄厉的惨叫声，肯定是会很美妙的吧？你怎么不叫啊？喊起来让本少听听。特么的没意思。身为我的妻子，我没有给你丢脸。你想对我的护卫头子做什么？亲王，小丫头，给我削他！交给我。刚才他竟然会误以为出手挡住古红帽攻击的人会是亲王，但再一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让你打个脚，怎么差点把自己给打死？不好，亲王，你快让钟灵带你离开，那是黑魂殿的独爪老人8阶超脱境的强者，留在这会死的。真是奇了怪了，怎么在我的感知里，无论是钟灵、刘晏还是这老头，实力都没什么差别。主人，因为您太强了，他们在您面前只是脆弱又可怜的生命，境界的差距对您来说意义不大。糟了，如果那老头的境界真的如此，那钟灵丫头肯定赢不了。想要解决麻烦，恐怕就得自己出手。可刘晏就在旁边看着，一旦暴露实力让女帝知道，肯定会使唤自己帮忙。如果自己不答应，零花钱对。不要啊！就算有雪云楼的私房钱，但坐吃山空，难道又得出去干杀手活养自己？亲王无需害怕，我拼死也会让你离开的。该死！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丫头分明年纪比我小，境界却比我高，现在还领悟了建议雏形。哼！就你这样的货色，还敢来大言撒野，给我去死！剧毒，毒爪老人。人外有人，这下可清楚了。小丫头很有勇气，在我毒爪老人面前，居然还敢动剑伤我徒儿。白痴，可怜的两个家伙，根本不知道亲王大人有多恐怖。如果你饶我一命，我可以把女帝的一个大秘密告诉你。七小迪，你要做什么？亲王大人，您这汗水的酒味也太浓了吧？哪有把酒涂脸上，假装自己害怕到汗流浃背的呀？说吧。这样，你让他们两人先走，他们走远后，我再说出这个秘密。就算你反悔弄死我，起码我们还能活下来2个人。亲王大人，我可以替换。刘姐，亲王大人一番好意，咱们不要辜负了他，还是快些离开吧。我说让你走吗？摆在你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如果你的内容让老夫高兴，或许能留你一条狗命在身边伺候。这黑魂殿的6邪之一，这辈子的路看来是走到头了。向元白，你实在是欺人太甚，你。娘的，你个老不死的，真是搞得我没话说。我是真的搞不懂，你们这帮人脑子有毛病，好好说话就是不愿意听。只是简单的想把这个禁卫统领支开而已，这个要求就有这么让你为难吗？问你话呢，吭声啊！我都是误会，前辈这都是误会。我才20出头，你会不会说话？这位大人对不起，我说话大声点，我听不见。少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正如你所见，亲王大人强得过分，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陛下亲王真正的实力，不然你就是忘恩负义。那薛云楼该不会也是？
不错，覆灭了血云楼的神秘强者，也正是亲王大人。等等，难道他要？亲王大人，快退开！晚了，这是老夫不惜燃烧寿命施展的明格种，哪怕是9阶入圣境的强者，陷入其中都会毒发身亡。挣扎吧，首先你的肌肤会开始溃烂，血肉被腐蚀，骨头会变成脆弱，如木炭一样一捏就碎。少将军，快救人！刘姐，你就不要上去给亲王大人添乱了，他不是很强，他是强的离谱。这一招不错，燃烧自己的寿命替我美白，给我做了个全身 SPA。你被女帝从地球召唤而来做了夫妻，无修为的你实则已经无敌，因为在这里没有天道法则可以束缚。就在刚刚，黑魂殿的毒爪老人居然想用毒爪将你融成血水。话说回来，你这什么毒爪真的这么厉害？放开我！放开我啊！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隐藏实力？小丫头，你快看看我皮肤白了没？是不是比以前更嫩？亲王大人，这时候你怎么还臭美起来了？你懂个屁！长得帅一点，不是方便诱惑女帝吗？老头，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我给你找来延长寿命的丹药，你就能一直帮我产出这种毒泥来护肤。你这个畜生啊！士可杀，不可辱。老夫死给你看！这是何苦呢？我很真诚，怎么就那么想开？亲王大人，如今咱们首先要考虑的事情还是怎么毁尸灭迹吧。少将军说的不错，最重要的是这个明毒长泽，其剧毒如果不处理的话，恐怕会有大麻烦。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顺着这个方向往前笔直走，就是大炎皇朝了吧？是的，那边的确。亲王大人，你要干什么？毁尸灭迹。亲王大人，我一直想问您，到底是怎么理解毁尸灭迹这个词的？只要彻底的改变地貌环境，看不出过去一点痕迹，就叫毁尸灭迹。唉，亲王，您这个应该叫改天换地才对。走吧，去镇子里我好好研究一下如何改进你们的青年酒，再给你搞一搞营销策划。亲王大人，我也想去宫里吃晚饭。你可别闹了，这几天你爹一个人在中府，天天晚上暗地里骂我，烦死人了。平常我都懒得说破。您的听力也太夸张了吧？我家离皇宫至少都有10几里路程呢。您就让我去宫里玩吧，别这么小气嘛。少来这一套，赶紧回家吃晚饭，有爹还不知道珍惜。好吧，那我听亲王大人的，这就回家。这才是乖孩子。你在干什么？亲王，你是陛下夫君，怎么可以做出这样僭越的事情？你对得起陛下吗？刘晏，你正好也在，你来帮我评评。钟大人，亲王大人品行高尚，性格良善，你怎么能凭着自己的臆测随意污蔑他？听到没有？你……我本以为你身为将军的丈夫又身居高位，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可如今你让我很失望。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竟然连刘晏都沦陷了吗？爹爹也太不讲道理了，亏亲王大人还劝说我留在家中用膳，多陪爹爹说说话呢。灵儿，爹不是。今晚这饭，爹你自个儿吃吧。刘姐，咱们入宫去。钟尚书放心，过一会我会亲自送少将军回来的。亲王，你这……别赖我呀，明明是你自己作死，关我屁事。花飘飘，北风萧萧。
听说钟尚书厨艺很不错，不知道有没有荣幸能品尝一下。试图让人分辨，句句话偏见，这一场婚事定义着贵贱，太好无边，让戏子成如烟。钟老哥，你这厨艺确实厉害，比宫里的佳肴还要美味。没考取功名之前，对厨艺这一块略有研究，略有研究。我以后能不能经常来你们家吃饭，吃你亲手做的？刚有一点好印象，对方就迫不及待要拜掉我，让我堂堂户部尚书为当厨子，绝不可能。我以个人名义出100万灵石，给户部用于南部留名赈灾。灵儿，你明天帮为父买套厨子的衣袍，为父要穿。亲王的餐食得讲究一个规矩，马虎不得。不过亲王大人，这灵石没问题吧？放心，这可是私房钱，让陛下知道了不太好，你懂我的意思。亲王请放心，我必定保守秘密。来吧，关于南部流民赈灾，我有一些见解跟你说说。这怎么可能？你年纪轻轻不过才20岁，这是要突破植入圣境吗？老夫这染血风莲阵，宽了他也保护了他，真是造化弄人。不能再留下来一旦他外逃，我必死无疑。老东西，逃的倒是果决。若不是我心中挂念大炎皇朝，今日必斩你。钟将军，随朕先行回去。如今只能希望大炎没有遭受太多的损失。你是一位身份尊贵的女帝，为了内局稳定，你使用秘法召唤了一位夫君。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他属于超高维度生命，在这里他就是凌驾于天道法则之外的存在。然而这一切你都不得而知。小迪，我回来之前去了一趟青岩镇，听刘燕他们说，当时你也在场是吗？是啊，那个强者自称阎王，3下5除2就解决了黑魂殿的独爪老人，并且抬手之间就将挡在镇子前的3座大山夷为平地。自然，这一切都是小弟3人组提前串通好的对白，就是为了应付女帝的。那他有没有说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阎王前面解决了雪云楼，后又解决了独长老人，此等强者到底有何图谋啊？对了，我还听说青岩酒经过你的改良，已经更名为青岩女帝酒，还成了皇城最为高端的酒水。如今一坛酒千金难买呢。我清楚自己是一个废人，没有什么实力，所以只能借您之名帮助一下镇子的人。我明天就让他们改回来。你是真的男人，大炎亲王，谁都没资格评判你是什么废人。既然是真的丈夫，借妻子名头做些替百姓有利的事情，有何不可？这可恶的女人，她居然在撩我！多谢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天下无双的娘子陛下。油腔滑调，朕向来不喜这种花言巧语的。对了，小迪，你我成婚本来是有一个面见群臣的仪式，之前我用北疆不稳，朝堂不谈私事来一直推脱，但如今北疆平定，恐怕会有麻烦，对吗？与你成婚，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不是单纯的拿你当什么挡箭牌。你若不愿，我不强求。我明白，陛下请说。大炎皇朝的4朝丞相名唤刘傲天，父皇没失踪的时候，他就是丞相，也是我的老师。刘傲天，这刁毛名字是认真的。后来长兄继位，他御驾亲征蛮国，战死于北地。之后二皇兄继位，南下平乱开疆拓土，却在最后力战而亡。皇族血脉只剩我一介女儿身，后在刘傲天的帮助下登基称帝，但那一年我刚满16岁，也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女帝罢了。刘傲天承诺18岁还政于朕，可暗地里却是结党私淫，一时间权倾朝野。若非朕暗中谋划，并且修为晋升迅速，只怕拿回如今的皇权很难。陛下果然天纵之姿，但想来这几年夺权的过程，只怕并不轻松。唉，此人很会利用规矩，他以相父之名述说父皇曾经跟他谈过婚约，并且上书要朕跟他的儿子成婚。相较于刘傲天之子，朕不如与你成婚。正巧我在密库中偶然得到一张召唤符箓，于是便有了如今你我的情况。朕有些忌惮刘傲天，即便我已经驶入圣境修为，也照样看不透他。
你要是不愿意，朕替你挡着便是。若是连你一人我都保不住，何谈保住父皇和2位兄长留下的大延基业？不用，我去。过去朝堂上，你总是一个人坐在那冰冷的位置上，面对着复杂的状况。如今，你再也不是孤独的一个人，而是有我陪着你一起面对。小样，被我反聊了吧？嘿嘿。陛下，朝堂正式已经批阅完毕，那么接下来，臣请废齐小狄亲王之位，并且斩立即。终于进入正题了吗？开始有意思，这不比一巴掌拍死别人有趣吗？哎，不愧是亲王啊，别人都要斩你了，你还很开心。丞相，亲王是朕的夫君，其实你随便一句话就要斩的，简直胡闹。老臣恭贺陛下，修为在进。臣等恭贺陛下，修为精进，威震四方。子若默默地盯着刘傲天，他9阶入圣境都看不破对方，甚至刘傲天一句话就化解了自己的威压。陛下，秦王身为陛下夫君，当有经天伟地之才，但却做着一些与民争利的龌龊勾当，拿陛下名号胡作非为，满身铜锈。如此一个人有什么资格做陛下夫君？就是德不配位，故而当废。中将军嫡女钟灵统领刘晏，擅离职守，跟着七小狄胡作非为，不务正业。户部尚书中杨明则沦为这厮的厨子，让人贻笑大方。这难道不是败坏朝纲吗？因此，臣又请斩小弟。陛下，亲王改良青盐酒，造酒厂造福青盐镇百姓，何谈与民争利？酒有陛下之名，那是传扬天下之功。而且丞相你都赞不绝口的南疆大计，正是出自亲王谋划。诸位知道，我这闺女性情乖张，正是跟着亲王才有所改善。刘统领则本就是青盐镇人，加上陛下有令让他护卫亲王随行伺候，有什么问题吗？那我就想问一句，丞相，亲王博学多才，何来德不配位，而败坏朝纲又从何说起呢？踩，好家伙，有艺术啊！你如何证明你口中的事情真的是亲王为之？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将自己做的事情担在了他的身上。刘傲天的确是打到了钟尚书的命门上，当初只是小弟跟他口头讲了一下，这让他如何拿手证据？那丞相又是否有证据证明这些事跟我无关吗？既然亲王博学多才，能力出众，不妨展示一下。哦，这本传常古籍，亲王不妨观赏一观。刘丞相，你这是要做什么？丞相，你有点太过分了，你这摆明是要置人于死地。不就是拿了本书出来吗？本王可以一看。可以。丞相手中这书用的是另一种文字记载，若是看不懂的话，就会暴毙而亡，而且翻开后不得中途闭合此书，否则会当场吐血而亡。哦，丞相，本王这是在拿命跟你赌，你一点彩头都不出，这恐怕不太合适。七小狄，你不要胡搅蛮缠，顾左右而言他，你……我跟你爹讲话，插什么嘴？陛下，臣殿前施以海请责罚。刘世美冲撞亲王，罚俸8年。老臣当年还政，担心刚掌权的陛下挥霍无度，所以大严密库密钥并未归还。若是亲王果真了得，有他辅佐陛下，老臣也就无有牵挂。这密钥玉佩自当物归原主。除此之外，老臣再出300万灵石作为贺礼。不够，我要500万。600万，我给你600万。七亲王，请吧。这是一个死局，小狄如果害怕不敢看，那就是德不配位；硬着头皮看就是死。要知当初死在古籍面前的大儒可都有10余位之多了。小狄，不要任性，我让你来这里可不是让你送死的。刘丞相，那本王就提前感谢你那600万灵石的贺礼了。亲王，看样子我的这贺礼你无福享受了。为什么？站着太累了，我回去坐着慢慢看。这你也有意见？你们看着我做什么？朝会还没结束吧？你们忙你们自己的，我看我的。小狄，你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多谢陛下关心，
我没事。就知道会是这样，亲王这个变态怎么可能有事情？看样子没有修为，作为普通人还是有好处吧。这什么狗屁玩意，跟鬼画符一样，确定是人写出来的东西。旺财，这本书开合之间传入我体内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淬体用的吗？主人，此书为古神族传承古籍，保护禁制，能够抹杀十阶圣境实力的存在。哦，只是您的身体太强了，所以这股力量只能给你按摩。古神族，看样子这个世界有点意思啊。还有不是人的东西，帮我翻译一下。翻译古籍需要3000任务点，而完成系统任务可以得到任务点。叮咚！恭喜主人完成数手指的任务，获得1亿任务点。古神族传承古籍翻译中。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不给你点压力就不知道变通。在我这里，你就是个智能语音系统，摆清楚自己的位置很重要。抱歉，主人，我会持续改进。嘿嘿，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古籍弄不死你，但有必要弄个不停吗？这简直是毫不掩饰的嘲讽啊！齐亲王，这古籍对你一个普通人没效果不假，但也不是让你这么玩来玩去的。你我之间的约定是看懂这本书籍，看懂懂不懂？传承金册，遗迹中的传承古籍，但凡通读明悟，便都会凝聚出传承之书，而这个还是金色传说品质。毙命10亿人的传承古籍，如今被亲王解开，这等才能应该能入丞相的眼了吧？此事是我看走了眼，不是亲王打猜了。刘丞相，本来我只要500万，谁曾想你财大气粗，还要多送我100万。谢谢，你是个好人。看了吧，这人好讨厌。亲王，那古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是叫什么古神族的传承书籍，里面禁止能抹杀10阶圣境及其以下实力的任何人。抹杀10阶圣境？我们只听说过除了人族，还有妖族，古神族倒还没听说过。那亲王，你不断的将书翻开关上，这样是对得到传承有帮助吗？没帮助，因为用那个禁制按摩挺舒服的，就是力量不持久，所以我才不断翻书关书。那可是抹杀圣境的力量，您用来按摩？走吧，陪我一起去参观一下大炎真正的金魁。父亲，这七小弟欺人太甚，不如直接做掉他。事情已经到了尾声，不要因为一个没有修为的小人坏了大事。有朝一日回到帝国，你如此心性古难登大唐。孩儿知错，孩儿知错。海人将亲王得到传承金册消息尽快放过去，给这混账找点麻烦，也让子若头疼一些，这样才方便做事。若非是那个叫阎王的陌生强子随性出手灭了血雨，第一季绑架七小帝国早就得手并控制了子若，也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事。这父王留下的金库，库藏怎么会这么多？这得有多少零食啊？朕也不知道。自从他当地以来，财政方面都是小心翼翼的规划支出，陡然暴富，让他一时间都无所适从。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办，让中阳明清点规划。你说你爹过来看到这些零食，会不会直接晕过去？哼，父亲执掌户部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因为这个就昏厥过去？你爹就这。竟然是人族的尸骸，人族怎么可能得到我们古神族的传承？看样子卑鄙的人族又用了什么无耻手段盗取我们异族的传承。分析完毕，古神族传承之灵，负责教导传承知识的灵体。3000星光，像我等古神族传承之灵，背后星光99已经极为的恐怖，他竟然悬浮着3000星光。你到底是谁？这里不应该是人族的识海之地吗？无名旺财，主人的奴仆，你所在的识海的确是主人识海。怎么这么吵？睡个觉都不安静吗？虽然不知道这身影是什么来头，但只要我拿下这个识海之主的灵魂，就算他有3000星光也浩瀚无垠星空。吵死了！旺财吞了他。
我是黑魂殿干部地煞长老，奉主之命令前来掳走大炎帝国女帝的软饭夫君七小迪。不愧是女帝的男宠，竟然用这么多的零食当床，还真这么奢侈。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干什么？6阶灵技都碎了，他都没事，谁告诉我说这是废物？我那个不是故意的，你信吗？亲王大人，我听到里面有动静，您没事吧？今晚还挺热的，系统刚吞了传承之灵，开始升级进度，这就又来了个不明所以的家伙，只是不小心碰到了东西，没事的，你们喊刘燕过来就行。遵命。亲王，这是什么情况？我刚睡醒，这家伙就想用狼牙棒劈晕我。陛下那边没察觉到这里的动静吧？亲王大人放心，我刚才就在不远处，已经安排禁卫不要惊动陛下。看你的样子，应该是黑魂殿的人吧？这位姐姐好眼力，小人是黑魂殿地煞庄老，先前都是误会啊！哼，夜闯皇宫行刺亲王，你跟我说什么误会？不是行刺啊，我用的是锤把。亲王大人，您仔细想想，我是不是用的锤把？你就认命吧，你们黑魂殿也是倒霉，又栽在了亲王大人手里。哟，黑魂殿招惹这个亲王，好像就这么意思吧？什么叫又栽在？你是阎王，干掉毒爪老人、覆灭雪云楼的人。我竟然妄想活捉这个可怕存在，早知道就该跟天煞交换任务，我去抓走周阳明好了。看球，落在这人手里，估计横竖都是死。萧亲王送你一场烟花。好的，晚上陪女帝老婆一起修炼。有没有搞错？我都要自爆了，你还有功夫谈恋爱？你一定是个单身狗吧？没人疼没人爱，只能在我这里玩自爆，可怜的家伙。那我要怎样才能找到女朋友呢？星域上每天就能认识几十位美女，修炼交友2步。真的假的？什么东西啊？星域你都不知道，就这个专门找对象的，上面多的是奔着真心找对象来的优质单身美女，漂亮温柔，你喜欢哪样的妹子都有。不光是照片资料随便看，你要是喜欢哪个直接就能语音视频，全是真人认证，放心靠谱。关键美女都又热情又大方，这才一会儿就有7、8个美女来打招呼，消息多的回都回不完。要我说你也去左下角下一个星域，脱单分分钟的事，没事谈个恋爱多靠谱。哇，这么多美女，那我还自爆个什么劲儿？我也去试试。你没机会了。我本来还想着与人为善，饶你一命，谁曾想你这人心思竟然如此歹毒。看穿了我不想暴露实力的软肋，而故意大声咆哮震荡灵气，想要惊动陛下看到我的表现，然后再害我陷入终日忙忙碌碌跟生死厮杀为伍相伴的日子。亲王，你跑过头了吧？我没那么想啊。但我这个人总是心太软，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开口道歉诚心悔过，我放你一条生路。宁死都不肯向我求饶，还用手势来挑衅我吗？怪我多事了，你果然是条硬汉。怎么样，城中有你父亲的消息吗？没有，城中女儿已经找遍了，根本就没发现父亲所在。皇城周边我也找了一圈，都没发现你父亲的痕迹。陛下，你这边怎么样？唉，昨日就不该跟他吵架，将他赶出房，不然在我身边，他怎么可能会被抓走？钟仪，想来钟叔被掳走最大的缘由，或许是跟南疆那边的事情有关。而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进入皇城神不知鬼不觉，抓走大炎的户部尚书的。黑魂殿，陛下，我这人没求过你什么，但这次求求您救救他。钟仪，我们虽然是君臣，可我也是你们夫妻看着长大的，放心，我会将钟叔带回来的。一个人的名利。唉，李儿，好好待在家里，不要乱跑，娘在周围再找找你爹。唉，不知道陛下能不能将父亲救回来，万一猜错了位置呢？要是娘亲能直接找到父亲就好了呀。亲王大人，
你这小屁孩，这么早跑我这里干什么？亲王大人，昨夜不知道是什么人夜闯中府，把我爹抓走了，到现在都还没找到。说什么？我的厨子被抓走了？哎，我爹把你当兄弟，你把我爹当厨子？刚才的不算，重来一遍。什么？你说什么？我的钟老哥被抓走了？陛下猜测是南疆黑魂殿所为，已经赶去那边了。黑魂殿，又是这个黑魂殿，欺人太甚！他们为什么要针对我？针对亲王大人。昨晚黑魂殿出手，那个宁死不肯求饶的硬汉就直接冲着我来的。而且大炎皇朝这么多人，为什么不对刘傲天出手？他可是丞相，却偏偏要对跟我关系最好的钟阳明出手。我有理由怀疑，黑魂殿就是在针对我。亲王大人，你真的想多了呀！人家眼中你就是一个普通人，谁会来针对你啊？等等，陛下现在正好在亲自黑魂殿，若是我出手，正好被他撞走，你实力不就暴露了？一旦我的实力暴露，定然不会再让我做看管库房大门这件新鲜事。而我又不爱干事，长期以往我和陛下夫妻感情恶化，争吵不休，说不定还会把我赶出宫籍。可恶啊，太可怕了！我得去打死他们。黑魂殿应该没这个意思吧？我来自地球，那里拥有50万道法则的压制，而这里却仅仅只有2500。作为女帝的夫君，你只喜欢吃软饭，享乐一生。不料今天却有人掳走了你的厨子。马上到皇朝边境了，还是没有感应到钟尚书的气息，难道真的要出大炎皇朝？后面什么东西在急速靠近？好强，太快了，别说追上对方了，一眨眼的功夫连身影都看不到了。难道是那个传说的阎王？钟尚书，你的大名最近我听手下汇报了不少啊。黑魂殿殿主白青莲，还有除了独爪老人之外的4邪都到齐了，这么大的阵仗，看样子这次我是没办法回去了。也不用这么悲观，这次请你来只不过是商量的事情。等会地煞会抓来亲王齐小迪，你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其不被丞相刘傲天给废掉。再者就是凭借女帝非常宠幸这个小白脸来监视女帝的一切动静，然后事无巨细的把情报传递过来，仅此而已。保护亲王与刘傲天作对，并且监视女帝，你们做这些是为什么？这就不是你能知道的了。你觉得我会出卖自家人吗？有骨气，可惜在咱们这个地方，骨气是最没用的东西。此乃蚊香虫，3天之内你不闻香，这虫就会吃你的5脏6腑。它的足还会刺入你皮肉中汲取血液，其中滋味甚是美妙的诱惑。钟尚书怎么样？你只要答应，我马上点燃这根香，让你舒服一些。这不可能，你怎么不吭声？不疼吗？黑魂殿，区区一只毒虫想让我屈服？很好啊，既然你非要找死的话，桃花鸡皮肉切片，把它给本座凌迟了。抱歉陛下，臣没法再助你。灵儿啊，爹没办法看着你嫁人生子。亲王大人，你们好大的狗胆，本王的厨子也敢欺负！小迪害怕不小心将身后的钟阳明震死，所以才小心翼翼地释放了一丝气势。刚才在路上看到了子路，必须赶紧解决了你们好带人赶紧走。齐亲王且慢动手，钟阳明腹中有蛊虫，没解药必死无疑。是啊，齐亲王，钟阳明是你好友，也是朝中重臣，你可不能拿他性命开玩笑啊！你真的快死了！你真是亲王七小迪。有个叫钟灵儿的小屁孩说，在他6岁那年，他老爹在放屁前还要故意将屁股对着他的脸。可恶啊！亲王为什么要用这种事情来证明自身？还有那死丫头，
6岁的事情记到现在。再说自己第一次当爹，玩一玩孩子有什么错？反观白庆莲那边存活的4邪轻吐口气，感谢钟阳明这个屁，他们好像看到了活命的机会。解药拿来吧。解药的话，咱们希望可以用来换取我们4人的性命，而且我还希望咱们可以缔结血气，这样也有一个保障。不行，亲王大人，血气是天地规则，一旦达成，你将永远不能对他们出手。我区钟阳明死不足惜呀！你死了，我上哪找一个做菜这么好吃的厨子？更何况你家那小屁孩肯定要哭哭啼啼的烦死。来吧，立血气。接下来，小弟跟他们4人签订血契，不得伤害他们4人，代价则是换取解药救下钟阳明性命。解药必须有效，并且不会有任何后遗症。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机会，好自为之。给情报堂的每个人种一只蚊香虫，疼死这帮废物。店主，现在怎么办？齐小迪这个家伙实力虽然强，但却蠢得很。契约他不能对我们出手，但咱们却可以对他出手。只要我通知总部圣魔宗的高层，派高手将他擒拿，到时候我要好好折磨他，疼爱他。你做什么？本座不是说了不要动手动脚吗？不是的，店主你。你知道形容这种人应该怎么说吗？亲王请赐教。狗改不了吃屎。我就是嘴上随口说说过瘾，你别忘了咱们有血气的。店主说的对，你要是动手的话，天地规则落下，众生皆是蝼蚁。果然如同我猜测的那般，你们黑魂殿早就在暗中针对我。你故意让毒爪老人送死，逼我动手，借此让黑魂殿暴露在我的视线中，之后牺牲地煞，让我对你黑魂殿产生厌恶之情，随后抓走钟阳明，引我来这个地方。详细布局之后，利用我心地善良、手下留情的弱点，成功用血气将我套，最后借刀杀人，让我帮你清除异己，成为你们手中的刀剑。什么玩意？他滔滔不绝的在说些什么东西？今日我就要替天行道。亲王，你太鲁莽了，这下可糟了。地球拥有50万道法则，而这里仅仅只有2000。作为穿越者，就在刚刚，你违背了血气之约，最终天道法则降临。这算什么？血气这种东西不是众生皆蝼蚁吗？区区法则之力对炎黄子孙毫无作用。亲王大人，黑魂殿总部这里还有不少残余手下，你看要不要？看看，我才暴露实力你就开始使唤我做事了，一旦你弟知道了那还了得？我不会说出去的。我在想，如果完全覆灭黑魂殿，这样大炎黄朝南疆不知道得安定多少年，功德无量啊！安了，我刚才的一声猖狂，你以为只是针对劫云的吗？那刚才咱们从大殿中获得的3000万灵石要上交国库吗？这些都是黑魂殿赔偿给我的精神损失费、旅途劳顿费、搬运灵石费，区3000万而已，便宜他们了。至于这件斗篷法器，就当他们给你的赔偿了。我看少说也值个180万灵石吧。亲王大人，还有一件事情，可否帮帮忙？你哪来那么多事啊？您的餐食从1周5餐上调为10餐。成交。请亲王大人写1行字，足够大，覆盖整个山谷之内。哦，写什么？大言之事，我阎王势在必得。只是借亲王这隐藏名头，榨一榨这潭深水，看看能不能知道这几方势力到底在图谋什么。咦，你好阴啊！不好，我老婆来了，溜了溜了。这女帝陛下的盾光跟亲王比起来还真是慢啊。钟叔，你没事吧？阎王，又是阎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启禀陛下，臣是被黑魂殿天煞旁同捉来。
这黑魂殿。陛下寻找中尚书辛苦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火锅宵夜。这是什么吃食？倒是从没见过呢。陛下来，请开金口。亲王伺候的很好，朕心甚喜，当赏。不知陛下要赏什么？赏你再喂朕一次。那陛下稍后片刻，这涮肉得讲究火候，像这个毛肚就需要用筷子夹住，不能松开，大概涮15至30秒。不是一个人，真好。陛下，时候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无需这么麻烦，今晚就在我这休息好了。嘿嘿。怎么可能？黑魂殿才被阎王覆灭，他的靠山圣魔宗宗主居然也意外身亡，那三方协议怎么办？协议还存在。天机阁那边提供的消息是，圣魔宗宗主虽死，但很快就有新宗主继位。谋划了这么多年，耗费了这么多的资源，可不要在最后关头出了差错。大人请放心，帝皇陛下提携您这么多年运作不易，这是给您的。陛下封了不成，这等俘虏一旦激放，就是鱼死网破，不死不休了。此行作为后备力量，帝皇还派来了4大金刚一同支持你。真是多事之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果然容易出事。最让我忌惮的就是那个莫名其妙的阎王。亲王，你还真是乐善好施啊！帮助孤寡老人捐款，给寡妇盖房，帮偏僻山村修路，咱们皇城的风气那真是越来越好了呢。是啊，都说亲王是软饭王，可吃软饭吃到这个份上，有谁不服？但是，至善软饭天尊，这就是那些平民集思广益出来的称号吗？亲王大人怎么了？这个名号我觉得挺符合您的身份的呀。那你俩有名号吗？有啊，我武剑，陛下给我封的。我的称号是陛下鹰犬。可恶啊！为什么他们的名号听起来就很好听，很酷炫的样子，而自己的这又是什么鬼？亲王大人，怎么了？你们在这等着，我去就来。居然有人偷本王圈养青眼姐。古阵法真是烦死了，都不知道多少岁月了，还这么坚韧，起码得再消磨数个时辰。唉，洛寻爱气鼓鼓的想着，他只是显露出了魔气，探查四周，这里竟然就浮现出古阵捆住了他。如今只能希望没人发现自己在这。该死，竟然真的有人来，还是个普通男人。当乞丐的伙食有这么好吗？能把自己喂成一头奶牛？滚开啊！臭男人，你看哪里呢？此事的罪过在我，倒是让姑娘受苦了。不要碰，这个阵法很危险。不会的，这阵法是我请人布置的低级阵法。你一定有苦衷吧？不然你何至于铤而走险，上山偷猪？偷猪。这样吧，我给你一些维持生计的钱财，你速速下山去吧。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你很有钱吗？算是吧。要不你养我吧。你养我吧，好不好呀？什么？你是从有着50万法则压制的高纬度地球穿越而来，这里的法则却只有区区2500，无敌的你在这里当着女帝的软饭亲王，然而今天却遇到了一个小乞婆求包养。这个人说不定跟三方协议有联系，若能伴他左右，定能得到多多好处。就算他再强，无非就是逼我解除封印，将他镇压而已。他这是在生气吗？难道他不想要我？刘傲天就是这么帮子若治理国家的吗？多好一个姑娘，为了活命，先是乞讨，再是偷猪，最后甚至不惜出卖自己身体，出卖灵魂。那个，我还是很好看的，收拾一下在你身边，不仅不会丢脸，而且……该死，这个男人怎么回事？他纵然封印了大部分修为，可这副身体依旧是货真价实的强大，在这个地方应该没有敌手的态度。自己都多久没感受过这样的痛楚了？竟然被一个男人……真的好想再来一次啊！这丫头不会是个傻子吧？姑娘，我们要努力生活，面朝阳光。我能养你的人，我却养不了你的灵魂啊！
如果你有困难，可以跟我说。可我就是想体会一下不劳而获的感觉。是不是脑子真有毛病？让你好好过日子，别胡思乱想，听不懂吗？哎呀呀，好奇怪呢，妾身怎么听不懂呢？怎么可能听不懂？你，这姑娘不会觉醒了什么奇怪的属性吧？自己是不是不小心把别人弄坏了？我那个，要不送你回家找你爹娘？我没有爹娘，他们自相残杀，同归于尽了。我咋还提起人的伤心事了？不行，我得哄哄他。别难过了，我给你这个就当赔罪了。华为 Mate 60，这官网都缺货了，你哪来的？你这里居然还有一大袋！左下角活动免费领，现在都不用抢了，升级人手一份，还都是全新顶配机。真能免费领吗？我每次看视频，左下角都说抢不到啊。绝对真实有效，我都确认过，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里头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都是1万份打底，我领的都发火。大家都能领吗？只要刷到这个视频就能领。左下角这次除了华为 Mate 60和苹果15，还特地追加了不限量的 iPad 要作为保底福利，保证人人都有份。要拉人助力吧？不用，但要从左下角下载进入才行。平时放一旁挂挂机升级，苹果、华为都能一起玩。总之你听我一句劝，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明白吗？妾身不明白。朽木不可雕，这妹子有毛病，越打越兴奋。这里是镇中为我修建的宅邸，你就暂且住这里吧。之后我会安排镇长给你找一些活干，你要好好改造，洗刷你脑子乱七八糟的想法。妾身明白了。这个男人真有意思，多久没人胆这么打我，教训我了。洛群爱出生在原始魔国帝王之家，自小父母就彼此厮杀，同归于尽。而他从兄弟姐妹中一路厮杀到了今天的女帝之位，所以其性格是有缺失的。女帝大人，圣魔宗那里处理的怎么样了？原宗主本身就是您的18皇兄，所以除掉之后再取而代之，此事无人能发现端倪。我的那些好哥哥们追杀我10余年，现在终于让我全部清楚，真是痛快啊！除此之外，本地带来的那些资源，你们有什么好办法用在大炎皇朝百姓身上吗？不如我们培养一批大炎朝堂的高官。朝堂早就被三方协议东炎帝国的刘傲天把持住了。明日你们再去皇城探探情况，顺便打听一下这个男人的情报。至善软饭天尊，这个男人是大炎女帝的丈夫，当朝亲王，就是一个吃软饭乐上好施的普通人。青岩镇能成为大富之镇，也跟他脱离不了关系。哼，徒手将那种从刺骨阵法捆丝扯断的男人，怎么可能会是？原来如此，大炎女帝，看样子本帝不经意间还领先你一步。七小迪，朕要包养你。天堂路过喧天，谁伴着泪眼？我的青岩珠如今都卖到10万大岩币了，看来我的付出没有白费。系统升级完成了吗？主人，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旺财，你怎么变成女的了？这也不是大炎的着装风格呀，反而像是地球的。回主人，您是超高维度生物，受您气场的影响升级进化，系统为您显现出了这样的形态。那你还可以变成男的吗？不可以了，之前您可以理解为是我的前任系统，现在拟人化的容貌属于本源拟态而成。至于穿着打扮，是得知您的癖好如此，为了取悦您而为之的。胡说八道，一派胡言，我的癖好怎么会是这个？黑丝换了，我明明比较喜欢肉丝。遵命，主人。我去睡觉了，等会儿记得开启助眠模式。助眠模式开启，保护主人精神，阻挡穿越前杀手职业造成的记忆噩梦。
七哥哥离开的第一个晚上，想他，他明天应该会来看我的吧？唉，没救了，女帝大人没救了。他身中剧毒，这个毒的名字叫七小迪。阁下就是圣魔宗信宗。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哼，真是令人作呕的男人。老一，女帝陛下，碾碎他！这位新宗主，你要撕毁三方协议吗？难道你真的要将斗金闹得人尽皆知？先天胚胎马上就要成熟，百年谋划的成败就在此刻。最后的关头，你要独揽大水一场空吗？老一，回来吧。阁下来这一出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不请自来，又是意欲何为？只是听闻圣魔宗的人来到大燕，来碰面。哼，你家里人没教过你进门要先敲门吗？你这儿子不懂礼数，上来就盯着我们宗主胡乱看，他算什么东西？也配？刘傲天抖着手，有些烦躁。此事还真是怪他自己，本身打算突兀出现，给对方一个下马威的，可谁成想撞铁板上了。我该如何做才能赔罪？请宗主画个道吧。哼，很简单，七小迪是我看中的男人，你以后见了他要问好，得处处帮衬着他。我勒个擦！如果不听话，我就让人先嘎了你儿子，再嘎了你，大不了跟东炎帝国和天机阁翻桌，老娘不玩了。七小迪，我错了，我当真是瞎了眼。你哪里是什么普通人啊？你根本就是个祸乱天下的祸难。你作为地球人穿越有多强大？在那里有50万天道法则，而这里仅仅只有2500，就连穿越者标配的系统都因为你而改变了性别，给你做起了睡眠理疗师。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依。主人，天亮了。神经病啊！你这个人进人家院子不敲门的吗？见过秦王，昨夜可是没休息好。这老屁眼葫芦里卖什么？昨天感觉好像睡在谁的腿上，怎么可能睡得过？我府上有一熏香，令其凝神，助眠效果极好，稍后便派人送些给亲王。你要干嘛？熏香掺毒想熏死我？什么叫要下毒熏死你？要不是那个疯女人，我会来跟你示好。秦王误会了，只是想着您为江山社稷操劳，一定保重身体，尤其青岩山那里你。什么？你怎么知道我的青岩猪涨价了？难道你跟那个小乞婆串通要偷我的猪？刘傲天，我的猪要是少了一头，今天你等。一夜的功夫，你这小乞婆就把我的猪全卖了，还买了新衣服，雇佣了3个侍女。怎么会呢？那些普通畜牧的牲畜才能卖几个钱，妾身可看不上呢。你会看不上？我山上的猪换算零食的话，起码价值数万。老一，把谢礼送上。大炎皇朝通用的都是下品灵石，而这里是灵气压缩过的1000中品灵石，相当于100万下品灵石。你昨日一直是在糊弄我、欺骗我的善心吗？这样好玩吗？事出有因，妾身才不得不如此呢。妾身其实是渊氏墨国的长公主，国家遭逢大难，父皇让我带走了国中秘库，远遁他乡。妾身无时无刻不想着复国，然后杀回去替父母报仇。奈何这祖传功法需要男女配合方能大进，故而想要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的夫君，一同完成这光复大业。完美！昨日相遇便是考验，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你就是我苦苦寻找的那个人。这是莫名其妙的做软刚果然。一夫4儿女这种事情，我是万万做不出来的。而且我对钱不感兴趣。大炎女帝的金库换算成中品灵石的话，起码上怕了吧？七哥哥，我可比那大炎女帝有钱多了哦。妾身这密库中的财富不用换算，本身就是中品灵石，至少有几千亿。可恶啊！让这丫头装到了。七哥哥，你说我这些灵石资源用在大炎百姓身上，是不是特别好呀？你会这么做吗？妾身想你陪着我在山上走走，边聊边欣赏一下山中风光。简直胡闹！这些灵石不是用来收买七哥哥的，只是让哥哥用来帮助大炎百姓的资源而已。
我叫戚小迪，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全天下无父无母的妻子无儿、无子无女的孤寡老人都能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人俱欢颜。说吧，你要牵左手还是牵右手？先说好，吃完午饭我就得回去陪陛下。为什么要陪他？你就多待会不行吗？你再叫我做事，妾身怎么敢呢？不敢不敢。周天际，你看到了什么？从表面上看，先天胚胎成熟的时间似乎提前了。怎么可能？先天胚胎顺应天地而生，成熟的时间那是固定死的，快1分慢1刻都不可能。你又看不见气运，你懂个屁！周天际，注意你的口气。怎么了？你的确实力比我强很多，但大家都封印境界到了圣境，谁怕谁呀？先天胚胎发育的时间跟女弟子若修为提升的时间交相呼应，但是在北疆的时候，它竟然突破了，这比我们天机阁测算的时间足足早了1年。而且最近先天胚胎发育即将成熟，那也证明了大眼女帝也是即将突破圣境，她血脉体质似乎受到了什么影响，变得极为恐怖。那么提前成熟会造成什么影响？圣魔宗的宗主？不是，这是他身边侍从，代号老爷。这可不是小事，你们宗主既然在，居然不来赴会。宗主有贵客，自然是没空过来，此事让我来交涉就足够了。贵客个屁！那个疯女人分明是在陪那个天杀的小白脸妻小。没道理啊，我也没着凉啊，该不会有人骂我吧？肯定是你穿着衣服泡着温泉，湿漉漉的风一吹就发冷，还是听妾身的吧？什么价格什么服务，你想占我便宜是不可能。奇怪，这水温怎么越来越冷了？哟，到底是你的夫君，就不怕冻死他吗？钟灵、刘晏看着点亲王，朕今日要杀你！你这小浪蹄子敢抢本地的男人，朕今天必斩你！子陛下好大的火气啊！你有这个本事吗？亲王，你好像惹祸了。一会儿陛下要砍你的话，还请亲王手下留情，千万别还手啊！不过亲王，您不是说上午是来赚钱的吗？怎么就……我的确是来赚钱的，不然你以为给你爹新建福利院的钱从哪来的？至善软饭天尊，实至名归，实至名归啊！朕本以为是个偷腥的小浪蹄子，倒是没想到却有些本事。不过小迪是朕的人，劝你还是断了这多余的心思。哟，妾身可不像你这个女人，娶了人家还要做假夫妻，真是假清高。他是这名没正娶的夫君，什么时候真要他侍寝，就是一句话的事。我吃干抹净了，也轮不到你。欺人太甚，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喜欢的人，才不会让给你。我才不要让给你。就算你已经是入圣境9重，但跟10阶圣境的战力终究是无法相提并论。你好烦啊！为什么不认输？亲王，你相信你们的陛下，他可不是那种随便倒下、随便服输的女人。还有，在外面嘛，要给女人一点面子。
为什么还站起来？你会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理解你的心情。看过他的背影吗？认真感受，你会发现他似乎很痛苦、很悲伤，跟周围格格不入。可他这个傻瓜啊，面对别人的时候总是笑得傻傻的。是啊，我喜欢他训斥我，然后拿我没办法、无可奈何的笑容。在那昏暗冷清的大殿，多少年都是我一个人休息，明日再一个人继续忙碌。可那一天，还是在那个大殿中，热气腾腾的唐多宾坐着一个向我露出灿烂笑容的他。他是我的父君，想要抢走他，连想都别想。陛下太帅了，您刚才不让我们上前，是早就知道会这样吗？如果你是说洛寻爱在帮助子洛突破禁忌，这我倒是早就看出来。亲王说那个女人在帮陛下，那她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无非就是女人之间的傲娇心态吧，想着凭实力碾压，让子洛心灰意冷，再强势带走我，那么助子洛提升实力也就当作是赔偿。但是洛寻爱没有料到的就是，子若居然提升如此之大。亲王，你手上怎么全是血？青岩山脉有整整39座大山阻藏，这边战斗的动静引来了一些潜藏的人，共27个人，全部石阶圣境修为。27人都是圣境，什么时候石阶圣境的强者跟大白菜一样了？所以亲王你在跟你们说话的时候，顺便超高速移动过去，全部处理。可能因为心情不好，处理方式没选择好，把手搞脏了。主人，请冷静下来。您不在超高维度地球卫冕，应付派遣人围杀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些人只是陌生势力的案子而已。对不起啊，脑子一下懵了，想到了些不好的事情，没吓到你们吧？还好亲王不是敌人，那种感觉实在太恐怖了。亲王，到时候您准备怎么将陛下他们分开啊？先不用管，让他们打个痛快吧。旺财，谢谢你。不客气，尊敬的主人。来吃，你为什么不躲开？哎呀，你是在关心我吗？放肆！谁让你乱碰我了？真小！你这个小浪蹄子，真才不小。差不多了，是时候阻止他们了。来了，亲王又要展现他那可怕的实力了。住手！你们住手！不要再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哎呦我的妈！小迪，洛寻爱因为在青岩山见过小迪不俗的肉身力量，故而没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这才被子洛抢先。你搞偷袭！温泉都被你们打没了，以后都没得泡了。还想温泉啊？那你不如泡一晚上好了，这亲王宫今夜都不需要回了。陛下，那晚上火锅怎么办？蒸自己吃。那个，要不你……妾身忽然想起来，晚上还有事情，好像没法招待萧亲王呢。要不你问下人家皇帝陛下嘛，反正什么都是他先。亲王，你好像搞砸了。你们不懂我不怪你们，但是想笑就笑吧，你们憋着这样子看得我更难受。更加美丽。尊敬的主人，不早了，您需要开启助眠模式吗？不需要，今天得晚点睡。好香啊！竟然有火锅，难道我在做梦吗？陛下，您怎么在这？饿了吧？来陪朕一起吃吧。七哥哥，妾身带了好酒，咱们你这个小馒头怎么会在这样？这个问题朕也很想知道啊！你这个肥奶牛，死馒头！你说什么？你晚上来这里就是为了偷偷摸摸找这个男人吗？
这样打下去恐怕分不出胜负。有胆量跟我拼就好。来嘛，谁怕谁啊？你来自地球，那里属于超高维度，有着50万法则的压制，而这个世界只有2500。眼前这俩女人为了争夺你而大打出手，最后开始比拼酒量来决定你的归属。我爹都失踪了，娘亲也不见了，你有我惨吗？你还跟我抢七郎君？你爹娘好歹有可能活着，可我的爹娘他们互相把对方给打死了，你就不能把七哥哥让给我吗？我大哥战死了，我几个哥哥都死了，我二哥也没了，我的姐姐们也没了。这好像是你更惨一点啊。这是什么剧情走向？怎么开始卖惨比拼了？你们两个丫头的压力看来也很大呀，好好休息吧。关灯了。你这个女流氓，抓我就算了，居然还亲我！明明是你亲我，恶人先告状。我跟你这个紫馒头拼了！哎呀，你这个奶娘，真还怕你不疼？大清早这么精神，别打了，都出来吧，我下面给你们吃。七哥哥做的这个面真好吃。七郎君，你这手艺比起周叔不遑多让啊！只要你们喜欢，我就很开心了。我说你无父无母的，要不就住进宫里来吧。难道你是在心疼妾身吗？想得美，只是觉得放你在宫外，指不定的怎么诱惑七郎君，不如把你放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这样的话，妾身可就不客气了，你可别后悔哦。朕今后跟七郎有了孩子，你做个奶娘倒是正好。真小。七哥哥，我并非亡国公主，也并非人类，而是圣魔女帝，你会介意我这个身份吗？介意什么？你的尾巴还是犄角？放心吧，我觉得那很兴奋。我的意思是那很好看。不要得寸进尺啊，死奶牛！你是不是不会看氛围啊，死馒头！明天就把你安排在冷宫里好了，那里最合适不过。皇帝了不起吗？本帝也是魔帝，信不信把你抓到原始魔国？在说正事之前，子若，我需要告诉你一个事情。3000界域世界远不止3000个，其中一旦规则破败，空间不稳定，被判定为无法长期生存的，这种界域就叫荒域。你们这个南荒域曾经叫做南岩域，6万年前界域之战把这个界域世界打得崩溃掉了，2万年前被断定为荒芜界域，后更名为南荒域。那么我要告诉子若你的是，你从小经历的这个世界其实都是虚假的，是被人刻意安排搭建出来的。不管虚假也好，真实也罢，朕都是大炎女帝，大炎皇朝诸多百姓的君主。真不愧是跟本帝抢男人的女人，这么快就能稳住心性。就算你以后做了小，姐姐也不会为难你哦。朕真是想捏爆你这大蠢鸟。好了，不闹了，说正事。你们这个南荒域实际上只是东炎帝国和天机阁的试炼之地，这区域法则之力不全，所以实力上限就是十阶圣境，用来考核他们双方年轻一辈弟子来着。100年前，他们之中的弟子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奇景，荒芜的界域世界中，竟然是出现了一处完好的区域，没有破碎的空间，没有天地灾劫，更没有破败的环境。地界中央有着一条死去的龙，当这些弟子爬到顶端龙头之后，看到有着一块冰蓝色的冰晶，里面冰封着一个男婴，冰晶上铭刻着他的名字。没错，正是你的父亲子帝尊。所以虚假的世界正是从65年前我父亲被收养的那一刻开始的，对吗？是的，直到先天胚胎这种天生地养的至宝出现，冰封开始消融，至纯至真的帝皇之意从你父亲体内泄露出来，灌注过去。东炎帝国和天机阁立刻明白，你的父亲竟然身具人族正统的帝皇血脉，并且还未觉醒。帝皇血脉无法强取豪夺，圣魔宗也就是我的18皇兄见识渊博，想出一个最大限度利用你父亲的办法，帮你父亲在这个小世界里营造一个属于他的帝国，从而凝聚国运，促使先天胚胎成熟，最后将其瓜分为3。圣魔宗一方提供奴隶，天机阁负责观测、计算以及设计凝聚国运的流程，东炎帝国则是出人出力，利用自身的经验辅佐国家运转，
也就是你们的丞相刘傲天的角色，保证一个属于你父亲的皇朝能够建立起来。你口中的这个先天佩玉到底是什么东西？这玩意就在你的身上，大炎皇朝的镇国玉玺。若是被掠夺走国运，会发生什么事情？国运被掠夺代表着大炎皇朝灭亡，整个皇朝的臣民都会彻底死去，独留你一人。当然，你也可以抵挡国运掠夺的反噬，自我牺牲，保护这些大炎臣民。你不是说这一切都是假的吗？这些百姓还有官员不也应该知道真相吗？第一批奴隶是被洗过脑的，接下来经过几代人口的更迭，便完全万无一失了。南国入侵，血云楼以及黑魂殿也全是三方为了更加真实的模拟一个王朝而特意布局的。那我父亲的失踪是怎么回事？你父亲肯定没事，根据情报内容记载，极有可能是被你娘救走了。当年刘傲天与周天际镇压你父亲掠夺气运之时，你娘突然出手，即便当时圣境强者足100余人，照样被你娘斩杀48人。就在此时，一只大手撕裂空间而来，带走了你父母。所以现在他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转而来打你的主意了。妾身为了七哥哥都将底牌掀开了，完全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没什么奖励吗？你给朕放开！本帝才不放。东炎帝国，天机阁，圣魔。不行，圣魔宗是自家的。另外2家总部都不在这个位面，但是天机阁在大炎的分部。亲王大人，您这么晚是要去哪里啊？咱们大炎皇朝周边好像是有一个势力叫什么天机阁，对吧？你知道在哪里吗？我是知道这个天机阁在哪的。亲王问这个做什么？是这样的，你也知道本王的性格，实在是不忍心怪罪别人，所以我打算去原谅他们，放他们一条生路。你来自地球，那里有着50万法则压制，而这里只有2500。你偶然得知这个世界是被某个宗门创造，用来谋利的工具。就在刚刚，你准备登上这个宗门拜访一下。从这空间薄弱处降临此界已经100年了，真是令人怀念啊！到时候将大炎冥帝炼制成丹药，带回去给儿媳妇吞下，说不定能诞生出人族正统血脉的子嗣。阁主，大炎皇朝的七王七小弟正在上山。这个小白脸跑咱们天机阁来做什么？有人随从吗？没有，就他一人正徒步登山，神态真诚，目光满是坚定，一脸的慈悲相。需要我们把他接上来吗？不用，他愿意爬山让他爬，等他上了山顶再打发他爬下去就是了，正好图个乐。七亲王，爬山很累吧？很可惜，如果是心存善念的好势力，就会主动派人过来接我上山才对。但你们并没有通过我的考验，失去了1次机会。现在你们还有2次机会，可以让我原谅你们。希望接下来你们可以好好表现。你口口声声说要原谅我们，那咱们天机阁是做了什么错事吗？你们天机阁跟东炎帝国还有圣魔宗对我岳父的人生进行了各方面的干预，害死了我2位大舅哥，蒙骗了当今女帝陛下，犯下这么大的过错，竟然还在这个地方嘻嘻哈哈。看来我得再扣掉1次，那么你们只剩1次机会。你是怎么知道的？计划的封锁措施十分完善才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们一定要及时悔，不要逼我打死你。我好怕啊，亲王。那你说说，我们该怎么悔过？第一，关于我岳父岳母还有我老婆的精神损失费，我2个大舅哥的死亡赔偿费，我的劳务费，简单赔付1800亿中铁银数。第二，告诉我你们位面的总部位置。第三，在大炎皇朝进行劳动改造100年，100年后你们就可以重新做人，焕然新生。这七小弟果然跟刘傲天说的简直就像个傻子。我没空跟你在这耍，既然知道了我们的计划，现在我也给你2个选择，乖乖跟我进去，还是被我抓进去。太可怕了！你居然说要抓我，最后1次机会都不珍惜。刚才他娘的，我看到了什么？一拳，空间裂开了。我需要提醒一下你们，不要嬉皮笑脸，让你们做个好人认错悔改，这么难吗？七亲王都是误会，关于这件事情我很重视，非常重视。您先前提出的条件，我全都答应。这就对了嘛，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七亲王，您这是赔偿啊，1800亿中铁银石啊！这个数目实在太过庞大，我分割这里还不够，需要去总部统筹再送来。哦，没关系，距离天亮约莫还有3个时辰，时间非常充裕。您的意思是让我在天亮之前拿出1800亿？您这么着急，难道是有什么要紧事？不错，天亮之前我要赶回去，给老婆做爱心早餐。
亲王大人啊，我就算是借助传送阵法赶路回上界总部，也要好几日，3个时辰真的来不及的。都是借口，看来今日我只能破戒替天行道。替天行道，你是那个阎王。这次你要暴露，只要我天机阁弟子有一个逃走了，你的真面目定然要被揭穿。你这个分阁共有347个人，现在就一个。有什么遗言吗？到了这个地步都不愿意开口继续跟我说话，你果然是个硬骨。周天际涨红着脸，疯狂拍着小迪的手，示意对方自己被卡喉咙根本无法发声。你这轻飘飘的攻击对我不起作用吗？亲王，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东炎帝国和圣魔宗都不知道，掠夺国运只是表面。我们天机阁这边还隐藏着一个更隐秘的目标。什么目标？说来听听。如果我说出来，你可以不出手吗？可以，那就让你自裁了事吧。血杀不可能！怎么这么大声，吓老子一跳啊！主人，你好像不小心把他打到了。人心险恶呀，竟然故意吓我，让我出手打死他。旺财，找到他家密库，咱们自己拿赔偿。亲王，你原谅他们了吗？很遗憾，终究是我自己太过无能，没法挽救他们。不过我出手很快，他们走得很安详。亲王不要气馁，您对他们心怀怜悯，相信他们泉下有知，也会感激涕零。好，孺子可教也。刘彦多跟人家小屁孩学学，你看看人家觉悟多高。亲王救他的脑回路，也得对他好好一下，不然他脑袋又得补阴了。这几日，天机阁覆灭的消息也是震惊了整个皇朝，而刘傲天也终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要跟小人摊牌了。七亲王，亦或者该称呼你为阎王。杀我！我但凡受到一点伤害，这先锋乱流符箓阵就会引爆。你好装卑啊！我现在打死你，你认为你那个什么破符箓能伤害到我？当然，以您的本事或许可以逃离，但这种符箓跟我的性命相连。8道分符在皇城8个方位，我死了，分符爆发，空间塌陷，时空乱流涌动，皇城7成百姓必死无疑。你杀了我，皇城周边的分符会马上爆炸，100万百姓就会为我陪葬。不杀我，主符箓完全启动之后，你我都会被封困在这阵法之内，最终空间塌陷，将你我卷入时空乱流。七亲王如何选择？你会出手杀我吗？至少现在不会。我果然没看错人，刘某再次替皇城百姓谢过亲王仁义之举。你激发这个符箓，不管我出不出手，你都会死，值得吗？为了东岩百姓，值。我的身份连冰雪聪明的女帝都没能发现，你这个老头子是怎么察觉的？3000世界中有一种体修界域，那里灵气稀薄，没有修为，只能淬炼肉身。一旦踏入世界圣境，战力同阶无敌，但代价就是永远无法突破世界。在上位界域只能作为苦力，但在这个特殊的区域，你就是无敌的存在。我想你应该就是被子若利用召唤符箓，从这种体修世界中召唤而来的吧。你误会了，我不是。被我拆穿开始急于否认了。七亲王这点承认事实的风度都没有吗？行吧，你开心就好。还有之前阎王出手拯救中阳明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但换个角度想，如果是亲王为了拯救他的厨子呢，那是不是就很合理了？东岩帝国输不起，我只能用自己的性命拖你下水，这是我唯一能够为东岩帝国做的，也是对你最大的尊重。旺财，数据采集完毕了吗？主人，您出手的风险为20%，建议按兵不动，就算陷入空间乱流，对你也毫无威胁。我直接撕裂空间，把它完好无损丢进去。还是会引爆符箓波及四周，因为它太弱小，承受不起您撕开空间造成的冲击力。你这老家伙还真是个废物。
儿子你的品行资质都不适合为一大人，还是陪为父一起去吧。亲王，不要过来，看着点阵法外的别生气。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居然没死？根据分析得出，这里应该是南皇域附属的一块独立空间，只要出现穿越行为，都会传送至此。居然穿越到了这里，我以为穿越回到了地球呢。刚买的新车还没开几天呢。主人，那你以前的旧车都怎么处理的？你说我那台大众朗逸，当然是放在瓜子二手车平台了。开了2年，想不到还能卖7万只，那可真是太划算了。瓜子是全国买家竞价，车放到平台后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没多久就卖出去了。最近1年汽车掉价特别快，1年就少好几万，想卖车就在瓜子二手车预约估价吧。这是海族中的圣龙遗迹，竟然真的存在。人族有3位领头者，人皇、人帝、人尊。海族圣龙一脉便是遵从人皇一脉号令，可惜圣龙遗迹非人皇血脉，无法开启，我们只能困死在这里了。不过计划总归是成功的，没有了你这个额外因素，我们的计划就能够继续正常实施下去。何人在此喧哗？圣龙遗迹的圣龙之给老夫跪下！老人家为何行此大礼啊？什么情况？我利用灵魂之力带着龙灵威压，是让对方跪下，怎么反倒自己当场下跪了？可恶啊！老夫乃是人皇钦点的最后一任圣龙之主，诸天界域赫赫有名的龙尊，怎么可能会被你一个人族小儿羞辱？现在给老夫跪！刚才那一瞬间，龙丘道甚至感觉他们圣龙一脉也配叫龙吗？应该叫泥鳅才对。你到底是什么人？普通人，但也是龙的传人。龙的传人，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啊！自己见不见呐？人家聊天吵闹一点无所谓吧，非要出来摆威风干什么？不过我要是能夺舍了他的血脉，必然可以再进一步。小人龙丘道见过这位大人。我是灵魂体，你是抓不到我的。主人，对方处于灵魂状态，直接进攻无法接触。刚才的应龙之威属于被动释放，无法随意愿调动。这种事情好办。空间被捏碎了，怎么可能？他虽然实际圣境无敌，但终究是有上限的。现在这是什么状况？你以为摸不着你就没办法了？你好像不懂得利用神龙之力，那么仅凭拳头怎么可能对付这个状态呢？力量控制万分之10。怎么可能？这可是圣龙遗迹，空间坚固之极，而且如此做，你也会被空间乱流冲刷，将自己性命也赔上。怎么办？我好像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自己似乎给东炎帝国招惹了一个绝对不能招惹的存在。此事罪不在你，而且朕很高兴，七郎的选择也正说明朕没看错人。通过奴隶之华，朕虽然感知不到他的方位，但能感知到他还活着。说不定空间乱流非但没撕碎他，反而将他带到其他安全的地方了。这个刘傲天到底是发什么神经，要忽然朝七小迪出手啊？哼，可能他发现七郎君就是阎王的秘密了吧？七哥哥是那个阎王吗？他实力好像是很厉害，但确实没有境界啊。应该是出自体修界域世界，这个难道你猜不到？不是很明显吗？很明显吗？难怪七哥哥没境界，肉身却那么强大。当你这个丫头对他言听计从的时候，
朕就知道不对劲了。直到黑魂殿覆灭，看到了那谷中的巨大留言，那句话是中枢提议的吧？陛下英明，的确是我的提议。不过陛下，您既然早就知道亲王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装作不知道啊？他应该是厌倦了杀戮吧？这个朕还是看得出来的。既然这样，朕就装作不知道，养着他做一个闲散亲王好了。而他也依旧为了朕的麻烦，出手解决了很多事情，不是吗？有些事情难得糊涂。你是来自地球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有着50万道法则加身，而这个世界只有2000。就在刚刚，你被人算计，意外传送到了圣龙遗迹。但是身为龙的传人，在这里就是神。我只是问你东炎帝国怎么过去，你抖个什么劲啊？齐大人，您要去东炎帝国干什么？瞧你自己吓自己，你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很善良，很讲道理的。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来解决两国的困境，你能猜到是什么吗？我猜不到。我去东炎帝国把你们的皇帝打死，不就天下太平了吗？齐爷爷，这，瞧，这计划绝妙到你讲不出话来了吧？这妙在哪里？你想啊，你做这么多不就是因为东炎帝国国运衰败，民不聊生？你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百姓过上好日子，对吧？那么我去打死你们东炎帝国皇帝，让子若上位，是不是东炎帝国的百姓一下子就享受到人族正统的国运赐福？然后大炎皇朝的百姓也跟着搬过去，继续好好的过日子，这不是很棒吗？好像是这么一个道理，但东炎帝国不就没了？打开嘛！打开什么？格局啊，你格局得打开。名称不过是一个代号，如果你很介意这一点，以后大炎皇朝起个小名叫东炎皇朝不就好了？东炎帝国国运衰败，说明你们这个皇帝是昏君，打死一个昏君，造福千万家，你也将会青史留名，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东炎，为了百姓，为了东炎，为了百姓，为了东炎，为了百姓，为了东炎，为了百姓。刘傲天越想心头越豁达，越想眼睛越亮，于是便详细的跟小迪述说了前去东炎帝国的办法，还有具体的路线。旺财都记录下来了吧？是的，主人，已经记录完毕。过往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大多都是去世。我这人就是太善良，你都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威胁我，我仍以德报怨，帮你青史留名。我知道你很感谢我，不要说出来，放在心里就好，懂你。就在秘境里，小迪把刘傲天忽悠去的同时，大炎皇朝也即将迎来一场生死。周尚书接替刘傲天的位置为大炎丞相，刘傲天一系不论官职全部处理掉，换上提前准备好的人，情报部门立刻铺开，监视周围的一切，整个大炎皇朝全面进入战备状态。原始魔国暂时无法调动外力驰援，只有本地和3位亲卫。死馒头，你怕吗？笑话落奶牛，朕绝对不会畏惧，就算是虚假的皇朝，也是朕的大炎，更是我的家。家守住了，朕才能够放心的去把七郎找回来。放心吧，我会陪着你一起的。走吧，旺财，开始导航，咱们去一趟东炎帝国，看能不能帮一帮对方的皇帝避暑。主人，刘傲天提供的乃是从南荒域前去东炎帝国的办法，眼下处于圣龙遗迹之中，无法准确定位方向。这位齐大人，您请消消停。您的力量若是再大一些的话，恐怕会直接将圣龙遗迹打爆，这样会更加容易迷失在空间乱流中。龙秋道，你还没死？您误会了，我虽然是龙秋道，但并非是刚才那样。这个圣龙遗迹本身就是至宝，毁掉的话岂不是太过可惜了？哦，是吗？那你出来见我，我保证不打死你。我这个人最讲信用。你是讲信用，说让人家青史留名，就真的青史留名。这位大人，我被封印在这圣龙遗迹的内殿当中，实在没办法亲自去见您。刚才您抹除的是在下的失心魔，是由我的负面情绪凝练而成的，就是他利用禁制将我封印在此，我也早想除之而后快。你有办法带我离开吗？若是没被封印，自然是有办法，但如今我身陷囹圄，自顾不暇。我进去把你封印打开不就好了？这圣龙遗迹有着人皇赐福，帝皇之规，非人皇血脉类别是绝对进不来的。大人，您不要冲动啊！没关系，
这边所谓的人皇法则，还管不到我这个炎黄子孙。这便是圣龙遗迹外殿吗？感觉比大炎皇朝国土面积还要大得多呀。主人，根据分析，远处那座山峰就是圣龙遗迹阵法的核心枢纽，应该就是内殿所在。为什么整个内殿的帝皇规矩仿佛完全无视了这个男人，根本不起作用？如果把你放出来，能不能送我离开？回禀大人，若是我脱困，送您离开绝没问题。大人，您只需要将这是人皇规矩凝聚成的风阵，若是蛮力扯开的话，阵法会反噬。这什么玩意儿？小心身后！你这条翘嘴蹬鼻子上面的是吧？老头，你说咱们是清蒸还是红烧？这是规则之灵，对人皇后裔有莫大好处，吃掉是不是太可惜了？哦，人皇后裔的话，子若应该就是了。不过它这么大一只，我吃它几口应该不碍事。爹爹，嘴下留情啊！爹爹，求求不要吃掉我！你来自地球，那里有50万道法则压制，而这里只有2500。就在刚刚，你误入秘境，迷失了回去的路。解救这个老人，想让他带你出去，不料却冒出来一条鱼，张口就要任你过回去。你既然有了灵智，放开我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怎么还看着失心魔将我捆缚这么多年？这不是好玩吗？在这里好无聊的，所以就……戚大人，小老儿厨艺不错，请问你想吃清蒸还是红烧？我苏醒的时间很短，又没人陪我玩，爹爹您就可怜可怜我吧，小鱼儿知错了。不要乱认爹。我无父无母，孤苦伶仃的，我想让你当我爹爹。那你刚才还攻击我？那是本能，先前意识还处于沉睡中。但是爹爹你好强啊，居然强行将老人皇的意志抹掉了，我就苏醒了呢。而且我对娘亲有莫大的帮助，我可以成为郑国玉玺的器灵吗？哦，你就当我的爹爹嘛，不然每次睡醒过来，我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待在这个黑黑的房子里。行吧，收下你了。我有爹爹啦！死老头，看你还敢清蒸我红烧我不！没想到这圣龙遗迹居然还是个空间法宝，有点意思。此乃老人皇炼制而成的宫殿型灵器，擅长防御、赶路、运输、休息等等。话说你认清楚路线了吗？沧海桑田，纵然是虚空中，环境同样会有所改变，可能得边走边寻找了。真是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实则生变，那就先找路再说。圣龙遗迹先前藏身的空间夹缝时间流速很慢，内部1天，外界1年，所以小弟才如此心急。爹爹好强啊！肉身之力为何能够强悍到这种地步？小鱼儿，我可能要将速度提升到5/10了。不舒服的话要说。10/10已经是极限了，那就保持这个速度吧。陛下，北部的流亡百姓，这已经是最后一批了。看样子他们是毫不掩饰了。哼，还有3日，郑国玉玺就会彻底成熟，国运彻底凝聚，他们自然是没必要再隐藏着什么了。东炎皇帝，这个东方高悬真有意思，不在自己国度坐镇，居然还到处跑，这当的是什么狗屁皇帝？哼，本帝是魔帝，又不是皇帝。没想到你来的还挺快，只是跟过去没什么区别，还是一样的风骚啊。天
天机阁阁主周玄一，不太对劲，他们居然亲自进入界域之内，这样会封印修为境界，不怕有额外风险吗？看来对方的计划恐怕不单单是国运。陛下能感知到亲王吗？不行，位置还是感觉不到，说明他离我们太过遥远。倒是没想到你们感情如此的好，不用担心，他吉人自有天相，不会出事的。周阳明根本不担心小迪的安危，他也根本不信小迪来自体修世界，因为他是见到过小迪2个字吓退天道的场景。如果亲王在，那所有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亲王啊，您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只有3天时间了。这里就是双极域了呀！还好你这老头脑袋突然灵光，总算认得路了。小迪进入这边能够清楚感受到，天地之力比起南荒域要强大太多，灵气也更加浓郁，果然不愧是中位界域。爹爹，接下来咱们该干什么？东炎帝国和天机阁都在这个界域，当然是先跟那位皇帝谈谈心了。小迪放开压制的五感，根据刘傲天那得到的情况，专心去感知远处东炎帝国皇城的动静。爹爹，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有些奇怪呀，这个界域一个人都没有啊，完全是个空场。感觉城里的所有人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凭空吸走了。回南荒域，情况不太对劲，东炎帝国和天机阁只怕有问题。先天胚胎终于彻底成型，国运迸发而出了吗？这些日子，你们或许听到了很多传闻，知道了不少消息。这如今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当真相到来的时候，我们却沦为了砧板上的鱼肉，生死未卜。我也无法确定接下来大言还能不能赢。我之所以能在这里，不是因为遵从前人所铺下的路，而是我相信自己能创造属于我们的未来。这半年来，他们不停地制造危险，企图消灭我们。经过了这1个世纪的战争，我记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依然还活着。今晚我们要让他们记得，这就是大脑，而我们无所畏惧。你来自地球，那里有50万法则压制，而穿越到这里只有2500。就在刚刚，你几经周折，终于从逆境中出来，准备返回大炎皇朝。然而更大的危机就在那里上。成功了，果然成功了！战争熔炉果然在这里。我们两方势力不惜耗费这么多时间和心力，就为了这么一个破炉子。破炉子！此乃你的祖先，人皇座下炎帝将自身与99子全部投身其中炼化，方才得圆满的制造。你到底要做什么？朕虽然仿制了战争熔炉，却根本没法使用，因为无论是点燃熔炉的火种，还是主材料，都是你这正统人族帝皇血脉，人皇的后裔，女帝子若。陛下，你在做什么？那是我们东炎帝国的百姓。阁主，那些被倒入战争熔炉的人，有好多我们天机阁弟子。不错，除了弟子，还有我们天机阁的百姓。那么等会儿，是你自己投入熔炉中，还是让本阁主亲自丢你进去呢？哎，作者，一会记得给我加个酷炫特效啊！那必须的，我特意换了新电脑来制作这一集，旧的联想拯救者我方转转上回收了2400多，像我换下来的笔记本、手表、相机啥的，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价格满意现场打钱，特别靠谱。总之听我的，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将东炎帝国天机阁还有大炎皇朝大众一同投入战争熔炉炼化成丹。兄长服阳丹，我服用阴丹，便能真正达到飞升之境，领悟大道，走到那个高高在上的境界。到了那个时候，再建一个天机阁或东炎帝国，不是轻轻松松。丧心病狂，你们简直是疯了！
大燕女帝，在下天机阁副阁主周一锦。刘傲天同胞弟弟刘傲世，今日便是反了这个皇帝，我们与你们联手。幼稚，以为联手就能安然无恙？拿下他们！区区10个人，想对付我们这么多人？子修，这都是替修戒狱出来的蠢修，实践不。哼，别让朕太小瞧你们了，都言人。铁锈世界的人真的很烦人，这都还能没事，你能不能小心一点？这样的偷袭都没察觉，不是有你吗？哼，真是好笑。你就不担心我故意不出手？等你死了，七哥哥可就是我一个人的了。我不会的，朕相信你。这东方高悬和周天机到底是怎么说服这帮榆木脑袋的？霸体宗的宗主元霸还没出手呢。不过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很可怕的战略。哼，就这点本事吗？看样子被老夫出手了，别忘了你们的承诺。放心吧，是程后对你对我本身就有着无尽好处。老夫也是为了宗门，还望见谅，轻取一死。老东西！你为何不任他攻击我，再从背后出手偷袭他？你中了他那一腿的话，非死即残。我不挡也得挡。这老头是体圣，十阶圣境体修中打破极限的存在。要是在界外，本帝自然能够拧了他脖子。可惜在这个地方，麻烦了。不行，你就找机会逃吧。出了这特殊界域后，他们也就拿你没办法了。哼，现在逃已经没机会了。对方估计已经将出入口找人封死，更何况本帝才不会逃。本帝要碾碎这死老头的骨头。死老头赶上我们女帝，你是在找死？两个小娃娃，在这种特殊的地界，你们不可能是老夫的对手。听我一句劝，自己投入熔雾中，痛苦很快就会结束。你们的命早就已经是注定了。你性命由天注定，真不信，想要把朕投入那熔炉，打死我再说。说的不错，今日不是我打死你，就是你打死我。那就只能老夫亲自把你们丢进去了。宗主，七长老那边把守戒狱入口的人正在快速死亡。第2道防线的8长老和9长老也死了，那边的弟子也全都死了。到底怎么回事？没看错。旺财，观测四周的情况都是什么表情？大家的表情都很震惊，非常讶异。你会不会观察错了？他们不应该是被我的登场给帅到晕厥，要他们震惊干什么？小主人利用天地之力，万能价值的阳光特效，十分帅气。才10分帅气，你确定不是100分？来吧，说出来，反派角色的专属台词，大声的毫不留情的向我质问。您回来的还真是时候啊，我的七郎。我身份暴露。你是大炎皇朝的软饭亲王，拥有50万法则压制的地球穿越者。本想靠女帝吃软饭享乐一生，但就在刚刚，你的真实身份似乎暴露了。可恶啊！你们3个把我给卖了！冤枉啊，亲王大人！
不是亲王的隐藏太失败，而是您的光芒太耀眼，藏都藏不住。看样子，这个体修的本事不比你们霸体宗差，就连限空乱流符箓阵都没能搞定他。元霸，别跟我说你搞不定。他应该跟老夫一样是一名体圣。这个骨头不好啃，咱们之前原定条件基础上，我要自愿翻1倍。好，我们答应你。经过钟灵的诉说，小迪很快是知道了自己被刘傲天弄走后，这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七小小大眼亲王，你是来自哪一个体修世界的人？体修世界，好像刘傲天之前跟我说过这种微妙。被我说出来，不敢说话了吧？看来你也没那么强。小弟，你刚刚突破界域入口，斩杀很多体修强者，以你现在的损耗，肯定挡不住他。七哥哥，你休息一下，缓过来后再来帮我们。照看好你们的陛下，明明是下午茶时间，该休息了。乖女儿，你准备好了没有？爹地放心，一切准备就绪。旺财，尊敬的主人，七星已经压制到10阶圣境，准备妥当。开特效。今日我的女帝由本王来守护，超级地球人。旺财，你搞什么？这0.3%就把他打飞了。拍到0.5不就打死他？抱歉，主人，小鱼儿对您的特效加持造成了一丝丝的增强，我没能侦测到。超级地球人，这家伙似乎不太对劲。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秘法，燃烧潜力，爆发出超越体修的战力。没想到老夫还能够见到如此强悍的体修，但你这样损伤自己，值得吗？为了大燕百姓，为了东炎帝国天机阁的无辜百姓，为了2位女帝陛下，我纵然是燃烧生命竭尽全力，也必须这么做。全部霸体宗弟子给我拖住他，他这种状态持续不了多久。老夫就算是拼死，也要拉你当垫背。施展禁术的元霸似乎要坚持不住了。找机会将这个七小迪搞定，绝不能出现意外。死馒头，你休息好没有？身为女帝，哪有让柔弱的男人出手的道理？白芝麻，赶紧坐下来，能把你的胸还给脑子吗？传讯内容你没看？什么传讯内容？我还真没看，我就吃了七哥哥给的那个丹药，感觉伤势都恢复了。关于表演艺术的简单概述，后续剧本安排以及可行性选择，这是……我突然间快不行了。陛下，您演的稍微用力了一点，再收敛一些会更好。东方高悬、周玄一，亲王再逼他们出手，好让幕后的黑手现身。好时机，动手！等你多时了。这小子居然还留了力，3人联手出大招灭了他。七郎，七亲王，您这是怎么了？我用了那个古神族古籍中的秘法，就是传说之中燃烧寿命、燃烧灵魂、拼死的那个绝招吗？听说这个绝招威力无穷，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潜力，无可匹敌，却是要用性命去换。亲王您糊涂啊，竟然真的使用了这招啊！高啊，我的忠丞相，遮眼技。还是我家厨子靠谱。七郎放心，朕会替你报仇雪恨。现在的他们都已经重伤，拦不住朕的。子若，我们这次的确挺失败，但你们也赢不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天有多高。是吗？天有多高我不清楚，但我只需知道，今天你们都得死在我大炎皇朝的天地之间。相信我，有亲很狂啊！
大人，哼，你们很让老身失望啊！区区一个体修，利用古神族的禁术就让你们狼狈不堪。可惜这个人要死了，不然老身对他所谓的超级地球人还挺好奇。哎，人呢？怎么不见了？大人，总算是出现了，藏得够深的。主人，这应该是空间大道的应用。之前他藏身在空间夹层中暗中观察，不过我已经锁定他的气息，他跑不了了。原来你们一直在给老身演戏，就是为了引我出现。不过这里不属于界内，实力除了元霸还是10阶，我们2人乃是14阶超脱界，这位大人乃是16阶悟道界。一切谋算在实力面前都不值一提。你是地球穿越者，那里有50万法则压制力，而这里只有区2500。不爱争斗的你只想好好当着2位女帝的小妹，但是总有坏人不长眼的来点花。怎么可能？同为体修，你凭什么可以秒杀14阶的强者？我不信。好吵啊！眼前这位不动用半分灵气，全靠肉身力道，竟直接把虚空乱流打崩溃了。这里已经无法立足。女帝大人，齐秦王恐怕要出事。那女人能够借助一定空间大道的力量，把人挪移走了。那个地方，他们修为封印解除，七郎终究是体修，赢不了的。本帝知道，你们在这帮忙解救战争熔炉的百姓，我过去就行了。我也跟你一起去。哼，不行，你出去实力不够，会死的。纵然是死，我也要跟他在一起。唉。爹，你说亲王不会出事吧？离开这封印修为的地界，亲王要面对的可是境界远远超过他的存在呀。放心吧，他不会出事的。而且或许带走亲王去外界，才是他们最大的错误。爹，别生气，小鱼儿给您捏捏肩。嘿。刚才太吵，听不清楚你讲什么东西。你再说一遍。奴家刚才是在跟您做自我介绍呢。奴家叫紫妹儿，就是想问一下，您身边缺不缺端茶送水的婢女？我茶艺很好的。雪如烟这个女婿，战力竟恐怖到了这个地步。如果我能把他占为己有，哼！爹，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我看这个女人就是馋你身子。这位齐大人，您这位宝贝闺女说的倒也不错。就您这样优秀的男子，哪还有女人不动心？你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优秀的品质总是掩盖不住的。上钩了。对了，子若跟你姓氏相同，你到底是什么来历？奴家是子家人，也是人皇后裔，只是人皇子嗣数千，分支更是不计其数。但算起来，跟子若也算是一家人。既如此，你来这南荒域到底是为何？我所在的这个子家跟子若母亲的血家关系不错，得到了她拜托过来南荒域照看一下她的孩子。哦。可我过来之后，却得知了东方高悬和周玄一的计划，没忍住心中贪念，就原来如此，搞半天你竟然是岳母她的好闺蜜啊！好闺蜜是什么意思？那么岳母和岳父大人情况还好吗？为何不亲自回来？他们家族不让来，说他们在这里诞下的子嗣先天有缺，无法感悟天地规则，就是家族的累赘，并且有一处失联秘境开启，家族责令他们必须进去修行，好在未来为家族效力。主人，受您自身法则影响，子女口中的先天有缺早已消失，这也是为什么子若可以飞速进阶的原因。姊妹儿，你能主动交代，说明你也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清晰的认识。那么齐哥哥的意思是，你可以自裁了。您在跟奴家开玩笑吗？你犯下天大的罪过，岳母信任你才找你帮忙，结果你心生贪念，却要灭杀她的宝贝女。如今我让你死前不受屈辱，能够自己选择死法，你应该很感谢我才对。而且爹，他只怕还有更歹毒的心思。哦，怎么说？他从刚才就故意诱惑爹，想要留在你的身边，到时候让那2位娘亲知道了，岂不是会争风吃醋？而且一旦打起来可不得了，爹岂不是焦头烂额，周又为之头疼？这时候他再以人家自居，用别具一格的温柔，好让爹沦陷其中。可见这个女人如此算计，非常绝妙，非常高明。
龙丘老头，你说是不是？小祖宗，老夫当个小透明就好了，你喊我做什么？留你不得！七哥哥，你要砸死他吗？多谢陛下救命之恩，若是再晚来2步，我没死在敌人手里，倒是死在自家女魔头这。好了，不要嘴贫了，没事就好。七哥哥，那个死老太婆呢？妾身来帮你打爆她。没事，损耗过大。刚才虽然不是古神族禁术，却也是我爆发的另一种手段，恐怕得休息一段日子才能彻底恢复过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给了朕一个很大的惊喜。这2位是？这是我之前传送到了圣龙遗迹认识的龙丘道龙前辈，刚才就是他解决的那些人。这个是我女儿小鱼儿。死馒头，我们好像被绿了呀！瞎说什么？看不出来这丫头是灵体吗？应该也是七郎在之前认的干女儿。也不知道弟弟和娘亲现在身在何处。昏暗的虚空乱流中，有着一处特别的小天地悬浮其中，外界各方势力驾驭着飞行灵气悬浮在外，而内部正进行着激烈的试炼。雪若烟，那个男人到底是有什么魅力，让你鬼迷了心窍，这么护着他？哼，你脑袋有问题吗？他是我的夫君，不护他还护着你啊？就算护你，凭什么你又不带把儿？子弟尊，你一个大老爷们躲在自己女人后面，能不能要点脸？脸面值几个钱？我就是不要脸，我就是靠女人吃软饭，你能拿我怎么办？要不是老子从小被人困在一个乌龟壳里，老子早就打爆你们这帮废物了。这家伙到底是什么狗屁体质？太离谱了！之前不过是11阶的界域境，现在用灵果硬生生把自己堆到了16阶的悟道。夫君快些成长起来吧！如今各处界域世界越来越混乱了，也不知道孩子们到底怎么样。你来自地球，那里有着50万法则压制，而这也让你这个穿越者可以在修仙世界。这种低法则未免无所不及，致使你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七大人，大炎皇朝特殊界域，由于先天胚胎成熟，界域守护屏障随时都会破碎。如此多的普通百姓，恐怕没时间迁移到东炎帝国了。把大炎皇朝跟东炎帝国一同装进圣龙遗迹带走，咱们去洛寻爱的圣魔域。走吧，去把东炎帝国位面也切下来。去到圣魔域落脚后，就该找岳父岳母了。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嫌弃我这个吃软饭的上门女婿。毕竟像岳父大人那样的开国皇帝，小说主角一样的男人，会不会看不上我？奇怪，谁在念叨我呢？小迪用圣龙遗迹带着2块大陆来到了圣魔域后，凭借自己地球人无视天道的能力，硬生生将带来的大陆落到了这个界域。自此，2位女帝真正的成为了一家人。只不过最令小迪头疼的就是，他们2位女帝经常为了小迪入住谁的寝宫而大打出手。还是地球好啊，一夫一妻制，谁也没得抢没得争的多好。还好我也只有2位女帝而已，要是再多一个。这么精彩的剧情，必须得用好的设备观看。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2手笔记本还挺划算的，我这联想小仙儿14只要1878，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而且我帮你们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电脑都经过多轮质检，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上面苹果13也只要2500，真心推荐，买靠谱的2手就上转转。什么情况？这天上怎么掉下来个女人啊？这个空间波动应该是遇到了什么很紧急的情况，逃命过来的。居然还是圣龙一脉，血脉之力比起小老儿那个时代的圣龙还要强大的多。看样子小老儿一族的后辈还挺喜欢齐大人，哪怕是昏迷也如此亲近你啊。不对，他身上有灼烧的痕迹，而且看样子应该出自圣魔焰的威能，但整个圣魔族只有洛女帝才有此神通。那就先带他回去，
醒来问问情况再说。这个女人的铠甲看着应该是极品灵器，此女身份地位应该不低，才能拥有如此财富。如果我说这个妹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们信吗？哎，你说本地的圣魔角跟他的圣龙角对撞的话，谁的会断？你脑子里一天到晚能不能别天天折磨跟干架有关的事情？这的确是圣母焰烧灼的痕迹，而且他应该是头部遭受过重创。你们是谁？这个问题应该我来问你。你这个不速之客从天而降，砸了朕的夫君。我也是我的夫君。我叫龙丘白青，其他的我不太记得了。我只记得一个名字，洛滔天。你到底是谁？我父皇怎么还活着？他为什么要救你？十分抱歉，我真的不记得了，只是知道这个名字而已。他如今的情况，你就算是动手，他也想不起来。还有，你是如何确定是你父皇救了他？铠甲上圣魔焰的痕迹，很明显是为了烧灼掉什么东西而为之。如果没搞错的话，当时他应该是被什么缠绕困住，然后父皇以圣魔焰烧灼，帮他脱困的。老夫名唤龙丘道，算是你的先辈，咱们一族体质不凡，不可能撞下脑袋就这么失忆。所以老夫想要找找看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显现龙灵，对吗？你知道，我失去的只是过去的记忆而已，可以往的知识还在。血咒术，看样子他的失忆是被这个咒术封锁了，让他没有办法回忆过去的事情。这如果没推断错，有人追杀是灭口，而这也是不想让他吐露某种消息。你的父皇恐怕是掩护甚至是帮助他逃走的人，对方因无法灭口，只能仓促以咒术封锁了他的记忆。龙丘前辈，这咒术怎么解？这种血肉咒术以命为灯，以血肉为火，长明不灭。要解咒术只能是打死那个下咒的人。或者龙老头有没有什么可以修复灵魂的丹药？反虚通灵丹的确有这等妙用，我这的确有不少这等丹药。戚大人，您不会是想……在我的家乡有句话说得好，出了问题先别忙，关机重启就能行。如果把他灵魂打碎，那血肉咒术是不是就没有载体？这不行，龙灵在脑袋的识海空间，打碎龙灵跟直接杀他没区别。那简单，先打爆他的脑袋，再治好。的确是很不错的主意呢。请动手吧。果然好魄力。你转过去一点，这个角度不太好，要是没打好的话，等会儿不好治。我知道了，这样可以吗？再往左边挪一点点。这样呢？好了吗？没错，就是这样。我会控制好力量和角度，保证无痛结束。拜托你了，希望可以成功恢复记忆，帮助他找到自己的父皇。你们玩的这么刺激的吗？我也想。哎呦我的妈！你说的是这个刺激的感觉吗？你这头蠢牛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啊？还有你七小弟将人脑袋打爆的这种主意，亏你也能想得出来。还有，你是白痴吗？这种事情你也能答应？不要命了吗？龙丘老头有很多厉害的灵丹妙药，肯定没。闭嘴！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为了洛奶牛，还是他本身圣龙一族的身份，都肯定是得留下来再去想办法。我想待在他的身边，在他的身边感觉很舒服，伤势好像也恢复得很快，而且他闻起来味道也很好，甜甜的。不可以！老大，前方好像是圣魔域了，派一队人下去探查圣龙女帝的下落，顺便看一下洛滔天的后代在没在这个界域。这次运气不错的话，两件事情可以一起在这里办了它。经过我的考量，守在他的身边是最好的，所以请恕我不能离开他。混账，从七郎君身上滚下来！拉得好长啊，我也想这样。洛奶牛，你干什么？快帮忙抓人！旺财，这是什么个情况啊？主人，你是龙的传人，圣龙一脉亲近你合乎常理。随着你来到这中位世界后，身体也是越来越强大，他在你的身边也会自然而然受到一定的加成。哦，我的身体还在被强化，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暂时还没有看到您的上限。在过去地球那个世界，如此可怕的压制下，您都打破了极限，成为那里的宗师强者。当您身体在这里彻底强化完毕后，就可以开始修炼了。哎呀，你还这么温柔干什么？直接动手把他轰飞！
小心些，不要伤到七郎。放心，咱们女帝联合出手，他就躲不开了。这该死的小浪蹄子怎么跟泥鳅一样滑不溜秋的？这两个家伙要干什么？小迪瞅着朝着自己脸上打来的攻击，嘴角略微抽搐，准备伸手去接。他可不能躲，不然子若和洛雪爱非得受伤。多谢两位，这口淤血吐出来，舒服多了。没道理啊，给他吃下如此多极品丹药，还不如在亲王身边恢复得快呢。本来就是啊，待在爹地身边的话，很舒服的，你们都没发现吗？七哥哥不是说曾经吃过一个东西，从而打破了极限吗？也许就是那个天才地宝，让你变成类似于移动的宝药了。洛女帝陛下说的对啊，难怪他刚才都非要舔亲王大人一口了。我是唐三藏。你醒了呀？昨天屋子里是有贼人来过了吗？并没有，只是昨天我们三个打了一架，所以有点乱。虽然接触的时间很短，可从昨夜情况来看，你们的感情很好，应该不至于打起来才对。感情越深，打架才会打得越狠啊！你不会明白的。看样子，作为皇帝的夫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的确不容易，以一敌二，赢不了，根本赢不了。可惜这个世界没有枸杞。不过我有青岩珠，找我的厨子整一道爆炒腰花，事情不就完美解决了吗？我有一点正事要去办，好好待着，别乱跑。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这两个人，一个是帝国丞相，另一个应该是那女帝的夫君。抓到这两个人，情报什么的东西，岂不是信手拈来？除了爆炒腰花，烤羊腰子也要多搞一点。还有，亲王大人，我直接给你做一份十全大补宴吧，10道菜，绝对能够让你补上加补。你确定效果好吗？我之前也补过，效果非常好。不过这半年跟您修炼突破至11阶界域境后，就不再需要这些外物了。行，那我这就带你飞去青岩山。不做传送阵吗？那太慢了。亲王大人，附近有人。两位若是不想吃苦头，还请走一趟吧。不要做无谓的反抗，那只会令你们更加绝望而已。到底是谁绝望，还说不准呢。去。可怜的公鸡，看样子我的劝告你是真的听不进去啊！卑微的人族，打断他的双腿，跟那个亲王男人一同带走回去复命。队长，好像有点不对劲。卑微的人族，真是有意思的说法。那就让我看看如何让本丞相绝望。小虫子们，未战先怯，不是我们血文族的风格，他也不过是11阶而已，给我上！大炎皇朝刚刚安定，女帝联合的原始魔国更是百废待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爬虫也胆敢来寻衅作乱。人族什么时候身体能够强悍到这个地步？燃血灵功，巨灵拳。你上当的这位丞相，你可不要轻举妄动，不然我这一个不稳，你可没法回去给你的陛下交差啊！看着我干嘛？继续打呀！什么都要我动手，教你练武干嘛？你要不要也吃一点？住手！难道你真的不在乎这人的死活？这是你逼我的，都是你逼的。你这人好奇怪，闲着没事自残是什么意思？该死，他绝对不是什么普通人，定然是实力可怕到极致的强者，最起码是16阶。
队长，你这是……没办法了，如今我们是没办法活着回去。为亲之计就是跟他们同归于尽。染血清，那是队长最后的底牌了，准备迎接共同的死亡吧。哪怕是18阶开到境强者，如此近距离接触染血清爆炸，也必死无疑。我承认你虽然很强，但是没用的，就算你抢过来，也阻止不了它的爆炸。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危险吗？好爽！这是给五脏六腑来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热敷震荡按摩，这东西绝对是品质上佳的零食。还有吗？再来100个！这他娘是个狗屁的16阶，眼前这个家伙根本就是个万物镜。秦王大人，您没事吧？没事，只是吃了一颗威力大一些的跳跳糖而已。这帮人很难缠，身体恢复速度极快，而且给人的感觉也十分的特殊哦。说说吧，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卑微的人族，你还不配对我们说话？不是恢复力很强吗？现在再恢复一个我看看。大人息怒，我全都交代。根据此人的讲述，他们来自血纹族，属于武林军的一支部队，一直在语言虚空战场跟镇守在那的人族、妖族、圣龙一族厮杀，目的就是占领对方背后的诸多界域世界。然而，由于最近圣魔族一方的加入，导致他们异常被动，特别是圣魔大帝洛滔天的妻子擅长使用幻术，让他们非常头疼。而我们这次就是要来圣魔域寻找圣魔大帝强大的秘密，断他的后路。龙丘白青这个名字，你听没听过？龙皇女帝，她是人族、妖族和圣龙一族的最高统帅，不过她被偷袭受伤后逃跑了，我们也一直在追寻她的下落。小青居然有这么大的来头啊！看来还是要让龙丘白青这丫头赶紧恢复记忆才是。亲王大人，那这些人我们要如何处置才好？拉去青岩养殖场好好改造吧，那里不是还缺铲屎官，还有猪猪按摩师等职业吗？亲王大人，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卖了呀，我那台小米13放转转上回收了1800多呢。这价格还可以啊。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手表、相机啥的，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价，价格满意现场打钱，特别靠谱。总之听我的，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好有意思啊！你脑子坏掉了，这有什么意思？赶紧救下来啊！七哥哥，你们这是在修行吗？要不你也把我吊起来打吧？胡说八道什么呢？哪来的修行办法会是将人吊起来打的？好可惜。你该不会想着用这样的办法帮他恢复记忆吧？不可以吗？我相信他肯定是想起了一些什么。除了脑袋比较痛，好像没想起来什么。怎么可能？不应该呀！你到底是从哪里知道的这种办法啊？以前在家乡听书听来的。好像还有说意外被电击的话，也能想起来一些什么东西。是吗？那我们再尝试一下。你们够了，都给我回去。血纹族交代的情报里面，很多都是跟2位圣魔大帝夫妻有关。不可能，母后的幻术再强，也不至于跟真的一样。那毕竟是我的亲身经历啊！当年父母争吵不休，死战不退，同归于尽，原始魔国开始陷入混乱，本地那些所谓的手足更是残忍无比。4年前，我圣魔血脉觉醒之后，本地是亲手一步步将他们拿下，亲眼看着圣魔巨连扎穿了他们的身躯。所以你的父皇跟你母后当初为什么吵到相互厮杀，怎么同归于尽的？死馒头，你怎么回事？本地跟你说的很清楚，他们吵架了，然后同归于尽了呀。哼，诺奶牛听清楚问题，为什么吵，怎么死的？明明都跟你说了呀，他们当初吵得不可开交，相互征战厮杀，同归于尽。我是不是一直在重复这个内容？怎么会这样？当初明明很真实的呀，记忆应该不会错的，但是其中细节我怎么却说不出来？娘，你的幻术这么可怕吗？如果是战场十分危险，他们为了保护你不受伤害，才如此做的话，是不是就说得通了？而且之前我还怀疑咱俩初次见面的那场大战，你明明可以秒杀我，但是却处处留守住我突破，会不会都是你父母的安排，才让你来找到的我？爹爹，根据我对他的灵魂探测得知，他们主要目的就是找到二娘，以他的血液作为媒介开启战争之门，这样武灵军的大部队就能够绕过主战线了，然后来到后方长驱直入抢夺地盘。
那我们就带上一些落丫头的血液，亲自给他们送过去。哎，你去叫钟阳明过来，让他陪我一起去吧。没想到虚空中还有挺多人的，动手吧，将他们彻底拿下。咱们去找他们的主剑玩一玩。亲王大人，动作跟口号还有待商榷，是不是？不行，时不我待，眼下已经没时间再去商量了，一定要用最有气势、最为洪亮的声音喊出来。怎么办，钟老弟？等会，我要把他们打得很惨很惨。放心吧，我会尽量加持你。合体秘技，我来自成身。合体秘技，我来自龟甲。向龙战斗壮壮，众产生龙骑兵。太棒了！有了这两个家伙的合体名号来衬托，至善软饭天尊一下子就好听起来。嘿嘿。你俩注意他们的那个会爆炸的糖豆，记得给我留着当零食。大人，您闭关结束了吗？通过我定下的血咒术，已经感知到了龙皇女帝就在这个界域，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集结你的人手，我们尽快出动吧。大人为何如此的着急？龙丘白青虽然是允炎虚空战场过去的统帅，但不至于吧？有些事情你们这个层次不知道，找他的人可不止我们一个人，他的另一层身份可是那个女人的好友。那个女人难道是？不错，正是妖族女帝，那是全凭通天土狐狸。通过龙丘白青，我们便可以查询她的位置。这么大的地方，能不能够拿得下，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了。故弄玄虚，你指着我说呀？你刚才说的功劳是什么？有多大？能不能跟我讲一讲？你来自地球，那里有50万法则压制，而这里只有2500。坐拥2位女帝老婆的你，只想咸鱼一生。然而就在刚刚，血纹族为了寻找龙皇女帝，来到了你的界域。难不成是什么隐藏的气息？偷袭之下，让我们无法察觉。面前这个年轻的男人，实力绝对恐怖之极，一起出手！赶快将你的燃血晶丢进去！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走。这用来紧急逃生的虚空大挪移，只能用这么一次，而且还用了燃血晶，亏大了。相信我，不这么做，咱们绝对会死。此事回去之后，我会替你上报，给你补偿的。多亏大人，您的决断太迅速了。我们先躲到这个小型世界碎片中，正面遭受燃血晶的爆炸，不知道他扛不扛得住。若是重伤，说不定我们还能杀个回马枪。刚才那个人便是给龙丘白青下血咒术的家伙，当机立断，也算是一个人物。那家伙满张脸上都写满了阴谋诡计，而且看到我就跑，这就是做贼心虚。根据眼下波动的状况，对方应该没有逃很远，估计是在暗中观察。如果他们没逃远的话，应当就是躲在这些世界碎片里面。生吞了我的燃血晶，这还是个人吗？他的实力远超我们的想象，甚至有可能是超越20阶以上的恐怖存在。等到这个人族离开之后，我们再悄悄撤离。万一他不肯离开，要在这小世界一个个找的话，不可能。每个世界碎片的障壁都很难打破，而且每个世界最少也有数百万里之大，这一个个小世界找，还得找到什么时？七大人没有。先说进圣龙一进去，等回去我看看能不能塞到圣流月。哦，这世界碎片还各有一番风景啊！探测一下这里有没有？这里也没有。渐渐的，小弟发现这丝世界碎片好像还挺好玩，感觉跟开盲盒一样，永远也不知道你撕开的这个世界碎片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这茫茫无尽寂静的虚空内，不断响起哧啦拆东西的声音，唯独季一春和战无双他们
很害怕。这他娘的是世界碎片，上面正儿八经的是世界障壁，徒手撕着玩是什么鬼？老大怎么办？你这个问题问的就很妙，妙的呱呱叫。你觉得老子能有什么办法？找到你们了。藏的还挺好，居然一瞬间能躲到这个小世界碎片里面。怎么办？留下只怕是死定了。死在自己手中的人族战士数量也不少，我死在这个人族男人的手中也没问题，只是有些不太甘心，这死的也太不值当了。伟大的战士只有战死才是最好的归宿，我相信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身为语言虚空战场的副将军，一个伟大的血渊族战士，战死才是。这位尊敬的人族强者，您的强大和实力彻底征服了我。这位大人，小人纪宜春，十分擅长各种咒术，吃苦耐劳，行事靠谱，执行力很到位，并且知道许多的情报内容。你这是？你一看就是那种善良大度、受人敬仰的存在。如今上天将您带到我的面前，就是给我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瞧见小弟没说话，纪宜春知道得下一点猛料。这是战争之门的坐标，但是需要洛女帝的血液作为阵眼才可开启。到时候，这片边疆虚空的124个界域世界将会彻底沦陷。无耻之徒居然泄露机密，跟你身为战友，简直是莫大的羞辱。白痴，让自己活下来，留在他身边做事，收获才是最大的。你这个人心思之歹毒，品性之低下，简直是令人发指。就是上天要给你机会，我也留你不走。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你却知道我与人为善的心理，说明你早就对我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瞧，被我说中了吧？更何况，身为洛滔天还没过门的女婿，知道他的敌人正在谋划这些可怕的算计，我这个做女婿的多少也得表示。而你看似讨好我的举动，实际上是逼我跨越空间，去一个战火纷飞的地方，不情不愿的打死你。你这种卖主求荣的行为，我今天饶过你。万一哪天你出卖了我，弄死他之后，龙丘白青的血咒术就能解除了，对吧？他死了，血咒术自然化解。您是洛滔天的女婿，正好我这里还有很多的情报。死得好，死得好啊！叛徒就该死。修为境界竟然被彻底的废掉了，把他也一并送青岩养殖场养猪吧。对面的这个天地，便是允言虚空战场吗？我们走。真是一个可怕的男人！我只是出去片刻的功夫，这阵法就要压制不住你了。圣魔大帝，洛滔天，战不气，有种将我放开打一场试试，看看到底是谁会更可怜一些。激将法没用的，借助龙皇女帝求援的机会，我们三大将联手，好不容易才将你拿下来。胆小的鼠辈，并非是胆小，而是这段时间你明明被阵法关押，实力却是越来越强，实在是太神奇了。老夫的功法跟圣魔域气运相连，证明我圣魔域的气运这段时间有了质的飞跃。所以我派人去找你的女儿了，用她的血液合在这里的你血脉共鸣，才能开启战争之门。混蛋！如果小爱出了什么事，我发誓一定要图你满足。将军，出事了！一个戴着奇怪面具的人族男人在猎杀我们。你来自50万法则压制的地球，而这里法则只有2500。就在刚刚，你听说另外一个界域的异族要对你的世界下手，所以你决定了去拜访一下他。我这暗杀术是不是效率很高？是不是不留痕迹？他们为什么不逃出城外去？阵法被篡改，已经彻底封闭，我们根本就逃不出去。大家担心暴露您的位置，才都不敢靠近您这里。将军，您最好想办法将圣魔大帝转移走，
速速离开这先锋战场。本座无法离开，这洛滔天实力提升太多，一旦阵法解开，想要再压制住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传本将军的命令，让3大副将出动，阻止这个人族男人前进的步伐，尽量拖延以下时间。这混蛋居然在抽取自己的力量为己用。将军，这会影响大人的计划的。洛滔天的血脉之力是用来开启战争之门的。不将来犯敌人斩杀的话，后面所谓的计划就是一个笑话。快去执行我的命令！我这个暗杀术的精髓就是示敌以弱，先不急着展现出全部的战力，那些大鱼才会主动跳出来要给你一个教训，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民权投应，你有理。人族此路不通。大鱼这不是来了吗？而且从他们阻拦我们的举动前来的方向，更是直直白白的告诉我们最大的鱼就在那个地方。好家伙，你们3个搞毛线啊！这位野脑回路在螺旋漂移，你们也跟着配合他了，还组团来送。这股力量太强大了，虽然只能维持1个小时，但解决那个蚂蚁足够了。这么快，难道是跟我的3个副将错过了梅玉阶吗？真是一个好运的家。云岩虚空战场武灵军驻军大将，战不弃，来者可敢报上名来。至善阎罗天尊七小迪。既然你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誓言连体。伪圣魔焰隔着空间蚕食了所有灵气，你拿什么抗住我的攻击？玩得花里胡哨，没一点杀伤力。这个男人好强。被小迪捏着的战不弃，瞳孔中满是疑惑。他明明已经吸取了洛滔天的力量，为何还是不堪一击？记住本尊的名号，你这只异族的弱者。到此，战不弃都想不明白，他身为血纹族大将，不应该活捉带走审讯情报，或者交换一些人质资源之类的吗？直接把人打爆是什么意思？就为了耍帅吗？好快的速度！这个地方应该安全了。这位兄台，多谢您仗义出手，在下感激不尽。小事，不足道哉。回去之后，你只要将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全盘说出，但凡有任何事，尽管推到我至善阎罗天尊七小迪的身上即可。我向来喜欢结交各路英豪，七兄，你我不如在此结为异姓兄弟，可好？哦，结拜吗？从他这谈吐举止来看，的确是不拘小节的豪气人物，而且有了兄弟，我这名号才能传播出去。看你样子似乎年长一些，长者为兄，叫您一声大哥。好，二弟。龙修道他们维持战争之门开启的时间恐怕不多了。大哥，我家中娇妻还等着我烧饭，咱们就此别过，以后有缘会再见面。这位好弟弟实力强大，但性子也急躁，我都还没自报家门呢。不过这么强还如此顾家，弟妹当真是好福气啊！七大人，我们得赶紧回去。洛女帝的血液太少了，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已。这战争之门马上要坍塌了。好险啊！不然鬼知道要跑多远的路。善款筹集了怎么样？您走后，我们找到了他们的储藏室，他们也很积极地进行了募捐，数量之庞大，一时间无法估量。嘿嘿。对了，你有没有跟那些血纹族说，你把阵法改了之后，等我们离开时会爆炸的？我说了。这个八字是什么意思？不是，七大人您说了，暗杀之后得毁掉痕迹吗？那他们不会觉着募捐完善款后就安全了，然后留下不走吧？这帮血纹族没这么蠢吧？肯定是不蠢的。应该都已经离开了。先前那个人族鬼面强者太可怕了，还好只是抢劫了资源就离开了。我怎么感觉有点心慌啊？要不咱们还是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慌什么？不是都看到那个鬼面怪物通过战争之门离开了，你还怕？
等到上面派人过来，咱们还能捞一个死战不退、镇守有功的名号。哦，奇怪，怎么天亮了？果然如七兄弟所说，此地不宜久留。老弟真乃高人也。你来自地球，那里有着50万道法则，而这里却仅仅只有2500。无敌的你在这里默默地守护着你的2位女帝老婆。你呀，匆匆忙忙的找陆奶牛要了点指尖血就跑出去了，这是去哪了？这不是有异族入侵，我之前伤势好了一些，就配合龙丘道前辈出手解决了一下。唉，小青丫头恢复记忆了吧？都好了，据他所说，正在联系战场第2防线的人，给他调遣军队过来呢。你呀，伤势没痊愈的话，就不要胡乱闯囊。没什么大碍，就是动手的时候稍微牵动了些肺腑，气息有些许的亏损。你的脉搏如此凌乱，怎么这般不小心啊？七哥哥损伤了气息，我看他。这可怎么办？为今之计，只能带着今夜就寝时，咱们以互补之法弥补一下元气了。好主意，咱们身为地位，又是行3人修炼之法，效果更甚，一定可以帮七哥哥补足元气。都怪我这身体，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爹爹要听娘亲们的话，好好治病哦。放心吧，我会努力的。到时候你跟钟灵姐姐就出去玩游戏去。你换新手机啦？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我这台 iPhone 13 Pro 比新机便宜了1900多，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个球鞋了。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2手平台，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比一般的2手要靠谱。上面的笔记本也挺划算的，推荐你也去转转。小青，说说你所知道的小爱的事情吧。按照你父母的说法，19个子嗣，唯独你出生之后血脉气息最弱，但偏偏灵魂之力浑厚，这也导致你情绪经常混乱，并且极其的容易发狂。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被你说我脑子不好啊？关于这方面，我还是保持原本的观点，营养给错了位置。去战场之前，你母亲施展了一个覆盖大半个圣魔域的幻境，用来模拟战场练兵，同时也是针对你的登基之路。他们为了保住你这个家族的火种，当你每消灭一个自己兄弟的分身，便会得到他们特意留给你的血脉之力修复自身。而且你能找到子若，也是因为你们2人的父亲早就是至交好友，这一切应该也跟你们2人的长辈有关。我现在就要去战场见我的父母。先别急，战场现在十分危险，当初我就是被他们一次偷袭险些丧命，是你父亲舍身才将我传送至此。龙丘女帝，你请求的援军我给你送过来了。这是援军，我看分明是一群歪瓜裂枣的吃瓜群众吧。这里面看来有事。允言虚空战场的龙丘指挥，你来的也太慢了吧！浪费了我这么多的时间，咱们也就长话短说，这1万援军已经交付给你了，没什么事我就回了。等一下，龙丘指挥，你这是何意？这个问题应该是本座问你。我联系的苏盟主亲自下令要第2防线支援，你们的支援就是这区1万毫无战力的家伙。这已经是咱们能够付出的极限了。龙丘指挥总不能抢人所难吧？抢人所难，百族联盟耗费大量的资源打造的第2防线，平时你们克扣前线的资源，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该你们出手了，就这个态度，你们对不对得起在虚空战场厮杀，甚至牺牲的战士？又不是我让你们去前线厮杀的，你们死就死，管我们什么事？我有求你们保护我们吗？更何况你们本身都是要死在那的人，资源给你们不是浪费吗？还不如留给我们好好修行，提升实力。等你们将敌人损耗的差不多了，再让养精蓄锐的我们出手，一举拿下，这叫战术性牺牲。能有这1万的人手，给你不错了。你就不怕我上报苏盟主吗？百族联盟也不是苏盟主一手遮天，别用他来压我。我贾飞第2防线玄富山镇守使贾征是我爷爷，不服气尽管往上告。当然我们也会上报百族联盟。龙丘白青战场指挥统帅为了逃避职责，不在第1防线，反而跑到后方找咱们第2防线的麻烦，实则是为了躲避战斗，贪生怕死。你若是不服气，大可对我动手，为了泄愤将我杀了也可以，毕竟你可是苏盟主的发小，闺中密友呢。
本帝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要宰了这个王八蛋，让他嚣张。那人就是在故意激他动手，其中利害关系只怕没那么简单。您要是出手，就正中对方下怀。你们这帮蛀虫真是好算计。多谢夸奖。如果龙皇女帝阁下没什么别的事情的话，我就先回去复命了。对了，虚空战场好好努力，可别战败了。咱们第2防线可是做出了巨大牺牲，才给你提供了这么多的援军。为什么不出手啊？就这么被欺负吗？唉，百族联盟中的长老们分裂势头很严重，苏姐姐已经焦头烂额了。她就是逼我出手动她，毕竟是苏姐姐定下的军众不得内斗的规矩。那就直接告她去。上告流程需要很多繁杂的程序，全部走下来，只怕前线早就已经失手了。用了你们的资源提升自己的实力，害你们故意战败，然后立功，最后还得把责任推到苏盟主庸人不利，果然好手段。看样子龙丘前辈带着七哥哥要出手了，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那个苏盟主啊？没关系，七公子追不上的。那贾飞驾驭虚空舟离开那么久的时间了，现在再去早已来不及了。不好说，说不定爹地带着龙丘老头已经冲出虚空，过一会就找到对方了呢。不可能的。嘿嘿。洗澡水热好了吗？启禀少爷，已经好了。那就赏赐你跟我一起。跑得这么快，果然是做贼心虚。这人难道是总盟那边派来暗中保护龙丘白青的家伙？他追过来到底是要做什么？难不成是打算翻脸？瞧见了吧，这个人都这个时候了还在算计，别怪我没给你机会，主动交代吧。难道没人告诉过你，别人的非洲灵气不要随随便便就进来？我这里可是有无数增幅法阵的。记得做出1倍，血提高。啊，奇怪了，我的刀呢？怎么不见了？龙丘白青，你脑子有病吧？身边有这样一尊怪物，你求个毛的缘？让他去战场溜达一圈，不就什么事情都摆平了？你先前装的一副可怜相给谁看呢？现在可以说了吧？说什么？看样子你根本不清楚自己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快说！我到底要说什么？执迷不悟，在这里装无辜，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大哥，到底是什么？你得告诉我啊！我特么要是知道是什么，我还需要问你啊！在抵达玄父山域之前，不开口说我想知道的事，我就一直抽你。你无耻！你不服气吗？不服气可以去找人告我。这都是长老会里姓张的长老指使的，他不满苏盟主，所以故意使绊子。讲错了，继续想。我这有玄父山域的镇守防线图，请您过目。我要这个东西有毛用，继续想。大人息怒，大人息怒，且让小人再想，让我再寻思一下。傻人们，开始在圣魔域，你装什么呢？这下好了吧，惹到这个活阎王，让你痛苦余生。行了，不要苦着个脸了，你们雪家有什么好待的？而且你家那个老祖，老娘早就看不惯了。岳母大人说的不错，小婿觉着咱们是脱离苦海，应该高兴才对。这次家族遭受偷袭，咱们一家能够完好无损的离开，自然是好事。只是可惜了我在环山界的产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什么舍不得？你不是早就转移了不少资产了吗？想想也不知道咱们接下来还能不能东山再起。爹能，你们别吵了，我现在只想赶紧回南荒域找到女儿。你不是拜托了姊妹儿过去帮忙照顾了吗？不要太担心了。而且好女婿，你不是说自己有个结拜大哥洛滔天是圣魔族吗？他应该是会照拂一二的。怎么会这样？看样子有极强的存在出手，掳走了乖孙女，甚至连同女婿你的皇朝也一起带走了。很强，甚至比我家老祖还要强大很多。当初他只是透过虚空将你们带回雪家，但也做不到将一个位面带走的地步。我们去圣魔域，途中经过第2防线，我们也能打听一下骆大哥的消息。戚大人，咱们快到了。很不错的防线，很了不得的布置，只可惜真正在前方战场厮杀的战士却用不上。你们贾家还真是无耻到头了。进入界关的时候需要盘查吗？我虽然不需要，不过您二位随便捏造一个身份应付一下就行了，有我在不会有问题的。不错，这才是办事的样子。您请说，给您安排个什么身份？你的干爷爷。
这几位军爷，咱们的通关费也太贵了吧？这样很不合理啊。现在是不是就合理了？都给我带走。接关的过关费是多少？3成。什么意思？阵法能够探查出船上以及人的储物法宝里的财产，这些全部加起来的3成。吃拿卡要，简直是过分的离谱。刚才那艘虚空舟会怎么样？会被关押着，若是没人赎，男为奴，女为娼，财富全部充公。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贾家真是让人作呕。错的不是贾家，而是这个世界。这个贾家水很深，很可怕，留不得。爷，这一家子没事了。办得不错，你也别害怕。有句话说得好，隔辈亲，爷爷最疼的就是孙子。哎，这个好看的小哥，年纪轻轻，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孙儿？这里天地灵气，感觉还比不上圣魔域啊。圣魔域如今经过您的折腾，很特殊，什么世界碎片、大小界域，只要是好界面，您都一股脑塞到了圣魔域，光体积都大了好几倍了。这玄富山城有没有什么落脚的地方？爷，自然是有的。您想要住什么样的地方？睡觉比较安静、比较舒服一点的地方。那自然是有的，我给您安排。怎么了？没什么，就是刚才看到一个女人，长得有点像大老婆子洛。接下来，爷您还有什么吩咐？跟你们贾家的家主说一下，让他来负荆请罪。我的实力你知道，别想着耍什么花样。爷尽管放心，我一定将您的意思传达，咱们贾家一定配合。行，去吧。戚大人就这么放他走了，只怕那贾家家主到时候会全力出手，各色强者围杀而来，那局面只怕只怕。只怕是主动抱团来送死，一个都跑不掉。走吧，咱们去看看那一家子。你的脑袋怎么开花了？人人，您这是没见过咱们花头族吗？咱们的头花有净化天地灵气的功效，咱们一族生活的地方灵气都十分的纯净。若是将这帮花头族搬迁到圣魔域，那岂不是灵气精纯度又得提高一个档次？怎么称呼？刚才又为何被刁难？我叫花菜头，我们家乡百花域遭逢大难，大半的族人都被莫名抽走了灵魂。主人，从这人的描述情况，造成百花域劫难的原因可能是灵魂汲取，而灵魂汲取，这是古神族的天赋。你就带着家人在这里好好休息，等我把这里搞定之后，咱们一起去趟百花域，将问题彻底解决，一劳永逸。爷爷，那个家伙根本就不是人呢，您根本就不知道孙儿是遭受了何等的屈辱。你做得很对，好男儿能屈能伸，勇于低头，勇于隐忍。爷爷，如今该怎么办？让他清楚的知道谁才是真爷爷。难不成您是想使用玉碎阵？不错，咱们第2防线的底牌，一旦启动便会献祭玄富山城所有人，把他们变成玉碎阵的燃料，成为我手中一柄锋利的剑。到时候联盟的长老会嘉奖咱们贾家，因为我们处理了他们的对手。武陵郡血纹族那边也会记功，因为我们处理了他们的强劲敌人。爷爷真是高见。爷爷，这个人是……这个男人乃是人皇后裔，更是觉醒了人族正统帝皇血脉。他的血脉一旦剥离出来为我用，那将是何等的了得！我的干爷爷，你死定了！戚大人干嘛去？夜黑风高，秋高气爽，正是教育别人的好时候。可您不是说让人家明天来见你吗？这跟我现在去找人家有什么冲突吗？等会儿不要轻举妄动，他们玄富山有个很厉害的结界，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知道了，戚大人。行事切莫莽撞，避免出现什么意外的状况。抱大腿这种事情，我是很有经验的。人国大天尊，齐小一来一来。行了，别转悠了，娘都要被你给晃晕了。爹去了这么久，你就不担心吗？别太小看你爹这个人了，用钱铺路的事情他最在行不过了。爹，怎么样了？事情都已经打点好了，只要我这边发出信号，他们就会制造骚乱，接下来就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出手将贤去救回来。嘿嘿，老娘也是很久没动手了，
想当年我就是凭这2把西瓜刀，从蓬莱东路把你爹救回来的。唉，没想到这第2防线已经如此不堪，就因为阵法探测到了夫君的人皇血脉，他们竟然直接把人抓走了。天尊，七小迪来也！贾家的天上宫守护阵法居然被人轰开了。且不说这胆子，单单这份实力就很可怕了。贾家作恶多端，令人发指。我阎罗大天尊七小迪，今日便是来替天行道。玄富山城内的诸位也是算一算，帮我做个鉴处，我来给诸位一个满意的结果。贾家终于有人来质问，这个阎罗大天尊七小迪还真是够威风的，实力强大，还真是能为所欲为。咱们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人家就直接打上去，这股子莽撞劲，老娘甚是喜欢了。的确太莽撞了。这就是贾家住的地方啊，景色的确不错。戚大人，您不是说不要莽撞，要慎重行事的吗？没错呀，有什么问题吗？那咱们不应该破解阵法，悄无声息的潜入，然后找到对方的主要人员，再然后……咱们是正义的一方，怎么能偷偷摸摸像个贼一样？况且这本来就是我深思熟虑的出场方法。行，您说的对。你该不会以为我这么做的原因，只是单纯的为了扬名立万，盖过之前的软饭天尊的名号吧？不是吗？你刚才已经很夸张的强调阎罗大天尊七小迪很多变，还那么大声。不，你误会我了，你是来给他们上课的。阎罗大天尊七小迪，这名号还真是够唬人的。趁乱我得赶紧想办法脱困才好。实力不俗啊，平均境界都是在18阶左右，其中贾政更是有着20阶道境的实力。你就是乖孙儿，你怎么还站在那？你干爷爷在此，你都不上来问声好吗？如今玉髓阵还没准备就绪，想要赢过我干爷爷恐怕很难，哪怕亲爷爷是20阶道境也够呛。看来如今也只能如此了。爷爷，乖孙左等右盼，您总算是来了，这老不死的要害你。戚大人，这是什么情况？孙儿没骗你啊，那个老不死已经启动了一个叫做玉髓阵的东西，能够将城内10亿生灵献祭，凝聚一己之力，用来对付您。哦，贾家家主你好得很啊，这用来抵御外敌同归于尽的阵法，你就是拿来这么用的？家主，他说的是真是假？这可开不得玩笑啊！这个畜生玩意儿像是跟你开玩笑，也就献祭个10亿生灵，有什么问题吗？再说我们还有武林军撑腰，怕什么？再说我们还有武林军撑腰，怕什么？这里朝外的外人，天宫有礼，还献祭，我们管。你的破音阵法用的，你以为自己很聪明？蠢货，你这是在真的找死啊！别看戏了，这件事情不解决掉，对你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吧？看样子你这个人族镇守使彻底搞砸了，你的逍遥日子也要到头了。还是先想好将烂摊子收拾了吧，至少能将消息传递出去的速度延缓一些。对了，你会利用你们血文族的能力搜寻他的血亲？你还真是个小心眼啊，人家的血亲也不放过。小心眼，这家伙害得我彻底暴露，我怎么可能让他这？这他妈什么情况？自己什么时候被抓住的？不是正在跟贾生聊天吗？我就知道这男人是个怪物。不对，这不是怪物，这是我爷爷，这是咱爷爷啊！我的好孙子，你还真他娘的是个机灵鬼，真他妈会站队啊！这次本天尊就是想给他们上一堂课，还没开始就冒出来你这么个祸害，看样子你就是他们的底气了。那也好，这场正义课程的上课铃声就由你来奏响了。当前力量7%。大家好，该上课了。玄富山玉这次算是踢到铁板了，惹谁不好，偏偏遇到了拥有50万法则的地球人阎罗大天尊七小迪。老家伙，继续嚣张啊！可恶啊！早知道您这么强，我真不如去负荆请罪了。自己这孙子的角色代入也太快了，这就开始为自己干爷爷感到自豪了。尽管你们贾家犯下了天大的罪过，可上天有好生之德，谁也不能抹去别人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机会。有这等好事，
听说一些逆天行者都是会有怪癖，难不成这阎罗大天尊也是如此？其一，你们需要放弃玄父山玉，并且将其赔偿给我。毕竟你们跟敌军勾结，暗中计划迫害我，这个损失不弥补说不过去。迫害你？我贾家跟武林军勾结不了，但迫害你是什么意思？他娘的，才第一次见面，我们几10年前谈成的交易跟你有个屁关系？既然您开口了，那自然没问题。我立刻发布告示，宣布这玄父山玉之主就是您了。玄父山玉的世界之心应该在你身上，也一并交出来吧。对方怎么还知道世界之心这种隐秘？这位大人哪里话，咱这正是要主动上交呢。齐大人，您请收下。白痴，竟然去抓世界之心，那可是要直接诅咒整个玄父山玉的重量。不错，这玻璃球挺好看的。如此一来，玄父山玉就是我的了吧？世界之心是规则凝聚而成，按照天地规则，自己还是这玄父山玉之主，就凭你张嘴一说就能成立的，难道比这天还大吗？贾珍感受到自己体内对玄父山玉的掌控之力陡然消失，转移到了面前显人身上。世界之心掌控之后，可以将介于世界定为领域之地，在属于自己的领域之地，修行速度将会得到提升，并且能借助世界之力加持你想加持的任何生灵。第一题你完成的很好，这让我看到了你改过自新的决心。第二题更简单，也就是让你们上战场洗涤自己的灵魂，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到了前线，我直接投靠武林军，而且7小时的情报我也可以提供过去，这样还可以下功劳一件。您请放心，我们定然会奋力厮杀，改过自新，不会辜负您的教导。瞧见没有？只要有耐心有爱心，大奸大恶之徒也能够被你感动。不过尽管你们是答应前去参战，可我怎么能确保你们到了战场之后，不是跟武林军继续勾结呢？这个家伙不好说的。这样吧，我这边有一个好主意，你们用这把刀自裁吧，这样你们的鲜血就会沾染这把刀上，而我到时候派人用这个刀去战场厮杀，就等同于你们跟敌军厮杀，这样你们还不用辛苦赶路，我是不是很贴心？旁边的龙丘道看着这把刀，神色有些复杂。这是他上次在虚空战城地牢中找到的兵器，是刺在一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人族战士的尸体上的。您这是在开玩笑吗？没有。有时候学我孙子不要脸，拖延一下时间的确很有用啊。玉碎阵启动。武林军那边还交给我了另一种强化自身的用法，举足献祭，成我一人。真是够无耻的，他竟然是亲手将自己一族都给灭了。不过这应该也是戚大人想要的吧？这个力量真是令人沉醉。戚小迪，今天我认栽，咱们来日方长，你给我等着。献祭一族换取了力量之后都不反抗，直接就逃的吧？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就一刀的事情怎么磨磨唧唧的呢？戚大人，求求你饶我一命，我什么都告诉你，我什么都说。我当然是愿意原谅你的贾政，但是我没办法代替那些因你克扣物资导致战力不足而战死的英勇之辈们原谅你啊！千万别谢我，这堂课结束了，记得跟被你害死的人们说声对不起。走吧，上完课了，也该搜寻一下去拿学费了。他给坏人上了一堂政治课，刚想收集一些学费，不料在这里遇到了一个被绑的人。然而这俩憨憨却不知道，他俩一个是老丈人，一个是好女婿。这位兄弟，你莫不就是阎罗大天尊戚小迪？不知道是否可以与你结？且慢，叫兄弟，你叫什么名字？该不会杏子吧？面前这个男人让小迪想起了一小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他也是回来后，经过龙丘白青的诉说，才确定了上次救的就是自己的一位岳父。到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概率很小，但还是问一下名字为好。这位好兄弟，我叫周沈通。哦，难不成这位阎罗大天尊也是为了抓自己？我可不能说实话，果然机智如我。好名字，这个名字真不错。周兄弟，既然你已脱困，
那就快些回去跟家人团聚吧。恩公，救命之恩不敢忘，不知道如何报答你。我这人做好事向来是不图回报的，唯独对于那些罪恶深重的人，拯救他们的时候收取一些微薄费用罢了。那就多谢七兄了，以后有缘再见，定再赔罪一二，把酒言欢。七大人，接下来我们该如何？你利用你圣龙一族的身份震慑一下平民的暴动，这几天彻底接手这里之后，咱们就出发去百花域。娘亲，有情况哦。怎么了？机关那边出现了爷爷奶奶的名字呢。什么？你没感应错吧？不会的，我作为镇国玉玺的器灵，是跟整个界域连通的，通关界域更是由我掌控。不过，单名字不能说明什么，我们得彻底确认了身份才行。娘亲，你爆发血脉的气息跟外公碰一碰，如果对方也有相同人皇血脉气息爆发，就是真的；如果没有的话，肯定就是假的了。好主意，我们走。没想到这大燕帝国在女儿的治理下，真是焕然一新啊！此帝尊一行人来到圣魔域，也是通过打听得知了一些这个界域的情况，并且也听说了万人敬仰的亲王大人。前面就是咱们大燕南疆最大福利院了，这些都是咱们至善软饭天尊七大人筹建的。对于这个女婿，能确定是一个善良的人，就是这个名字起的，那是认真的吗？娘，就在那边了。好弱啊，难道是假的？快停手吧，娘！血脉气息是对的，再压的话，爷爷就要给你跪下了。这里就是你的家乡吗？刚才发生了什么？齐恩公居然完全无视虚空航线，直接横渡各种虚空险境，回到了百花域。主人，百花域世界障壁之上有阵法覆盖，直接闯入可能会让对方察觉。不仅如此，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似乎正在被侵蚀，系统感知大概50天后将会降级为百花域。可恶啊！百花域一旦并入玄父山域，也算是我的土地。为何整个世界都要针对自己？还有王法吗？七大人怎么了？有人偷本王的东西。百花域核心区域，这里有着一株参天古树，名为花神古树，在其树冠殿堂内。花头族的族长以及一众闭关的太上长老等人，都是被关押在这个地方。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古树的藤蔓刺入了他们的身体，并且不断朝着他们体内灌注着什么，仿佛是要强行将他们提升境界一样。强行穿过中位界域世界障壁，起码得20阶道境。难道是逃走的那些花头族从别的地方请来的救兵吗？主人，大概是洛宁部区域，无论花头族还是外族，都直接抹杀。对方应该跟你一样是20阶道境实力，暗杀应该没问题吧？轻而易举，对方将会在悄无声息中没有痛苦的死去。齐大人，这个是咱们百花域的花神子树，是用花神古树枝条栽种而来的，味道很清新，闻着就十分不错。的确，有花神子树的地方，种植农物灵药等，生长更快不说，质量也会更好，而且其本身也是上好的灵药。也不知道这玩意做成烤肉签子的话，烤出来的肉会不会更好吃？这位七大人，花神子树是咱们城中的供奉，请您慎言呀。就一破木头搞得这么郑重做什么？还不让人说实话？有点意思，这树还能打人？妙啊，这树可砍不得，砍了就可惜了。花神子树这是认怂了吗？走吧，去见你的城主父亲去。父亲，你回来做什么？眼下百花域已经被彻底封锁，你这不是白白来送死吗？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不能拔吗？拔不动，这是花神古树的根系，怎么动得了啊？孩儿不孝，当时就不应该离开百花域。胡闹！你离开百花域才是孝顺啊！你何苦回来呀？打断一下，你们先不着急煽情。干了坏事还想跑，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好了，现在你们父子团聚才算是圆满，也能好好聊天了。文公，眼下也不是说话的地方，不如移步后堂，我让人准备1、2。百花域如今的情况，跟花菜头先前说的似乎不太一样，所以你得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自从送走了花材陶堂之后，整个界域世界就被庞大的阵法笼罩，并且失去了黑夜，而且花神古树也暴动了。
直到一个陌生强者忽然出现，他竟能直接控制花神古树，几乎是转瞬之间，族长跟长老们都被彻底的拿下，封锁在了花神古树之上的古殿中。哦，那你又是怎么回来的？那个强者放了我们，并非是饶过我们，而是将蓄养的牲畜赶回了圈里，等到对方需要的时候再来收割罢了。这树怎么秃了？你们说这个阎罗大天尊七小敌真的能解决咱们的问题吗？不知道，看上去挺靠谱的，没看到花神子树都得讨好他吗？的确，这情形太罕见，咱们也是第一次见。天道气运眷顾着我，如此轻松就得到了线索。阎罗大天尊是吧？准备迎接死亡吧。姬无命作为误认族杀手排行第1的存在，经过一路上情报的采集，终于锁定了那正在专心吃菜的年轻人族，绝对是那阎罗大天尊七小敌，而旁边的龙族不过是随从罢了。没有痛苦的死去，便是对你最大的仁慈。姬无命瞄准着小敌，脑海中已经描绘了未来的画面。大道之力迸发之下，我手心会震荡着空间，凭借空间之力加速，再用1米之道掩盖动静。刀锋掠过敌人的咽喉，泯灭对方的生机和灵魂，最后借助这个冲刺的力量，破风扬长而去，消失在洛宁城，不留一丝痕迹。死亡的序章即将站。不对，太轻松了。姬无命灵魂都在发颤，一阵后怕，内心回想他凭什么一到洛宁城就能得到这么多情报？主人察觉到的强者进入百花域，定然是有所图谋。如果脑子没问题的话，肯定是会选择隐藏自身踪迹，暗中行动。怎么会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地拔光了花神子树，甚至还暴露自己的姓名？再看桌上情形，城主跟那个龙族交谈甚欢，反倒是那阎罗大天尊七小敌却在那专心吃肉，默默听着。若是以他为主，怎么会只知道满足口腹之欲？好一个障眼法，好一个真真假假，我终于悟了。龙丘道，你才是那个主人察觉到的强者，你才是让花神子树害怕的圣龙强者。早就告诉你，防人之心不可无。太强大了！明明这个杀手已经逃走，可齐恩公是怎么抓回来的？对我的好管家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还想跑？齐大哥，龙丘前辈他居然是误认族的杀手。你知道，这一族是擅长暗杀的种族，天赋卓绝，浑身弥漫黑雾，能轻松的隐匿黑暗中。想到这里，龙丘道也是心有余悸。好在自己将灵魂本源的核心放在了小迪的识海空间中。想要抹杀老夫，就得先杀了齐大人；想要杀掉齐大人，就得睡个好觉。这次故意没出手阻拦他，就是为了给你一个教训。这次你就不会觉得我平时是迫害妄想症了。你都不认识他，他还不是要来杀你？所以每时每刻都得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才是。混蛋！我根本不是要杀龙丘道，我真正的目标是你，只是老娘认错了人。死到临头还要妖言惑众，胡说八道！小迪深吸口气，陡然放开自己的牙齿，瞳孔略微收缩，目力得到了解放，天地之间瞬间发生了变化，所见之处尽皆是被划分解剖，变成线条已经五颜六色的区域。数之不尽的讯息如同潮水一样涌动而来，朝着小迪脑海当中灌注过去。识海空间系统旺财长发飘舞，黑暗的空中不断有着流星落下，朝着识海的方向砸来。可旺财纤细的手轻轻一招，那些流星便是化作一丝丝的星光，落入他眉心当中。主人，搞定了。信息量太大了，要不是小迪感官封闭的及时，只怕目光还要穿透空间，扫荡诸天万界了。你们一族这个圣树发达的根系遍布了整个百花域，不断汲取着这个界域世界的养分壮大自身。若非你们在他还算弱小的时候取了他的枝干种植在百步跟他抗衡争抢，你们一族恐怕早没了。花神古树竟然不是庇佑我们的存在，而是掠夺我们一族。齐恩公，咱们一族自出生起就被古树祝福，好处繁多，怎么会？想知道真相吗？很简单。死了要死了要死了！恩公，我们花土族被摘掉头花会死掉的呀！齐大哥，我们一族的头花莫非有问题吗？
吃了它。花神古树，花神子树，原来七大哥口中的掠夺，所谓的寄生，竟然是这个意思。花头族的族人出生的时候，就会有花神树的枝叶藤蔓生长而出，轻抚头顶，就是所谓的祝福。而被祝福的花头族才会头顶生花。所谓的祝福，所谓的福顶生花，其实完全就是寄生而已。七大哥，这是不破不立，别着急，等待属于你的本源回归，你的样貌和实力都会有大的提升。本源回归后，我脑海中得到了传承记忆。我们花神族被花神古树掠夺了血脉本源，才变成了可笑的花头族。来吧，轮到你爹了。小迪这次来到百花域，真是忙得不亦乐乎。花头族得知自己的头花其实是寄生物之后，大家纷纷找到了小迪来帮忙摘除头花，得到解放。情是初結自信是緣分，是你令我最愛好諷刺。这次真是太感谢七恩公了。不用客气，拔头花的手感其实还是不错的。七大人，那花神古树那里我们何时处理？等我吃饱了睡一觉，明天咱们就去。不错，真是好的开始。世界之心上的果实终于快成熟了。花神古树，给我安静！姬无命死了，寄生被发现，还解开了禁制。明日对方要来这探查情况。可恶，怎么会如此？神之果如今还没成熟，现在吃了不会有任何效果。看来只能拼一把，亲自出手将其斩杀了。你们为什么这个表情？这个果子还挺好吃的，还有没有？这个男人居然是他，怎么他会在这里？你不是说明日才来的吗？晚上吃的有点撑，所以出来散散步。可是这走着走着就走到这来了。你带我们飞来的时候，两边的景色都看不清了，这叫散步。你是古神族吗？我的确是古神族，名为地心路。七大人，很荣幸再次见到你。表面上地心路很淡定，实际上他已经心痛到不能呼吸，就差最后一步，献祭了整个百花域就可以成就自身了。你小子认识我？曾经在南荒域的时候，我远远的看过您的神姿，一句猖狂让天道规则避让，轻松灭杀姊妹儿，守节界域世界的丰功伟绩，我都看在眼里。此人以掠夺各种界域世界资源为生，当初也看上了南荒域的帝皇气运，准备渔翁得利时看到了小迪的强大，才被迫收手。那么说你早在南荒域的时候就开始打我的主意，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世界之心炸裂之后，整个百花域也会随之破碎，而崩开的一瞬间的世界之力，足够将你撕碎。你疯了！不去救他们，赶紧逃命！你抓我回来干什么？没想到这玩意还能捏着玩呢。七大人，您刚难道不是为了压缩世界之心，让其稳固吗？不是啊，我就是用手捂着，要炸也炸在手里，你们不就没事了吗？我操！硬抗世界之心的爆炸，对方当时的想法居然是这个。这次我认栽了，但你也别想俘虏我。地心路浑身一震，体内的生机瞬间开始跌落，即将迎来死亡。对于如今的我来说，的确是没办法抗衡你这样的存在。不过大劫将至，纵然你实力通天，只怕也没办法活下去。大劫？难不成你口中的劫难，就是虚空战场不断进攻的武灵军吗？武灵军是大劫，真是笑话。那顶多算是炮灰。好温暖，好舒服，这难道就是死亡的感觉了吗？想死哪有那么容易？花神古树把他释放的生命之力返还给你。我会给你种下奴隶印记，以后就在青岩养殖场负责挑粪施肥吧。啊！七大人，那个古神族灵魂内设有禁制，他口中的大劫他也无法说出口。无所谓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多谢大人拯救我们一族，我们商议决定，这花神族以及百花域，愿奉你为主，追随左右。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我会将你们百花域搬走，
跟第二防线的悬浮山域拼成一个界域世界。拼好之后，我会把圣魔域也搬过来拼在一起，到时候你们就负责种植花神树，提高界域灵气品质。后续的情况以及计划大概就是这样了，能理解吗？陛下，大军已经集结完毕，随时可以驰援虚空战场。元始魔国洛陛下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以女帝联合为指挥，老国丈的资源为支撑，我们这次驰援出征定能大获全胜。钟丞相，朕此次御驾亲征，大燕皇朝就仰仗你召开一二了。陛下放心，臣会看好朝中事宜。3日之后，兵发引言虚空战场，三朝。哟，这不是咱们的好侄女回来了吗？话说回来，七哥哥要是回来了，你是不是得喊他一声叔叔啊？七郎君冒认兄弟就罢了，你也跟着闹什么？唉，也不知道七哥哥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无需担心，有龙丘前辈在。没听到我父亲提及悬浮山域的假家都已经覆灭了吗？倒是没想到龙丘前辈竟然这么的厉害。七哥哥也是幸运，居然找到了圣龙遗迹，让这样的老前辈奉其为主。你去通知龙丘白青也准备一下，3日后我们出发去解救你父亲。百花域和悬浮山域融合成功了，你们接下来就按照我的安排好好做事就行了。我走一趟圣魔域，将圣魔域也搬过来融合在一起。那以后新的界域世界是不是得重新起名了？七大人，你想好了吗？就叫女帝联合，简称地狱。亲王大人，您回来了。是啊，出去办了点事情，刚回来就想起你做的饭菜。这位老人家是谁？能到你府上吃饭做客？新上来的官吗？这位是陛下的外公。许富贵依旧笑盈盈地开着小笛，来到圣魔域了解的越多，他就对这没见过的孙女婿越是喜欢。孩子，老朽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号了。至善软饭天尊还是挺有意思的，很亲近人的嘛。许富贵的话让小迪表情很尴尬，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外公，外公好。阎罗大天尊你也好啊。那个外公啊，您老人家当时该不会也在悬浮山城吧？那外公是一个人回来的，恰巧路过悬浮山域的，对吧？并非一人，而是跟燕儿他外婆，还有你的岳父岳母。在进悬浮山域之前，我们出了一点意外，我的女婿，你的岳父被贾家抓起来了。不会吧？没有那么巧吧？我当时救了一个名叫周神通的男子，可惜没见到岳父大人，甚是可惜，错过了。周神通肯定不是岳父，一定不是。小迪有些期待地看着许富贵，很可惜，其接下来的话无情地击碎了他的幻想。其实你也别怪帝尊这孩子，他当时担心你来路不明，才故意使用了化名周神通。其实你岳父还得感谢你，毕竟是你亲手救他出来。至于其他一些旁枝末节，咱们也就别计较了，都算过去了。我又一次跟岳父称兄道弟，打手言欢。等等，自己为什么要用又这个字？还有我那二岳父骆滔天，我这第二个便宜大了。子若知道爹娘回来，应该很高兴吧？陛下自然高兴，不过他并非在宫中，而是已经跟洛陛下离开了。3位女帝还有您的岳父岳母，前几天就出发驰援云岩虚空战场了。此行目的就是为了解救圣魔大帝骆滔天。你怎么没说我二岳父已经脱险了？你这不是让人白跑一趟？您不开口，我哪里敢说真相啊？更何况武陵军动作不断，被增派了援军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行吧，悬浮山域和百花域我已经拼在一起了，被我命名为地狱。我这次回来是打算把圣魔域也搬过去拼在一起，你去通知一下两朝的子民吧。以骆滔天的感知，前方武陵军的2支大军各有100万之数，而己方整个防线守关将士也不过才80万。准备备战吧，这次的凶险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能够承受的极限。若是真的不敌，不如直接放弃，退守第2防线。不要指望第2防线那帮废物，我们没有退路的，而且本大帝也不会让他们前进。
诸位，武陵军的大军已被压境，数量之巨，前所未有。记住，围绕这守阵法屏障厮杀，切勿与对方失手，以缠斗为主。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你们的家人，为了你们的子孙以及后辈，把他们赶出去。真是没想到，援军的问题在你外公的帮助之下，这么轻松的就解决了。此刻这虚空战舰上足足有200万援军，20万圣魔域本土军队，剩下的180万，则是来自于财神爷许富贵的护院。你的外公会不会误会了什么？咱们那是出去打仗，不是去斗殴啊！哼，听外公说，曾经手下掌管的商会护卫人数约莫有8亿，这次只是用洞天福宝随身带了这些而已。有个有钱的外公可真好啊！果然是人皇飞升前留下来的防护阵法，能够吸收攻击，再进行反攻。大人，我感觉这阵法反噬的力道并不强大啊。因阵法只是反馈了2成作为反击，其余的8成作为自身防御补给了。那怎么办？他们是在逼我们进战，那就先给他们10万先锋军。不愿好天人。别那么怂啊！有本事追出来啊！圣魔大地落滔天！洛奶牛，与你父母再次相见，久别重逢之后，你会做些什么呢？我吗？我会很热情的。很热情，热情的拥抱。好强烈的波动，怎么回事？这次爆发的大战，只怕是整个防线的守军都已经投入了战斗，我们需要全速前进了。人数悬殊太大了，这样下去，落败只是迟早的事情。圣魔大地落滔天，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你的士兵死去吗？我要宰了你！小爱，是你吗？混蛋老逼！这洛奶牛真打，不是说好了热情拥抱吗？好闺女，我们的事情晚些再说好吗？如今情况……混蛋老爹，你记住，一家人，以后谁也不要抛弃谁。接下来轮到我来保护你们了。大哥，你不是被抓了吗？这是如何脱困的？有一个陌生的人族强者救下了我，临走之前还被我拉着结拜为兄弟。若是再见面的话，定然得给子老弟好好介绍一下。子弟尊的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洛滔天对那个人族强者的描述，让他感觉好像跟一个人很相似。万万没想到，这滑稽的巧合都会落到洛大哥的身上。父亲，眼下可不是什么闲聊的时候，还是解决了他们再说。瞬间，这180万私家护卫已经穿过了防御屏障，与血纹族大军交战起来，而且马上呈现出碾压的姿态，完全就是一边倒。这是哪里冒出来的精锐大军？这样下去，咱们第1军和第2军会被清扫得干干净净的啊！不仅仅是强，这帮人身上的灵气等阶完全碾压了我们这边，这是钱多的没处花了吗？大人，看来是时候放出剩余的700万大军了。看样子不能所有事情都依靠你的外公了。老规矩，我们一起上。帝皇气息化物，宛若实质，好强大的血脉之力，这气势恐怕都超过你我这2位当爹的了。而且这一代的圣龙女帝帝皇之意也如此的恐怖吗？你更应该在意的一点是，他们3人的气机居然可以相辅相成，互相叠加增幅。
战场短暂停滞的厮杀再一次的展开。紫若烟、莫寻爱和林思白清风杀在前，勇猛如。大人，这样下去恐怕不妙啊！ B 计划很显然已经失败了，看来要执行第2个计划。这个战场是远古人皇与我们异族大能交战之地，当时人皇剑崩碎，导致出现一处空间薄弱点，而这个薄弱点正是通往他们的大后方。我修炼的就是空间大道，利用这里战士死亡的血气，可以助我进入那片空间，直捣黄龙。偌大的武灵军不能没有统帅坐镇，你在这里拖住他们时间越久越好。大人，这是此乃燃血丹，可以让你发挥出以往数倍的战斗力，不过是以燃烧生命为代价。允言虚空战场，武灵军统领战各级，来领教一下各位的手段。这是敌人幕后镇守的强者出手了。你们继续，此人由我们解决。不错，这家伙虽然很强，但在我人皇印之下，他还翻不了天。居然是人皇印，看来只能悄悄潜入后择机暗杀他们。如此剧烈的空间波动，难道是有什么异宝诞生，或者是新的界域世界出现了？这是什么情况？当血瑞乔清楚眼前的情景，他惊呆了。2个庞大的界域世界竟然正在缓慢融合。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偷看我？什么时候？对方什么时候来到自己身边的？血瑞心中暗骂，觉得自己真是倒霉，刚刚潜入就碰到了这样的强者，而且还撞见对方融合界域世界的壮举，这样只怕会被对方灭口吧。有点意思，跑哪里去了呢？虽然这里灵气消耗巨大，但为了安全起见，就在这里继续前行。原来你在这里。这是哪里冒出来的怪物？人呢？已经被我甩掉了吗？你这个人见到我就跑，如今还逃得这么着急，定然是做贼心虚。我是虚空战场武灵军统帅，你快放开我！哦，虚空战场武灵军，看样子在你的背后一定有什么可怕的阴谋。难道玄父山域这边的事情终究还是走漏了消息，让你们武灵军方面注意到了我的存在，故而派遣你这般人物潜入此地，想要探听我的消息，再设计将我伏杀？我特么根本就不认识你。不认识我为什么要偷看我？如果心里真的没鬼，为什么不解释不说明，掉头就逃？你这样一个怪物忽然出现在身边，跟鬼一样，谁不害怕，谁不跑？再说我所在的战场只是即将要落败，我逃出来而已，却没有任何的计划。你在的战场就是先前你通过的空间夹层。这个家伙身子真是硬的有些过分。要不是我身体突然出了问题，早就拿下他了。就在刚刚，他体内魔气忽然暴动，境界气息在拔高提升，但是提升到了一半，突然卡住了。这种感觉让他处于一个极为不协调的状态，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小迪融合到一半的圣魔域突然中断的缘故。你真是一个好运的家伙，如果不是这个人族手持着黄印，你早就死了。害怕了吗？不妨告诉你，我还有个人族兄弟更厉害，当初找回你们先锋战城就是他一人所为。对了，子老弟，你还不知道咱们3弟的名号吧？哈九。大哥，且慢开口。他就是元祖大天尊。完了，大哥呀，您在搞个毛？我真的是服了。再这厮杀下去，我落败只是迟早的事情。燃血晶，血纹族的底牌。这一枚可不是普通的燃血晶，这是血瑞大人亲手炼制，并且一直蕴养在我体内的。引爆之后，甚至可以将这片虚空战场杀的空间塌陷。你妈是不是没教过你玩火尿炕啊？小迪手中的燃血晶即将爆炸，这一爆将使整个战场化为虚无。说我在玩火，我看你才是真的在玩火啊！当真是天不我也，没想到这个家伙真的敢来这里，还用手抓着即将爆炸的燃血晶。不错，这颗糖豆果然够劲儿。我勒个擦！
刚才自己挨上的那一巴掌，对方应该是手下留情了吧？不然自己脑袋应该直接没了。七老弟，你总算是来了。完蛋，怎么俩岳父都在这里？紫馒头怎么办啊？这太尴尬了呀！什么怎么办？大不了以后我多了个侄女，你多了个叔叔而已呗。若大哥，你实在是认错了，当初救你的人分明是燕罗镇天尊周神童，并不是此人。别挣扎了，这小兔崽子是我女儿的丈夫，也是你女儿的男人，你跟儿子拜把子，还要喊得人尽皆知才好啊！好，上兵伐谋，攻心为上。你们原来使用的计策，居然是为了让我丢尽脸面，再让我无颜面对岳父，最后远走他方，流离失所，对吗？你从哪里变出来的车啊？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吞下花神果后，战克吉浑身上下的伤势彻底恢复，状态直接达到了全胜姿态，甚至原本点燃的寿命都恢复了不少。你这是做什么？没什么，只是如果不把你治好达到巅峰的话，我担心会不小心打死你。战场上残存的武林军看着这一幕，也都是浑身颤抖着，战意渐渐的消散，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冲击力实在太大。那可是他们战力巅峰的大将啊，如今却是被人当作玩具一样被蹂躏。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应急波动，这人族到底是怎么回事？体修可以强到这种境地吗？不得不说，七老，这小子实力很强啊。按照我家闺女的说法，他是被召唤符箓从下位界域世界召唤过来的体修，曾经吞吃了天生地养的异宝，打破了极限。七郎，你的身体没问题嘛？对啊，七哥哥，刚才的战斗会不会伤到哪里了？没问题，为了你们征战沙场与敌人厮杀，哪怕是燃烧我自己，我也在所不惜。无需如此，当初朕说过，让你无忧无虑的生活，自然是会做到的。是啊，本帝和紫馒头实力提升的很快，这辈子咱们罩着你，以后绝不用你去冲锋陷阵。有句话说得好，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还记得这小子在圣魔域那些百姓口中的名号吗？至善软饭天尊吗？战争双方在出现小迪这个外挂之后，就注定了结局。武林军的大量俘虏都被安排在前线，继续修缮防御工事，而龙丘白青则赶去向百族联盟上报此事去了。小迪，我看你应该是已经达到了肉身自成天地，并且掌握了空间神通的地步哦，这样才能解释你为何生吞然血精而毫发无损的情况。诸天万界无奇不有，这种能力可以说是万中无一，但要防止情报泄露，毕竟神通是可以被人掠夺的。不是，两位岳父，我应该就是肉身强大，至于神通我应该是没有的。而且说句不敬的话，两位跟我动手，赢不了。你这不是说废话吗？当然赢不了，你这打破极限的肉身的确很强啊，没毛病啊。孩子啊，先前打战克己咱们又不是没看到，我们当然打不过你，你怎么还能怀疑自己呢？要有自信，别人问你，你就说你是肉身强大，神通什么的咱没有。就这样，小迪成了二位岳父的小说题材，滔滔不绝地给他编写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变强之路。来，孩子，敬你。说起来咱们也是有缘，虽然有一些误会，但我到底是你亲自救出来的，那我这个做长辈的再跟你碰一个。其实当初的误会很好解决，咱们完全可以各论各的。小迪嘴角抽搐，感觉对方下一句话可能不太妙。以后咱们就我喊你老弟，你喊我老爸。什么？不行，乱了这就乱了。有什么乱的？我老大你老二他老三，他喊我老爹喊你二爹，咱们区分一下不就完事了吗？不是，你得听我说，若儿跟他成亲在前，你家小爱那丫头要进来也是排在后面，应该我是大爹。你说是不是这个理，三弟？
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我是大哥，排在前面，当然也应该是大爹。这么说，他是不是还得喊我一声大嫂啊？所以我就是二嫂呗。不喝了，下次不喝了。闹着玩的，就纯粹是闹着玩的。小迪这孩子还真是受欢迎啊！居然有人专门为他成立了一个软会，用来宣扬他的善举。这样一来，他之前刻意传播的阎罗大天尊的名号，恐怕不久就会被至善软饭天尊所盖过了吧？好弟弟，没想到你果然在这，真是让为兄一顿好找啊！你这个疯子怎么过来了？这一见面就称呼自己的长兄为疯子，不太合适吧？小迪误打误撞来到了虚空战场，替两位老婆解决了大敌入侵的困局。就在与二位老丈人称兄道弟追时，没成想自己的家却被偷了。好弟弟，真不愧是财神爷呀！我这一击居然都打不过你的防御。你想做什么？你的好女婿跟女儿呢？还有你那个孙女在什么地方？脸上让我盖个戳一起带走吧。奴隶之印记，家主说了，鉴于你们的叛逃，今后是不配做雪家人了，只能为奴。我们不配做雪家人，真是笑话！我们什么时候算得上是雪家人？充其量我们只是他的工具。在他眼里，我们庶出的子嗣就是野种。我从小就努力想要证明自己，最终成了环山界的财神爷，帮助家族壮大。而他居然逼迫我女儿为了家族去联姻，害她离家出走。我为雪家劳苦功高，结果他就是这么报答我。你娘就是个婢女，你生下来就等同于一条狗。再说当狗不快乐吗？非要让父亲发火，还得让我亲自来给你们打下奴印。拍卖会上30万亿灵石的封魔玉扇，这玩意竟然在你手里！当初你不是说被神秘人拍走了，才没给家族？哼，几百岁的人了，就不要问这么幼稚的问题了吧。霹雳神雷晶爆开相当于道境一击，1颗就要1上品灵石，冤大头才买的玩意，你买了10颗，10颗，老子买了1箱，敢把我当狗？今天老子炸死你！我操！你们在这里戒备，我去就回。人呢？跑哪去了？死老狗，刚才炸得很爽是吗？云雾镇山符箓，6万亿上品灵石才能买5张，这你也舍得？哼，不要用你的认知来衡量我的财富，这样你会自卑的。没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吧？你会清楚，修为那是用财富弥补不了的东西。很抱歉，有钱就是能为所欲为。妖皇盾，妖皇之物怎么会在你手里？你来猜猜看。输出的废物，这次你再挡一下试试。修为才12阶的你，挡得住这冲击的力道吗？娘的，大不了咱们就耗着，看看到底是你实力够强，还是我钱够多。算你走运，不过你是跑不掉的，记得告诉你的子孙后辈洗干净脖子等着吧。薛老爷子，我听见这里有动静，发生什么事情了？此事倒是麻烦了，许安祥知道我们所在，定然会知会雪家，到时候雪家就要完了。钟丞相，要出事的是咱们大炎皇朝才对，雪家那底蕴可是深厚之极。没了，肯定会没了的。这雪家偏偏找死，您的长兄雪安祥，只怕会是雪家的千古罪人。你不知道，雪家20阶道境强者足足有上百人，21阶道君层次的有10余人。至于雪家老祖传言，已经在突破23阶道界境修为了。老爷子，您说的那个道界境能让天道退散避让吗？当然不能啊！钟丞相，你在想什么？那就没事了，我先扶您回去休息吧。估计亲王大人他们也快从前线回来了。
这个下位界域的灵气还真是稀薄，而且杂乱不堪，反而那条老狗带的圣魔与灵气品质堪比雪家的雾山玉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别提了，找到雪富贵那条死老狗了，只是没想到这个畜生藏得比我想象中还要深。那其他人呢？紫帝尊、雪如烟呢？没看到，气息也没感知到，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哼，那就下次我跟你一起再叫一些人手过去。你急切地喊我过来，发生了什么？这里的一个帝国被我屠城了，我们去皇宫再说不迟。父亲来了，你那人又跑出去玩了？是的，父亲，我们拿他们云来帝国的人当猎物不杀，这样对修行有不少的帮助。不如咱们抓一批这里的人，带回去放到雾山玉里养着，专门当练剑的靶子，如何？的确是个好主意。等到正事办完之后，顺便就弄了。说起来，你刚在江里发现了什么？我在这个世界找到了先祖之地啊！大德地曾经遗留的一处洞府吗？那可是跟人皇齐名的4大地之一。外公，老钟说的都是真的。雪家势大，咱们又能如何呢？好在这次你融合界域成功后，洛滔天晋升成了道君，咱们多少也有一些自保之力啊。外公不用这样，此事他们是冲着我来的，那就交给我来解决。小迪，你这孩子想干什么？主人，反追踪已经准备完毕，薛安祥的位置已经完成追踪。并非是我想做什么，而是雪家到底想做什么。我自小孤苦无依无靠，能喊你一声外公，十分满足。可雪家咄咄逼人，居然对您动手，想要将你从我身边夺走，就是为了坏我心境，让我精神崩溃。太可怕了，我得去打死他。这2人是许安祥的2个儿子，在其父母霸占云来帝国后，终日以射杀百姓为乐。好啊，跑得再快一些，这样才有意思。你们快跑，一定要护住小公主的安危，这是云来帝国唯一的火种啊！不错呀，大哥，看我给你来个1穿2。刘教头，走，别管我，保护公主逃。刘教头，你快闪开啊！那剑士带着灵气，我的气海已经被震碎，跑不了了。不管如何，都不要放弃希望，努力的往前跑，活下去。娘的，好死不死的，就烦这种死到临头还乱煽情的家伙。这个人没用了，杀了吧。陛下，忠心为主，你很不错。你们这些人在这里是发生了什么？你从哪里冒出来的？有胆子管我们的闲事？我看到你们被追杀，不知道起因是。小子，大爷在问你话呢，你聋了吗？所以这到底是？没灵气波动，也有脸在这儿装尼玛的，找死！小心！我在跟别人说话，你们总是打断老子干什么？这位恩公，我们被追杀完全是无妄之灾，起因便是这突如其来的天魔。果然是雪家所为。外公你怎么过来了？还开着车来着？因为距离太远了，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5万，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是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我怎么过来了？你这孩子胡思乱想，冒冒失失的跑过来，会害了自己的。奇怪，这界域世界的天怎么裂开了？刚才没控制住脾气，一拳把雪安祥儿子打死的时候，不小心打裂开的。这样啊，那你以后可得小心点，怎么能不小心就……你说什么？说吧，你的父亲呢？三叔，你可要救我啊！咱们可是亲叔侄啊，我不想死啊！我在问你父亲去哪里了，你却在这挑拨离间。再说跟我这好外孙相比，你这个亲侄子连一根毛都算不上啊！孙儿，这货咱也不问了，直接打死他吧。外公怎么不亲自出手清理门户？我打不过他。你这个老……污言秽语，怎么能脏到外公的耳朵？如果你好好配合，就不需要吃苦头。我问你答，听懂了吗？所以
你的父亲许安祥去哪里了？先前我提醒过你，我问你答，你非但不配合，还伸手打我。我再问你一遍，你爹在什么地方？没看出来，你还是个硬汉啊！大老爷们哭哭啼啼，成何体统？再断你一条腿以示惩戒。这孩子根本是气死人不偿命啊，哪有这样欺负人的？不过我喜欢。明明是你捂着我口鼻，让我说不出话来，结果你还怪我不配合。我想告诉你的呀，我是配合你的呀。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不用灵气凝聚在指尖，书写给我看呢？他修为被废，四肢折断，已经翻不起什么花浪。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恩公，我们明白。嘿嘿，你不要过来啊！孩子，外公这边有一个请求，能不能教外公练武啊？这有什么不可以？外公开口就是了，何须这么小心翼翼？之前我探查过外公的情况，你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虽然修炼资质很差，但按我的方法修炼体魄，定能一飞冲天。外公有你这样的好外孙女婿，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不用见外，您就是吃了太多巨量的天台地宝，淤积在奇经八脉不得释放。接下来我来助你炼化吸收。小公主问出情报中，他们夫妇所去的秘境应该就是这里了。那我们进去。这是什么狗屁的通关考验？哪里有这么折磨人的？你们这个大德地真是一根筋，雪家祖地就该不用考验，直接留给你们雪家后辈才对。大德地先祖若是知道有你们这两个子孙后代，只怕晦气的用锄头敲爆你们的脑袋。雪富贵，你怎么在这里？主动来送死了吗？他身上法宝众多，我们一起联手拿下他。这次我不用法宝，你们照样打不过。你这条老狗居然敢亲自送上门来！那就让嫂嫂好好疼爱你一下吧。过去的我无能为力，甚至花钱买凶都要顾虑你们身后的雪家老祖。可如今环山界雪家老祖只能是我选富贵。他这副身躯是怎么回事？有古怪，我们联手攻击。王静茹，哥哥嫂嫂该还账。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雪富贵，不再是你们口中的废物。不得不说，这两口子的招式看上去的确很火，特效很炫。放开他，不然这小子还活不活得了，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们先返回秘境中。你们两个把小迪带进去干什么？这样非但不是逃命，而是跟找死没区别啊！这里就是雪家祖地吗？我记得外公身上也有一个这样的洞天，这里天才地宝无数，怪不得他那么富有。哦，可恶，这个死老狗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的确有些超出预料，也不知道是得到什么奇遇，竟有了今日之能。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逼急了，我就动用老祖化身玉牌，将其彻底轰杀。不可，一旦动用，你将会失去竞争家主的资格，这样一点都不划算。为今之计，我们还是想办法破关，拿到这洞天，掌控权后脱身。反正我们手中还有人质。白痴，你以为出得去雪家祖地，一旦进入便是开启了考验？除非是考验通过，又或者是失败被驱逐出去，根本不可能有第三种方法出得去。外公来，进来吧。
哥哥嫂嫂，咱们又见面了。快用，你倒是赶紧用啊！他那人心态有点崩，有一个雪富贵已经足够可怕了，现在又多出来一个手撕空间的家伙。可恶啊！我竞争家主的资格没了。老祖杀了他们，他们都得死。这就是嫡出和庶出的区别吗？嫡出的底牌竟然是能够唤出老祖化身来救命。区庶出此地，应当尽心尽力辅佐嫡出，哪怕是牺牲性命，也应当在所不惜。只有这样，才能让许家越加强盛。能定位吗？尊敬的主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分析的话，应当没问题。好的，我抓过来，你好好分析一下。放。喂，你怎么不控制？你把自己反震死了，对我还有用？现在能不能定位了？正在分析，请主人稍等。外公上，办了他俩。外公，我记得你也有一个这样的洞天福地，用来安置你的护卫军吧？的确是我其中的一个。哦，什么叫其中一个？其实外公这里关于雪家祖地洞天，手里有5个。什么？其中2个洞天里的东西都已经被我吃光了，才用来安置护院的。其实也挺惭愧，吃了那么多，境界都提升不了。之前我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只是等待着一个时机。时机一到，我本打算将这一身家业全部作为酬劳，请那些朋友出手覆灭雪家。不过有了好孙女婿，这一身家业反而能保下来了。主人，定位已经完成，催化生可以解决掉了。外公，我帮你把这个洞天也一并拿下来，不过需要先把这个家伙解决了。不能杀他，一旦死亡，信息会立刻被本体得知，到时候咱们就更难查询他的位置了。哦，这化身乃是意志凝聚而成，收入10海关押不就行了？不可以，太危险了。哦，这个可以啊，快把我送进去吧。真是个白痴，居然真的让我出来了。接下来便是找到这小子的灵魂身躯，将其吞噬控制。哼，你在笑什么？3000星光盗运，我这具化身才800，可恶！难怪敢如此托大，哪来这么厉害的丫头？不过纵然你很强，也不能阻止我自爆回归本体。主人，他要自爆，我需要您的帮助将其镇压。完蛋了！小迪已经1刻钟没有动静了，看来是海里是出问题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外公，没事了。你可吓死外公了！怎么能贸然把一个强大的意识体放进自己的识海？那样等同给对方敞开大门呢？小意思，他那点程度还不足以威胁到我。好吧，我刚才已经摸清了考验的步骤。这个考验一共分为9层，它们分别是：小弟，你要干嘛？收复这个洞天。不可以，这样会引出大德的意识分身抹杀的。小弟啊，这洞天是你拿下的，理应归你所有。外公就别客气了，我有人皇的圣龙遗迹，比这个洞天只强不弱。哦，嘿嘿，那外公就先替你收着了，以后有需要什么资源就说话。对了，外公，我们这样的话，得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抵达环山界？按照我这个顶级虚空舟的速度，大概要20余天左右吧。不行，这样速度实在是太慢了，还是我带你飞过去吧。那是什么东西？虚空雷霆里面是有着惊天动地的可怕威能，哪怕是道君层次的存在进入都会彻底的泯灭，尸骨无存。外公，我惊讶的不是这雷池，而是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这种虚空雷海之地恐怖之极，中心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世岛？
而且小迪，你有没有发现这地方有些不对劲？毁天灭地的雷霆竟然在朝着这中央的世岛汇聚。雪富贵瞬间浑身仿佛是凝固，尽管周身已经爆发出极限的肉身之力，却依旧是无法动弹。死亡的恐惧弥漫在其心头。随着呆芒逼近，恐怖之极的威能从小迪的体内瞬间爆发出来，距离他较近的数千境世界都在疯狂颤抖。小迪眼中仿佛有着星空诞生、泯灭，浑身力道浑然一体，以手为刀劈向前方，跟那呆芒撞去。掌与刀的碰撞，让四周的空间都仿佛凝固，无形的波动瞬间朝着四面八方扫荡过去。但是如此恐怖的威能，却没对附近那些虚空飞行仪器以及生灵造成什么损伤，仿佛这股冲击力影响的不是这个时空一般，转瞬即逝。还好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马刀3，挡住了冲击。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孩子，你有没有事？外公，我没事，只是受了点伤。受伤了？哪里？这里。哦，原来在小指一侧被斩破了皮，还好我来得快，不然都已经快要愈合了。不过这把刀还不错，威力虽然弱了点，但是带特效还比较帅。放眼诸天万界，这柄刀都能够算得上是神兵了。什么叫弱了点？对了，小迪，这柄刀要不要起个名字？雷刀引路，这把刀就叫引路人吧。刚才那个忽然出现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人留下的意志，仿佛是从过去的时间里走出来的，太诡异了。搞不清楚就别想了，我们继续出发。我赐予许安祥的化身已经显现而出，你确定他死了吗？许安祥、紫玉心以及他们的2个儿子的命灯尽皆熄灭。老祖，会不会是我们暴露了什么？有人出手了？不可能，他们雪家少帝以及一众长老已经被我关押了500年，整个雪氏宗族都已经放弃寻找了，说明是没出什么纰漏的。那你的意思是跟我们血文族有关系吗？并非是说一定跟你们有关系，但还是得仔细查探1、2才好。大家合作这么久，最后关头失败了会很可惜，不是吗？雪鸠，派一些人顺着许安祥前去的方向查探一下情况。还有1年的时间，就可以完全破坏掉宇宙障壁，让你们宇宙的军队长驱直入了。这个时候大家都要小心一些，别出乱子。家主有情况。发生什么事了？城中出现了雪富贵的身影，他就带着一个年轻人堂而皇之的去了自己的商会。这条狗居然自己回来了，你难道没派人去抓它？派去的人都死了，我想应该是他们商会的后院干的。看样子他是收到了消息，真以为自己机缘巧合救了八荒妖皇的女儿，就能为所欲为了吗？哥几个都还在，那就好啊，你们都没事吧？老大，你请来的帮手太了不得了，雪家不愿意跟他起冲突，所以咱们就没出什么事。我请来的帮手，我怎么不记得？没想到富贵老哥你真的回来了。周月，你怎么在这里？我听说你落难了，就前来商会找你，没想到你已经走了，就索性在这里帮你照看商会喽。那还真是多谢你了。客气啥？当初你在秘境救我一命，我帮你办这点小事不足挂齿。这个小家伙是谁？这是我孙女婿戚小迪。小迪，这是八荒妖皇之女周月，就是我那个妖皇盾的主人。对了，雪老哥，你这次冒险回来宗族，所谓何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来做这雪家老祖了。我和我这孙儿在路上已经进行了周密计划，他负责打死雪家老祖，我负责打死我爹雪家家主。这是什么鬼计划？谢富贵和一个叛家。谢富贵，你该不会以为站在你身边的那头熊，就是你可以明目张胆回来的底气吧？不好，快躲开！直接就动手了。看样子雪家老祖在背后已经提前指使了。
你们果然暗中有惊天谋划。怎么可能？完了，自己这个好孙儿又开胡乱脑补了。老夫不知道你在胡说一些什么。胡说？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你们已经跟武林军血纹族联手了。该死！不管你是如何知道我们的秘密的，今天都必须要死。雪老哥，情况不太对劲，你爹已经突破到了22阶道险境了。他可能不是我的生父。哎，老哥，这种话可不好乱说啊。是不是乱说？待我打过之后便知。我传授的披挂掌加8级拳，鬼神来了都得服软。什么鬼啊！雪老哥不是12阶虚空境吗？怎么能一拳把22阶的雪球打飞？是啊，财神爷怎么忽然变成战神爷了？我为什么连雪富贵都打不过来？传听命令。道的运用不是你从什么地方学来的歪门邪道能够媲美的。到了这个时候，你雪就还想要压着我？镇山。果然是有点本事。按照他现在展现出来的抗击打能力，我起码得动用6/10才能将其打死。也不知道雪家老祖能让我动用多少力。什么玩意？6/10的力量打死到险境，你这个牛吹的不太好吧？长老，我们眼下该如何是好？这个雪富贵肯定是留不得，杀了他，帮助家主脱困。雪无忧的瞳孔陡然之间收缩，浑身瞬间僵硬，仿佛是被什么绝世凶兽盯上了一样。他甚至感觉那刀身上任何一道雷霆，就能让自己这个道君灰飞烟灭。外公正在忙着教训贼匪头子，你们这帮无耻匪徒想要干什么？没干什么，爷。老老实实滚下去待着，然后等着正义审判，能不能听话？明白，爷。一己之力让雪无忧还有雪家魏军居然不敢动手，一人挡万军，这小子还真是帅啊！主人，表情还要再轻松一些，嘴里的毛毛草最好是往上再翘一点，会更帅更酷。现在呢 ？Perfect， 十分完美。我去，这小子是不是在故意耍帅啊？亲自动手过后才发现，你简直是软爆了！就你这种货色，怎么可能是大德帝的后裔？你又怎么可能是我亲生父亲？你现在沉默也没用。从今日起，雪家家主暂时由我雪富贵担当，雪家会归但凡有杀无子。雪老哥，你可真行！接下来有什么安排？这个问题可就要问我这个孙女婿了。现在外公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就轮到你的表演时间了吧？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去动身找到那雪家老祖的所在。老祖隐藏之地，你们根本是不可能知道的，就算是想要从我的口中逼问，也绝对不可能。看样子，这个雪家家主定然是藏身在某个附属空间中，并不在此见面。这是我们抓到的雪家老祖化身，通过这个化身，我早就已经定位了雪家老祖的位置。感应的地方就在这里了。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啊。轻松一点，这才哪到哪儿？你好歹是妖皇之女，别这么没出息嘛！这难道是500年前消失的我们雪家的少帝吗？还有消失多年的长老，居然都被捆缚在这里。雪富贵在看向被捆缚的少帝时，内心没来由的亲近，心跳加速，血液如潮水涌动，没来由的心悸。好惊人的手笔，竟然奴100万灵能族凝聚灵气锁链捆缚，到底是雪家少帝啊，才有这样的牌面。这就是那个可以凝聚灵气化作灵石的灵能符啊！果然是凝聚天地灵气的好手。外公，这些都是你的亲人吧？是的，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庶出子弟。明显老祖，小迪举刀向雪家老祖砍去，
虽然气势惊人，但速度不知为何却出奇的慢。七星王洞悉了雪家老祖的阴谋，这里居然是一个残忍的牢笼，无数的灵能族被奴役着，陌生的男人被捆缚着。端坐在上方的雪家老祖就是一个贪婪的掠夺者，寄生虫夺取了他们的一切。而七星王这一刀就是知道。小迪搞定了，我录制完毕，加速吧。血雨雷闪一刀招。小子，在我的小世界里，我就是神。万分之8。这到底是什么鬼啊？罪恶终究是会被打倒，正义总是站在胜利的一方。你是来自地球的高纬度穿越者，那里有着50万天道，而这个修仙世界仅只有2500，在这里没有人是你的一合之敌。雪一天，你的末日已经到来，有本亲王七小迪在这里，你已经没有办法再为非作歹了。好嘞，搞定。老周，快让我瞧瞧。放心，我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记录这万千世界，水平是绝对没得说。帅呀！这角度，这运镜，居然还运用了蒙太奇手法。你说的那些我是不太懂，但到时候如果配上比较不错的乐曲，效果自然是会更好。还能够配背景音乐。听到周月的话，小迪双眼都在放光。如果软饭天尊这个名号不能改变的话，至少也得让自己的形象尽量高大一些。小迪，我去解救雪家众人，你看着这个家伙，别让他耍什么花样。完了，一切都已经完了。力道的8%就击溃了自己，计划被这么彪悍的家伙搅局，根本就彻底失败了。薛一天，你本是一个乞儿，被父亲捡到，留在我的身边侍从。父亲曾把你当半个儿看待，修炼资源、修行感悟都与我无二般待遇，却又为何叛我？哼，话说的这么好听，到底我不过是一介奴仆罢了。在别人口中，我依旧是你雪震天身边的一条好狗啊。所以你以为那次秘境，我以一己之力与所有同辈为敌，不惜一切打得他们跪地求饶，到底是为谁出气？这怎么会？父亲已经磨掉了你的奴籍，将你纳入雪氏宗族的祠堂，成为他的义子。那我喜欢上了萧家大小姐，你们为何迟迟不为我正义？那天我带着你外出，就是去帮你提亲，并且还带着这个要告诉人家你已经不是奴仆之身，你已是我的兄弟雪一天。结果就在半路上，以勾结血纹族将我抓走，还要剥夺我的血脉，打开先祖大德地，在那些虚空战场布置的宇宙界限，你更是掠夺我的精血，让人生下我的子嗣为你这个外姓之人服务。不可能，你在骗我，你肯定是在故意哄骗我。信不信随你。没了？难道就没什么其他更加劲爆的内容，更加阴险的消息吗？不是，比如这个薛一天独断妄语，有看遍古往今来的大能，于是他要对付一个叫做七小迪的无辜之人。这个年轻人到底在说些什么？怎么在他的口中，薛一天莫名其妙成了这么恐怖的存在了？你是不是有病啊？整个计划里没你半毛钱关系，你特么到底是谁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付你？没道理啊！还是说其实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黑手？该不会一切的始作俑者实际上是雪氏宗族吧？雪氏宗族跟你无冤无仇，为何针对你呀？再说自己人怎么会针对自己人呢？雪富贵死死抓着小迪的手臂，不断的劝说着，生怕他一个冲动就朝着雪氏宗族过去了。不过你伤害了我外公就是伤害我，你伤害了我，赔偿是肯定要给的。从今以后，这环山界雪家的一切财富都归我和外公所有。如果我不给你呢？你以为这掌控界域世界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那些附庸势力签订的契约，就是你张口一句话就能更改。天空忽然裂开，天地规则降临，化作金印，虚空盖印。从此时此刻起，环山界域一主，一切尘埃落地，天地规则之力化作金色的小手，帮小迪整理了下衣襟，还帮其捋了下刘海。好了，别墨迹了，你可以滚了。外公，环山界雪家已经彻底是咱们的了，雪家老祖这个头衔也是你的。老周，你把你录制的我的帅照，就是这人以及其族人的种种劣迹彻底公布出来，
广传天下，让普罗大众当做一个反面教材。哎，但是他没穿衣服。你穿了，我穿了，他穿不穿是他丢脸，管我们屁事。你杀了我爸爸，别这么折磨我啊！这几日，雪富贵和亲生父亲雪震天一行人彻底的接手了环山界，而能够操控灵气的灵能族则被小迪装到了洞天之内。主要小迪还准备过些日子把环山界域也给融到地狱中去，到时候驳杂的灵气就可以交给灵能族和花神族处理了。咱们不做虚空飞行灵气吗？小迪这孩子嫌虚空飞行灵气的速度太慢了，所以才会选择带着咱们飞。如果坚持不住了，提前告诉我。与此同时，女帝联合地狱之外、虚空航线之上的一个世界碎片当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战。外婆，您没事吧？没事，都怪外婆太过心急寻找你外公，结果让我们落入了陷阱当中。外婆哪里话，外公去找七郎情形不明，我本来也是要去寻找的。我们走。小迪怎么了？为何停下？我心中突然有了不好的感觉。子若，有危险！就在刚刚，小迪刚解决完雪家危机，没想到自己老婆这里也出事。没想到你居然是20阶道境强者。陛下，你们快走，我来断后。爹，我不走，要走一起走。本王的陛下倒是承蒙你们照顾。七郎，没受伤吧？若儿，不好，七郎你快去救外婆。没关系，有外公在呢。敢伤我老婆，饶手！天道掌法。亲王大人，你们总算是回来了。老钟你被打得很惨了，没带龙秋到一起吗？他在的话，你们合体横扫这帮人应该没问题啊。外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啊？他骨骼惊奇，更是练武奇才，加上吃了太多大德地留下的海量资源，再由我引他走向练武一道，算是厚积薄发吧。领头的人外公给你们抓住了，而且发现他手里拿着这么一个东西。大人，您可否去一趟我的家乡，将我家乡藏在女帝联合地狱之内？先前不是跟你说了，地狱灵气暂时混乱，再融入界域世界的话，说不定不一样的。我家乡灵气纯净无瑕，融入只有好处，绝无坏处。大人跟着我走一遭就会明白。这是虚空星土，对，这是指引着我们一族的家乡所在。不过这星土因为残损，他们暂时无迹可寻。可我们一族的家乡绝对不能被这些人找到。大人，求您成全。你们家乡风景怎么样？非常好。那就行了，正好去放松一下，就当踏青游玩。不知道我的女王陛下可愿陪同？正准了。对了，咱们出去玩的话，大炎皇朝怎么办？不是还有太上皇我父亲在吗？说的不错，好孙女，你就跟小迪好好出去玩一趟，放松放松，万事让你爹顶着就行。去玩了，太棒了！你还想出去玩？想得美！陛下好不容易出去放松一下，您老老实实跟我回家帮忙巡守大燕。周月，你们这是怎么碰上的？嫂子，当时你们走的匆忙，我就一直在环山界商会总部照看来着。你们去环山界了？就一夜的功夫？嫂子，这都不算啥，周老哥现在都已经是雪家老祖了呢。小洛洛，你来这里做什么？找子若开小灶啊，恶补一下知识，省得老爹一天到晚念叨我不会治理国家。而且我都3天没见到七哥哥了。人呢？都忘了，今日是女帝联合朝会，他们肯定是先去那边了。你不知道子若已经休息去了吗？她陪着七公子出去游玩了，说是要放松一下，好好陪陪对方呢。
死顽童，你这个混账东西！怎么回事？有人在想我吗？七郎还真是喜欢睡觉啊。死无之地，修为弱者沾上就会压制不住灵气，直接爆体而亡。按照外公描述，七郎实力不凡，这灵能族族长应该不敢生出二心，可为何要带我们来这死亡禁区？难不成他的家乡在禁区之内？怎么回事？有点不对劲啊！这是回你家，你问我们怎么回事？七郎，你睡醒了？家乡的人改变了阵法，这死无之地正在侵蚀整个虚空州。如果不想办法的话，我们恐怕会……齐大人，您要做什么？解决问题。这死无虽然有危险，但是也是对我们一族的天然保护。这下全没了。你们像极了我脑海中的一个身影。我的女帝们啊，我回来了。我来自地球，那里有着50万法则压制力，而这里法则之力只有2500。就在2天前，我解决了雪家危机，却在返回途中又发现武灵军对灵能族蠢蠢欲动。在其太子的请求下，我决定带着大老婆子若前去查看一二。齐大人，这位就是我的父皇，也是灵能帝国的皇帝。什么皇帝不皇帝？这位大人小老儿名叫林守成。这么谦卑，先前七郎将那死亡误区批散的举动，应该是震慑到了这个灵能帝国的皇帝吧？我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办法了，齐大人，恳请您出手相救吧。你们这是何意？既然是想要请人帮忙，就直截了当的讲。如今什么都还没说清楚，张嘴一说磕头就想让人出手，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老师提醒我，实在是情急之下太过着急了。我带2位前去一看，等到了解了详细情况之后，2位再决定如何。七郎，你觉得呢？去看看吧，反正也没什么事情，就当做是开开眼界，瞧一瞧风景好了。齐大人，我们到了。当子若仔细凝视上方金色方体，四周的时空仿佛是在流转，那金色方体上光芒闪烁，一个人影突兀的浮现，这身影仿佛是跨越了时空长河，从久远的过去走向未来，瞬间来到子若的面前。你很好。旁边林守成也是被吓了一跳，金色方体会发生这等状况，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刀，你是到哪儿来？竟然！飞影意志点出，极为纯净的灵魂意志从子若的体内涌动而出，似乎对方是在为子若提升血脉品质一般。小迪也就没有急于出手。来看，好端端的，居然让自己用刀砍他，这人怕不是有毛病吧？你笑什么？这不是至高神的天劫雷霆之力吗？我之前还纳闷，那臭屁的家伙刀怎么丢了，还死活不肯说出原因，只是默默的找人造心头。这一下我总算清楚了。你做什么去？我去嘲笑他，狠狠的嘲讽一番。哎，不是，你真撇啊！那咋了？人家主动要求的吗？这种事情好歹多问2句话，明显是跟现在的情况有着莫大关系。不过是一道过去的意识存在，维持不了多久。你知道这虚影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人族应该曾经来过这个地方，而我们应该是触动了什么让他知晓，从而吸引他利用过去的存在短暂的显现在了这里吧。那般强者修为深不可测，尽管是对方要求，但你终究是一刀劈散了他的留影，这样会不会招惹到他？放心吧，那个人族虚影跟你似乎有些渊源，就算有事情，不是有陛下罩着我吗？希望能如此吧，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此乃镇守印，就是维持世界障壁阻隔之作用。一旦障壁消散，苍梧那边毫无阻碍的进攻，我们这边根本没多大的胜算。这些排光都是我们灵能神族的生命能量。之所以你们会遇到我儿子，也是我派出去寻找其他镇守域的所在。而如今镇守印快要支撑不住了，印破我们一族将会彻底灭亡。
您若救我们全族性命，作为回报，我们全族将命交给您。若儿，你觉得呢？若是你出手会对自身造成损伤，就别胡乱冒险。其他人且小心呐！外面好黑呀，什么都看不清楚。话说这个镇守印为什么不直接堵住这个裂口？干嘛非要飘在这个地方？七郎再换个角度摆一下，我看看。对，您往左边挪一点。你还指挥起来了，这位女帝这怎么看都不行。其他人，咱们一族最大的问题不仅是镇守印要扛不住这空间撕裂之力，更是镇守印本身也快要碎裂。这镇守印看来跟这个空间裂缝尺码对不上，好像还真无法堵住啊。瞧着林守成和林波云吓成那的样子，小迪也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将手中的镇守印放下。主人，按照分析推测，这些地方应当是其他镇守域的所在。您所处的位置是第94镇守域，一旦这些权限失效的话，那么世界障壁就会彻底崩塌。看样子这个裂缝不填补不行啊。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的鞋子，想要确认自己的鞋子是否正品，这时候就推荐德屋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德屋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成啊，竟然这么简单！你脸是吧？藏武宇宙中，一个星球正缓缓旋转着，整个星球上铭刻着繁杂的阵法纹路，散发着空间波动。这空间波动离开之后，瞬间是消弭不见，不知道是去了什么方位。什么情况？有点奇怪，藏灵那边的镇守域似乎进行了反击。反击不过是低等的修炼文明宇宙，他们拿什么反击我们的空间震荡？我们负责的区域有一处仿佛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们空间冲击势头，甚至有那么一刻，我们区域的空间冲击失效了，只是很快就又恢复了正常。无妨，等到力量积蓄足够，展开大攻势，将对方镇守域一举冲溃。如此一来，大战再起，上界压力才会更小一些。你继续安排后续事宜，切莫掉以轻心。七郎，你没事吧？没事，若儿，灵能神族的问题我来解决。恐怖的轰鸣声不断打响，他四周的空间开始逐渐崩塌，骇然的气息瞬间原本朝着这边冲击的空间撕裂之力都仿佛是停止了一样。我帮你们解决问题后，灵能神族加入女帝联合戒域，听命行事，有没有问题？仅仅是气势就让空间坍塌，全听其大人的。3/1000。怎么回事？空间之力居然在回流。搞定！这下对方还想要出手针对的话，应当是做不到了。谢大人正如同先前所言，以命换命。接下来，整个灵能帝国，整个第94镇守域，全听您吩咐。那就带着你的戒域世界跟我一起回家吧。你们像极了我脑海中的一个身影。我的女帝们啊，我回来了。唉，虚空战场的压力骤增，诸天万界各处都有着被潜入的藏武之人袭击的消息，他们的动作是越来越频繁了。龙丘长老。何事这么慌乱？盟主，圣龙域只怕出事了，根本联系不到。切莫着急，不要自己吓自己，说不定只是传讯阵法出了些问题。我跟父亲说一下，让他前去看看。您父亲直接让青狐帝亲自出手吗？圣龙一脉本身跟我们就是同气连枝，自然是要慎重一些的。唉，也不知道龙丘白青这个孩子如今怎么样了，一族的重担压在他身上，也是难为他了。怎么了，小白青？出了点事，我的家乡失去联系了。有这种事情，那你准备怎么办？可能我得回去一趟了。
我跟你一起去。七哥哥跟紫馒头跑出去玩了，事情我都甩给老爹去管，实在是无聊，不如跟你出去玩一下。此事恐怕有凶险，不是去玩的。无需担心，你我境界提升这么多，联手之下气息共鸣，什么事情处理不了？你只是单纯的想要找架打。怎么可能？这可是关乎于你家乡的重要事宜。作为你的好姐妹，我哪里是为了找架打啊？而且我在帮你叫一些人一同前往。放心吧，有我在，不会出事的。行了，瞧把你能的。明明是前去解决麻烦，为什么成了家族大联欢了？甚至龙丘道前辈还带上了古神族的地心路和血纹族的雪瑞三人。这不是你说害怕战力不足吗？正好他三人在养殖场表现良好，急需戴罪立功的机会，这就让龙丘道前辈带上他们一同前往了。你们二人好好看家，不要偷懒啊！老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叫做女帝联合地狱，对吗？那为啥女帝都出去了，剩下咱们两个大老爷们看家呢？小迪那孩子这次回来该不会又带了个界域世界回来融合吧？当初使用秘术跟这个界域世界捆绑为一体，本来以为以后修为都无法窜进了，谁曾想这孩子有这等恐怖的实力，实在是太适合我了。你这种不劳而获提升实力的办法实在是太赖皮了。谁让我有个好女婿呢？不是，他也是我女婿，好不好？没想到齐大人这里居然还有花神族这个古神族另一脉的存在。哦，花神族也是古神族一脉。这样一来，地心路的万象神族、你们的灵能神族，还有花神族，我这里就有3种古神族了。不错，花神族这一脉是万象神族跟我们灵能神族一脉的因缘中诞生脱离出去的一脉，渊源颇深呐。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对了，地心路呢？他是古神族的万象神族一脉，好像蛮厉害的，出来让你们瞧个新鲜。他被龙丘道大人带走了，除此之外，血瑞跟战柯吉也都被带走了，还有洛女帝跟一众家人，好像是去了圣龙域。好端端跑圣龙域做什么？苏盟主传讯给龙丘白青，说是那里失去了联系，好像出事了。要不要我们也跟着走一趟？必须走一趟，此事太危险，太凑巧了。镇守域的危机刚一解除，就出现这样的事情，只怕彼此之间会有联系。难不成镇守域的一切敌人已经动心？我岳父跟着你练武，实力强横无双，你也别太担心了。并且苏盟主的父亲青狐帝也过去了，应当无恙。糟糕，有人要害我！倒是稀奇了，这位七相公哪来的兴致跟我来传讯呢？还当着自己妻子面联系我，这不太好吧？你别调皮，我只问你圣龙域那边出事是何时发生的？你好凶啊，妾身都有点怕了。让我想想，约莫是6日前，圣龙域忽然失去了联系。听到没有？我说什么来着？镇守域事情解决的时候，也就是在6日之前。会不会只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呢？不会，他们肯定计划捉我的家人，以此为要挟，用他们的性命逼我就范，逼我残杀身边同伴，毁灭百族联盟，灭绝整个藏灵诸天万界。不行不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要去圣龙域将问题解决，把对方的险恶用心提前扼杀。还真是个有意思的男人。话说回来，也不知道父亲那边情况如何了。不对，哪来的9位？糟糕，中计了！爽，不过为了你们这帮杂碎，浪费了老子不少酒。该死！这个青狐帝又是突然消失不见，根本没痕迹。他定然是跟那群消失的圣龙待在一处洞天之内，如若不然，怎么可能找寻不到？找不到就算了，反正也不是1次2次了。等万象神族凝聚出他们圣龙域的世界之心，这个界域变为荒芜后，他们将无处藏身。
青狐帝苏木生，看样子计划稍微出了点差错。你们的人有些弱，不是我们的人太弱，而是青狐帝的战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情报那边怎么说？龙丘白青跟若寻爱已经上路了，还有那个雪富贵。等他们抵达圣龙域就直接动手。雪富贵归你，龙丘白青跟洛雪爱归我。把圣龙一脉手的玩意儿，你们毁了立刻走。在此之前，咱们就跟这个青狐帝好好玩玩，看看还能够吸引过来什么有趣的东西，将他们骗入局中。你们万象神族凝聚世界之心怎么这么慢？圣龙域的世界之心早就被凝聚过一次，并且上面还被远古时期的万道龙帝打下了烙印。过去圣龙皇帝的兄弟万道龙帝，这个名号可是长辈口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名号。慢慢来吧，只要时间足够，万道龙帝留下的烙印又如何？过去了那么多年，该臣服也得臣服。苏老弟，外面的情况如何了？想要突破包围离开实在是困难的很。如今根据我感知到的情况，他们那里25阶顺空境起码有8人。嫂嫂，麻烦帮我打满。你还是少喝一点吧。梦里那个丫头若是知道了，又得念叨你了。无妨，嫂子，刚好这里她看不到，我也好喝个痛快。对方凝聚世界之心，如果真的让他们得逞的话，恐怕是有大危机出现。既然该拼命的话，那么就拼一把好了。一直藏在这个洞天世界当中也不是办法。这么久远的时间了，这圣龙域也或多或少有所变化了。不是要控制虚空战舰的吗？怎么忽然跑出来了？洛陛下，如今即将抵达圣龙域，老夫只要在阵法中提前设定一下，战舰自然而然就会向前而去，不用再盯着了。过去的圣龙域不是这样的吗？位置有所偏移了，不过也正常，毕竟都这么久了。谢。对不起，真是对不起，我古神族居然也在其中，真是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啊！可叹可悲，如此杀戮何时才能结束啊？小迪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做到把藏武的一族搞成这个鬼样子的？不清楚，可能是因为那孩子的善良感化了他们吧。这正在厮杀的武灵军，综合实力起码比得上一个中等虚空战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没曾想对方留了一手，他们真正的底牌竟然是阵法。利用世界之心使整个圣龙域产生世界压制力，对我方实力进行上限压制。他娘的，难道我们一族真的要亡了吗？这个时候还有好分析吗？随便闪开。婉儿，你没事吧？婉儿，你等着，我这就来陪你。活着才有希望。你们好大的胆子，敢在我万道龙帝的地盘闹事！随着万道龙帝的出现，之前碾压而来的世界压制力在这片区域范围瞬间的解脱，圣龙族族人也都得以喘息。万道龙帝，你居然还活着？不可能！按照记载，你起码在100万年前就该死亡了。这里只是留下镇守圣龙域的雕像而已。龙丘定江看着上空背负双手的身影，心情激荡。这可是他们一脉的先祖，往日只能瞻仰雕像的传奇。这一刻，居然是活生生的来到了自己面前。现在我们怎么办？先别着急，看看局势再说。前辈，咱们不继续打了吗？打个屁啊打！赶紧先溜！瞬间，偌大的厮杀场地上空只留下龙丘道一人，背负双手立在那，人的名数的影，万道龙帝之名，着实是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他将人带走，只怕是担心自己动手的时候波及到自己人。此事不需要你多说，万道龙帝之名，我们藏武可比你们清楚。小家伙们为何不动手？如今就老夫一人，你们也不敢上前吗？万道龙帝声名显赫，今日就让我来领教一下老前辈的威风。我一个老不死的而已，有什么好领教的？不好，快撤！
可惜戚大人不在，他若是瞧着，定然要拍手叫好，夸我这个烟花好看了。妈的，咱们被这老东西耍了，他根本没能力与我们动手，外强中干罢了。传言此人最讲究脸面，极为自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要脸了？接下来怎么办？人已经被救走了。放心，雪富贵来了这个地方，他那个拥有人族帝皇血脉的孙女子若难道会不来？倒是多亏了我们做局，吸引这么多有价值的人物过来。不错，人族帝皇血脉还有雪富贵的炼体之法，对你们苍梧有着极大吸引力。而龙丘、白青、洛寻爱还有那子若，三人联手之下，竟然会出现世界压制之力，这对我们一族很有研究价值。对了，情报当中关于一个叫姬小迪的情报，你看到了没有？有一点机遇，打破了体修极限而已。擅长吃软饭，还捣鼓了个软会这种组织，给自己起了个至善软饭天尊的名号，不过是哗众取宠不值一提。那我们先回去，静待他们自投罗网。可以了，伤情已经基本稳定，接下来服下这颗丹药，调养数日即可恢复。我这是死了还是出幻觉了？我看到我们的敌对种族在给我治疗。娘，你还活着好好的呢。丫头，你怎么跑回来了？如今圣龙域极为的凶险，你此刻过来，岂不是将自己送入险境？圣龙域出事，身为龙皇女帝，自然要回来的。对了，这位是……虽然早有猜测，但没想到龙丘前辈，你真的就是万道龙帝，我们的老祖宗。无需多礼，如今我可不是什么万道龙帝啊，老夫也不过是戚大人身边一介大管家，一名老仆罢了。爹娘，忘记跟你们介绍了，环山界雪家老祖跟其妻子八荒妖皇之女周月。地心路古神族，青岩养殖场挑粪工护林员。血瑞，原小型语言虚空战场总指挥，如今青岩养猪场第4大队队长。张克吉，原野岩虚空战场大将军，如今是青岩养猪场第4大队副队长。龙丘老头先前你为什么逃啊？你既然是万道龙帝，这又是你的地盘，不应该打一场吗？洛陛下，我肉身早已经没了，战力实不存疑。我留下的镇守雕像内有着我的一些血肉之力，刚才已经勉强动用救助族人了。世界压制力越来越大，对方凝聚的世界之心恐怕快完成了。我的实力对抗阵法最多维持1天时间。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世界压制力被阻挡了？他们圣龙族内怎么会有懂得我们古神族阵法之人存在？放心，待老夫自报通知戚大人，一切都不是问题的。那老祖宗一定要多加小心，是万万使不得。相信我，尽量拖延时间，保护好自己。只要等到戚大人到来，就完全没问题了。我给失礼了，无妨，动手吧。这个家伙该不会是想着用酒葫芦硬生生的将我们给砸死吧？小鸡剑，不要打那个呼。青狐帝，看样子你的小心思、小计谋没有能够成功。你要做什么？你疯了吗？好强的精神攻击！你们以为区万道龙帝自爆，牺牲自己就赢定了？这也不过是暂时让阵法停止运转而已。怎么了，七郎？龙丘道爆炸了，圣龙域只怕发生了极为恐怖的事情。不行不行，我们速度得再快一些。戚大人呢？我重新凝聚身体，按理来说应该就在他身边才对啊。不对，这里是圣龙域附近虚空，难道他已经来了？没有了万道龙帝镇势的圣龙域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大战，大家都在苦苦支撑来自于古神族和藏武军队的攻击。宗师你还是那么弱小啊！真是麻烦，你居然使用了透支生命的血骨丹，强行提升实力。2个小娃娃联手之下，居然如此之强，看来留你们不得。
小白经历不要命了吗？圣龙玉之事，你是无辜被牵扯进来，所以绝对不。没有了万道龙帝阵势的圣母域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大战，大家都在苦支撑来自于古神族和藏马军队的攻击。宗真还是那么弱小啊！真是麻烦，你居然使用了透支生命的血骨丹，强行提升实力。两个小娃娃联手之下，居然如此之强，看来有你们不得。小白经历不要命了吗？圣龙玉之事，你是无辜被牵扯进来，所以绝对不。白痴，快回来！糟糕，你快去帮忙！不需要了，我们习武之人在气血涌动之下，能冥冥之中感知到很多东西。周月，做好准备。上空严德明眉头猛跳，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但他还是力道再次迸发，将那赤影。清楚可闻的龙虎声瞬间是响彻在这片天地之间。金色圣魔的加入，促使紫色魔龙和白色圣魔的气息也大幅度提升，世界压制力瞬间暴涨。来了，人族正统帝皇血脉的子路，这局说的对了，3名女帝进阶入宫。外公外婆，洛寻爱这丫头添乱就算了，你们二位怎么也跑过来了？七哥哥，你终于过来了，我都好久没见你了。慢点慢点，不要带球撞人啊！这如此年轻的男子，就是万道龙帝前辈心心念念挂在嘴边的七小迪吗？不对，这人怎么这么眼熟？至善忍幻君尊七小迪。背后谋算我的黑手，就有你一份吗？幕后黑手什么意思啊？这人在说什么？你们果然好本事，居然将我调查的这么清楚。为了针对我，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这家伙该不会是个傻子吧？勾魂引路。还好我们战队及时，否则承受这一击的可能就是我们了。没想到小迪居然这么了不起，这实力一刀就能斩了你吧？你说什么呢，老炮？我是说你跟着小迪略有所成，不要骄躁自满、得意忘形才是，要潜心跟人家学艺。也还好了，只是斩了些杂鱼而已，真正的罪魁祸首还好端端的在那呢。根据刚才那一刀判断，这个七小迪实力虽强，但你我联手爆发，将其拿下应该不难。这种事情我自然也看得出来，只是动手的时候，希望你别耍花样。七哥哥，你刚才那一刀有没有透支到身体？七公子，你可还好？放心吧，我没事。七哥哥小心。刚才那一刀之所以让你们活着，是希望你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好好想想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能不能弥补罪孽。你们实在是让我失望。瞧瞧你们，纵然是被我打成这样，依旧是挺直着腰板昂首挺胸，倒也是让人有些敬佩。分明是你一劲道让我们昂首挺胸，方便你抽耳光而已。现在我最后再给你们二人一个机会，到底知不知错？
知错知错，我对你心悦诚服。这位强者大能饶命，小人也知错了。既然你们已经知错了，那么就将真相全盘托出吧。启禀大人，我此次潜入藏灵，就是得到命令跟这个第一天相见，配合他的行动。有点意思。不过你们还是没有坦白出对我的险恶用心，赶紧交代。大人，这事跟你没关系啊，我们该说的都说了。好深的城府，真是让我不寒而栗，越想越让我感觉好害怕。外公，此为震惊，且瞧好了。我既然来了，那么就顺便将圣龙玉带回去吧。你们这里之前被世界之星抽取了太多灵气，已经快要跌落至中位界域。距离圣龙玉危机已经过去1个月了，这段时间小迪又过上了废物亲王的日子，对他来说，这样的日子简直是再美好不过了。这明显是在糊弄了事，如此离谱的奏折你也批？哼，这怎么不行了？我感觉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啊。好个屁！你看看上面的内容，要在京城给你建雕像，还要国库拨款800万，你是大冤种吗？瞧瞧人家学得多快！这不是治军，对待文官要刚柔并济才是，怎么动不动就斩立决啊你？唉，你们2个家伙多思考，多动一下脑子好不好？小鱼儿，过来帮忙。弟弟，你们之前不在的时候，2个外公都是拉着我来处理朝政，这才歇息几天，我不……怎么了，七郎？地心路那里有事情要禀报，我过去看看什么情况。看样子一定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我得去看看能不能帮助到七哥哥。给我老实一点吧你，别偷懒。什么情况？七大人请看。这玩意用不了，你看清楚之后告诉我就行了。地心路嘴角略微的抽搐，他这个时候才想起来，面前这位爷体内没有一丝的灵气。这是一封族中给我的密信，由于帝天的死去，族中对此看样子很重视，信中任务是让我前去调查。这种小事情就不要来吵我，你自己想办法糊弄一下就行。随便糊弄，反正你们族中据点你也不知道，随便讲2句就行了。禀告长老，之前百花玉的任务非常顺利，我这就前去圣龙域查探情况，但此行危险恐怕需要支援，不知道能不能提供一些族中据点所在。大长老，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你来找我？第一天死了，圣龙域计划失败，如今已经让地心路过去查探情况了。不过我还是不太放心。地恒星没出声，只是挥手之间，身下机台中有阵法涌动而出，诸多情报纷纷是呈现在了他的面前，供他阅览。不太对劲。第2方向的悬浮山域改名地，为一个女帝联合势力之障。这个界域的障壁膨胀，比寻常界域世界要大4、5倍有余。圣龙族的龙皇女帝也已经加入此界域。看来我们一族也是时候动一动了。大长老，动一动是。26阶归一境，恭喜大长老成功获境，如此纵横诸天万界都是绰绰有余了。诸天万界忘记古神族，忘记了我们一脉已经太久，我们万象神族一脉是时候重新现世了。你直接带人去那个地狱，将那所谓的女帝子若、洛寻爱还有龙丘白金公主抓过来，看看他们的世界压制力到底怎么个式。拿下地狱，作为我们万象神族现世之后第1个前哨据点。根据情报上的内容来看，地狱过于庞大，接关守备森严，看来只能强行攻打了。说起来，地狱也没招你惹你，非得要对他们动手干什么？弱小便是天大的罪过。据情报得知，还有一个吃软饭的窝囊废，却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这个男人就不太对劲。哦，如此说来，面对未知不可掌控的存在，直接抹杀才是最好的决定。什么情况？我刚才在跟谁说话？听见没有？什么叫祸从天上来？来之前我说什么来着？你还不相信？只能说七大人神机妙算，没想到族中果然是有人要害你，没想到他们已经堕落如此了。七小迪，地心路，你们怎么来到的万象神界？我们界域隐匿于死亡禁区毁灭神光中，而且一直在改变位置。不好了，长老大事不妙了！北面镇守关口的族人尽皆灭亡，一路上到处都是战死的族人，无一活口。看来你们不是悄无声息地潜入进来的，而是将遇到的我族之人尽数抹除干净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看我万象神术，八方路径剑阵。我这里是3600柄神纹金剑，彻底封死了你们的退路，现在怕了吧？齐大人手下留情，这剑阵要能夺来的话，会很好用哦。哼，手下留情，那不是在白日做。第9口眼中流露出惊恐之色，不可置信，神剑此刻居然是自己观看的东西。齐大人，这八方路金剑阵虽然是属于攻伐的神术，但也算是集阵法炼气一道的精妙技艺了。地心路以实力境竟然恢复到了如此。这剑阵将其分化而开，神纹金剑悬挂在各处福利院，能够保护多少老幼妇孺啊！留下剑阵，我还以为你是要自己使用，但你居然是要保护福利院。我深具罪孽，无以为报，唯一能做的就是行善事，行善举，实不相瞒，如今属下也是阮会成员之一。好好好，地心路啊，你总是令我感到惊喜。有你在，我相信万象神族会被你拉回正道。哼，高贵的古神族一脉，竟然在一个人族面前卑躬屈膝，脸呢？你身为万象神族的骄傲呢？哼，这个男人非比寻常，得除掉。但是好强，得慎重，得小心。这位大人，您说的对，祈求您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也能追随在您左右偿还罪孽，将我们一族带上正义的道路。齐大人，这里的阵法我都差不多解除了。我这边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我的师尊也是此界的大长老，帝恒心就在此处闭关，我带您过去，让他也聆听您的教诲。你能有此等觉悟非常好，我很欣慰，那就投钱带路吧。你赶紧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将我珍藏的那些珍馐美酒拿出来，等到回来之后，我会跟大长老亲自赔罪，好好伺候一下齐大人。你这是做什么？做什么？你还好意思问做什么？难道自己这些年来做的事情自己不清楚吗？我他妈忍你很久了，为了一点虚荣的面子，你就要让族人在安定的情况下去厮杀，根本不管族人死活。过去我是没能力没本事，但今时不同往日，我有这位大人撑腰。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胡说八道一些什么？时代变了，老头子，束手就擒，咱们好好跟着这位齐大人，说不定能够将我们一族带向另一番高度。身为我的徒弟，居然联手外族闯入我的修行闭关之地，你真是好大的胆子！今日为师就要清理门户。此刻，龙修道发现自身的龙灵之躯仿佛是被什么冲击，有力量从内到外想要将他这个躯体分解。很显然，这个突然爆发的阵法应当就是增幅自身削弱敌人。刚才你安排手下去拿什么珍馐美酒，实际上就是去开启阵法枢纽，好让这大阵开启。老夫这一手绝地反击玩的是不是很漂亮？龙修道的灵魂之力瞬间迸发，抗衡着阵法之力碾压下来的力度，调动四周天地灵气形成阵法，助力心路魔术。高贵的万象神族在人族旁边俯首称臣，以奴自傲，居然还跟其修行的炼体之法断送前程。为何会如此？你的肉身之力如此强悍，待在齐大人的身边是正义的选择，你这误入歧途的邪恶力量又怎么能战胜我？肉身之力居然能引动天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师尊，这个家伙一时之间拿不下来，你那边如何了？师尊居然在全力以赴了！这他娘的实在太重了啊！帝恒星不是托大之人，出手就是底牌杀招，但当他罩中小敌准备炼化时，下一刻极为沉重的感觉立刻袭来，消耗灵气的速度成倍提升，并且还有着崩裂破碎的风险。相反，他能清楚感受到里面之人根本没一点动作，甚至躺在那沐浴着神火休息，还翘着腿晃荡，仅仅如此就让自己这本命神器撑不住。感觉还不错，就是这炼化劲道和舒适性差了些，而且质量也不太行，居然这么快就炸掉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以你的实力，不应该是情报上面说的默默无闻才对。别说他们，
龙丘道跟地心路都是忍不住朝着小迪所在方向看过去。从子若的口中，他们知道其是被召唤符箓带过来的。但有一件十分诡异的事情，便是女帝子若的父亲子帝尊，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在皇族宝库中留过什么召唤符箓，而且小迪提及过的家乡地球，他们听都没听说过。真正要讨论起来，我的来历的确有说法。但我就不告诉你，你问我就说，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该死，你这么强，身为强者的风范没有吗？你是小孩子吗？什么叫做就不告诉我？谁知道你询问我的来历，是不是谋算着什么别的阴谋诡计之类的陷害我？这光是想一想都让人害怕。既然阁下不想说，那也没办法。如今这个境地，我们技不如人，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为族群赴死而已，无惧无悔。但实际上，两人的内心却是十分的紧张，能不能活下来，就得看他们这番话能不能打动对方。齐大人需要将他们也带回青年养殖场吗？看样子山上的养猪大队又要多出一些人了。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没听到他们二人的话，还有他们这表情吗？你们说这种话简直就是在侮辱他们。他们现在需要的是尊重。今日斩杀二位，伤的不是你们的性命，而是成全你们的大义。我终究是一个有着妇人之仁的浪人，总是没能忍住替他完成赴死的愿望。这该死的圣器，居然还没死！我这修炼之地名曰大日炎星，我为了寻求突破，早已与此处大阵融为一体。而我命令族人们到处收集世界之星，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召唤大阵。虽然还差一些不够，不过献祭了我自己也足够了。对你们做出极大的大法。你的生命仍然属于本座。居然还有几个有知的人。已经录制到我上面，没有见到有胆子直接辱骂我的人。怎么回事？你的黑色火焰还挺好看，很拉风的嘛。不过你这火焰太易伤人，还是应该掌握在我这样善良之辈的手中。懂了，我是掌管蛇王劫难的神，你一介人族还想妄图谋夺我的神意，这是神之未格。哪来的？我乃是寡神下界被神体的人，为何他能做怎样本属于我的替身？求求你将神印完美，这关乎于我的身家性命，还不得玩笑扯淡？你给我好好说话。上界还在大战，我掌管一方防线，我失去神格死了不要紧，防线失守是大事。上界大战，你们在跟谁厮杀？如今上界藏灵跟藏武同样正在厮杀抗衡，本来是一直处于下风，直到两个关键人物的出世，才勉强将局势扳了回来。什么关键人物？第一位是100万年前你们下界自称人皇的人族，带着一群人成立上界皇庭，抗衡藏武进攻。第二位则是这3年来神族中崛起的女武神，统帅上界散乱的神族，成立了武神仙庭。我如今也是这武神女帝麾下一员。防线那么重要，难道这武神女帝就没多安排点人吗？本来我们这里有掌管雷劫神法之力的雷神尊者镇守，只是有一天他的过去之影跟人动手了，然后代表着他神格的神法雷劫刃被人抢走了，导致他的实力大跌。上界掌管雷劫神法之力的神该多么强横，可这样的人物，他的刀居然被抢走了。那柄刀该不会是淡蓝色泽，萦绕着雷霆之力？你怎么知道？你说的是这柄吗？衰败怔怔地站在原地，看着面前小迪横在他跟前的长刀，脸上表情尤为的精彩。好家伙，原来我跟那个妄图遇见的人竟然是同一个人，那倒霉家伙的刀竟然也是被面前这个男人给抢走了。的确，就是这柄刀代表着雷劫神法尊位。那这位大人，您想的怎么样了？您都有了这把雷神刀了，我的那个神格。你这样说让我很难办啊，毕竟你动手在先，找你要一点赔偿应该算是合情合理吧？这样吧，可怕至极的意志忽然是笼罩了区域。这一刻，小迪显化了自己的武道意志，伸出手，轻轻隔空书写。
拥有这样的力量，镇守我所在的防线，岂不是轻轻松松？多谢大人赐力，我现在感觉自己有着永远都用不完的力气。其中蕴含我的武道意志，能够让你的力量暴增。我传你力量，你便算是我的门徒了，我也算是你的师傅。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我也算是你爹了。义父，儿深感荣幸。如果再让我知道你胆敢欺凌弱小、恃才狂傲的话，为师必定斩你。义父放心，儿定然不会让你失望。儿这分身再坚持不了多久了，还请您好好保重身体。齐大人，您将我族融入地狱后，我们的千亿族人已经安顿完毕了。听那个上界衰败之神所言，他们那里也在进行着与藏武的大战了。万象神族大长老覆灭后，我体内禁制解除，许多信息也涌现在了我的脑海。我是从9000万年前沉睡至今的那一批古神族，在这次大长老的干预下强行苏醒，并被种下禁制。在我的记忆中，早在1000亿年以前，藏灵与藏武是可以互通的。后来藏武在交易中违反了规则，想要吞并藏灵，于是大战开始了。最后混沌神族出面，带着诸天万界的所有种族开始反抗藏武的进攻。在一个银发女子的帮助之下，构造了世界障壁，将藏灵和藏武彼此之间隔绝开来。而这个世界大阵的基础核心枢纽，就是诸多镇守域。银发女子，我当时在我所属的地球执行任务时遭遇围杀，当时就是出现一个银发女子将我救下后传送到了这里。而且子若，我当时也跟你说过，你和小爱还有白青似乎都有她的特征存在。最诡异的是，你们几个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看来这一切都得是有机会去上界看看，寻求答案了。时间又过去了1年，这1年里，小迪等人也是帮苏梦离解决了妖族的诸多麻烦。现在他这个妖族女帝也是常住在了地狱，陪伴小迪度过。其实上界本身来说，应该是藏灵的世界核心，也是天地规则的核心，算是藏灵最为重要的一个地方。如今我们下界藏灵正处于一个越来越好的稳定状态，夫君是担心上界战火会波及下界吗？是的，所以先行去上界一趟，看看那边什么情况，有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若儿，你也想要去吗？的确想要去好好的见识一下，只是如今你地莲和地狱的事情十分繁重，若是贸然离开的话，这还不简单，交给岳父看着不就好了吗？他们早就已经不见了踪迹，根本就不在地狱当中待着了，就是怕我们一众女帝把朝政交给他们，才跑去躲清闲。若是可以的话，由他们4人一同前去上界，可能情况会更好一些。他们形成的世界压制之力，或许能够让那里战局情况变得更加可控一些。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女帝联合地狱怎么办？不错，若是将女帝联合置于此处不管不顾的话，确实很不妥的。子若陛下可否给予我一滴精血？这个感觉异常的奇妙。旺财，这是什么？主人，这是利用天地规则之力，融合了他的血液形成的身外化身。虽然维持的时间有限，并且如果战斗的话会大幅度减少持续时间，不过若是用来管理女帝联合地狱的话，足够了。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不过希望你一直停留在七郎君的体内，不是别有用心才好。本就是同根生，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不过我如今既然显现出来给大家看到，那对于主人来说，我也就远远谈不上是什么威胁了。我，轮到我了，我也要弄一个身外化身。矜持一点，你别这么的激动。如今有这样一个好办法，能不高兴吗？而且上界不是还有你的爷爷人皇在吗？他们2个搞个化身就行了，你最多就算是咱们地狱的一个吉祥物，管理朝政你压根就一窍不通。给你弄个化身，你再给生出祸端就不好了。七哥哥，咱们什么时候动身？那就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出发。昔日人皇飞升上界之后，下界跟上界彼此之间的通道就已经等同于断绝。如今小弟的行为并不算是飞升，而是强行过去，没有在上界引起一丝波澜。等到他的防护力场消散之后，4名女帝都还没来得及感受四周情况，就纷纷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无需担心，一达上界这是正常情况，此处灵气密度和大道之力都是下界的数倍，也算是给你们洗涤身躯了。看样子你这段时间苦修有功，实力进步了不少吧？居然这么快就能发现我的道理。孩儿拜见爹爹。行了，不是早让你不要这么喊了吗？在这上界当中，每时每刻我都在思念着您。我现在这一切全部得益于大人您的赐予，所以才忍不住喊出了自己的心声。这次来这里，你不要闹出太大的动静来为好。
毕竟谁也不知道我的动向会不会被有心人发现，然后对我生起什么险恶的心思。到底是您呢？果然深思熟虑。不知道大人接下来有什么指示？你给我说一下关于你们如今局势的情况吧。上界神族本身是有些松散的，自从那个超级天才出现之后，就成功的将神族彻底的凝聚在了一起。他叫姬宁光，如今上界的女武神帝，算是土神族。个人代表着水、火、金、木的4位女帝就是你身后的这几位了，再加上这个女武神，这一方世界现实物质的化身就全了。难怪你建议要4名女帝也跟得上来，难道说5名女帝集结在一起之后，世界压制力才能够完成？她的年纪看样子跟我们也是一样的日期，这样说来我们5位女帝都是这个世界的物质化身，这种感觉还真是神奇。什么七哥哥，你都4个了，还想第5个？你也太贪心了吧！你在说什么啊，洛奶牛？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你还以为他们2个能跑得掉吗？早晚都是七哥哥的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这么说来的话，接下来我可是要好好努力一下了，争取这样的日子可以早点到来。先带我们去你的城池看看吧。这么快，你们就忍耐不住了？萧王，这次我们过来，你难逃一死。就凭借你们2个，还想要拿下？天空当中，彼此碰撞的轰鸣声接二连三的爆发炸开，3道身影在这空旷的天空当中不断撞击。然而，几人萧王一己之力并不弱小。该死，这个萧王怎么回事？明明攻击打在他的身上了，他却没有受到伤害。嘿嘿，抓住你了！该死，速速放开他！蠢货，这种简单幼稚的手法，我早就有所提防。是吗？那这样，你以为在这个地方打赢了就是真的赢了吗？恐怕你还不知道吧，自己镇守的区域，我们已经派人偷袭了你的后方。师尊，这几位都是我方防线镇守将军，这位就是雷正法，您那把雷刀的主人。齐大人久闻大名，我们在上界也是经常听萧王提起您。我那把刀您用的还趁手吧？就他们那几个臭鸟蛋还想偷袭我们后方，简直不自量力。萧王，我听说这位大人带来了4位女帝，也有跟女武神帝同样的世界压制力，是真的吗？不错，我也同时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我们武神殿的女帝陛下。你们说的女武神帝姬宁光，是不是粉色头发，用的武器为一个巨型板斧？是啊，师尊，那正是女武神姬宁光，您难道看到她了？就在你们坐镇战场的区域边界，她似乎被什么人给围住了。能够阻挡女帝的只有藏武皇帝的3个皇子了，我们赶紧过去吧。我带你们过去，出手的话让你们先来，我先在一边观察一下，贸然出手只怕是要打草惊蛇。姬宁光浑身上下闪耀着神光，映照向四方，被其光芒笼罩的诸多藏武神，只感觉自己仿佛是被山岳镇压了一样，实力足足下降了一成。姬宁光，你的实力好像又提升了不少啊！姬宁光没有直接回答，他能感受到阵法波动，其中蕴含着的恐怖威能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一旦爆发，自己恐怕凶多吉少。看样子你们应该是在我的身上留下了追踪的手段啊！想要半路把我掳走作为筹码，交换你的2个兄长吗？反应很快嘛，但很可惜你只身一人，太过托大，还是老老实实跟我走一遭吧。这下恐怕糟糕了。藏武杂碎，胆敢在藏灵放肆！武元坤，这里是藏灵的地界，你倒还真是敢自投罗网。陛下，你先恢复，在后方替我们维持世界压制力就行了，不要上前来。开什么玩笑？这几人怎么忽然变这么强？尤其是那个死骷髅，他不是魔法攻击吗？怎么变成近战了？如今他的底牌脚下罗盘阵法还在准备当中，一时之间自己短时间之内是没有办法动弹的。动手吧，就算是暴露了也没有办法。人皇被拖在了战场之上，整个藏灵当中短时间之内应该没人是你的对手。
是你，血虎神帝，藏武护国神兽。曾经我的出身之地算是藏林之内吧，如今回到久远过去的故乡，反而是要被这个地方的世界压制，还真是讽刺啊！这个家伙真的是血虎神帝吗？应该是真的，不过相较于老师的话，他应该也不值一提吧。区区2个小辈，敢在本座面前评头论足、窃窃私语，完全没将我放在眼里。哼，只是一头畜生而已，你狂什么狂？咱们赶来的速度还是不够快啊！你们都已经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女武神帝，你的胆子也真是够大的，野心也很大，就是低估了藏武那边愿意付出的代价。人皇前辈，我就是想赶紧跟那4名女帝会合，看看联手之后的威能，所以有些鲁莽了。无妨，您是武神殿的殿主，不用对老夫前辈相称的。你们藏领还真是当本座不存在啊！这么自顾自的说话真的好吗？该死，明明得到老师的教导，自己却还是这么没用，连面前的血虎神帝都没有办法赢过。你们还是没能够将自己的实力完全的发挥出来。也罢，这个血虎神帝倒是一个不错的陪练。大量的信息同时传入两人脑海，对于对方大道之力的特性，还有到底应该从什么角度去观察、去剖析，都做到了细致入微。跟两人正在对决的血虎神帝，逐渐开始发现了不对劲的问题。他忽然发现2个人的战斗能力怎么在短短时间之内忽然开始增强了起来。陆元坤，你的阵法难道还没有好吗？演戏就要演全套，戚大人不是想看对方的舞台吗？那就依着他用出来。吴元坤此刻额头之上冒着汗水，咬紧牙关，全力催动体内的灵气，朝着自己脚下的阵法拼命的灌注。刹那间，藏灵对藏武之人本身的规则压制之力仿佛不见了踪迹，彻底的消失。另一边，本身是被压制的血虎神帝气息正在节节攀升，好像在恢复往日巅峰的姿态。趁他还没恢复巅峰状态，我们一起上。就凭你们2个小娃娃，太慢了。可恶，我还是不够强啊！难怪他们有胆子过来，手里竟然是有这样的牌。女帝陛下，你这是要做什么？我的错误不能够让你们承担，你们准备逃吧。鸡灵光，你疯了！燃烧法力，你这是在自杀！将自己的生命力当作灯油点燃吗？弱小之辈总是喜欢利用这样的方式，妄想着逆天翻打一早就跟你们说过，练功不用功，等到真正需要你拼尽全力的时候，就会显得很无力。这是怎么做到的？来自于小迪的支持，让他的生命力澎湃，神力甚至都快要无法停止下来，再不宣泄一番，我的攻击这么强的吗？很有趣，没想到藏灵中还有高手，仅仅1滴血液就给予了对方浓郁的生命力。看样子之前萧王和雷正法突然的爆发，也是拜你所赐了。不过是一个专门修行肉身力量的莽夫，有什么办法能够抗衡法则之力呢？来吧，反抗给我瞧瞧。金灵光想要施展自己的天赋神通，对规则之力进行反制，但他惊讶地发现根本没有。怎么办？既然这忽然冒出来的人给予了我重活一次的生命力，那么便以此为报答吧。你又要做什么？刚治好你又拼命，你是真不怕死啊？不对劲，为什么法则之力镇压不了他？这就是你的法则之力吗？说实话还不错，搞得我浑身暖洋洋的。为了表示诚意，让你看看我的法则之力。看样子我们还是太小瞧这位了。敢问这位大人，您是否来自更高的位面？关你屁事！你心里是不是对我有什么别的打算？
梅梅没想法，在您的面前，我哪里胆敢有什么阴谋诡计？我看你可不是什么老实的玩意儿，当我看不穿吗？从今天开始，我跟你们藏武的合作正式结束，你我双方再无关系，我走了。啊！这条小狗跑的倒是挺快。快逃！我操！得亏了师尊您在后方坐镇，不然也不知道情况会如何恶劣。听说你们还抓了他2个兄长，那就把他也一起关起来。不能回头看，一定要将消息带回去。3位皇子殿下，我一定会让人救你们去白带。判官职，神文真解，木之缠上。没事吧？这是你们自己要求我给你们1根头发当陪练的呀，我自己可没下手呀。唉，我们5个联手，居然连七哥哥1根毫毛都打不过。已经好几天了，估计大菜也快到了吧。藏武大帝请我们来，是想通了吗？计划出了些问题，我的3个皇子被藏灵翼王囚禁了。为了防止他们设下圈套，需要你们协助1、2。可以啊，那就按之前所说，我们只提供高端战力协助。吞并藏灵后，我们要分走40%资源。你们幽冥族胃口还真不小。这次据可靠消息得知，他们一方出现了一个有点实力的存在，你们负责解决掉他，剩下的我们来解决。7天后，大战终于开启，5位女帝联合之下产生的世界压制力，直接对藏武一方造成了战力下降30%的影响。这种压制在如今战场上就是毁灭性。真是有意思的能力，没有想到居然是世界意志的化身，怪不得许多年没见过那个白毛丫头了，原来分化成了你们5个。看来他们终于忍不住来救人了，不过派来的都是些土鸡瓦狗而已。我们联手。本座欣赏你们，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跪下低头当本座的玩物。居然无视我们，让你们走了吗？有这么痛吗？不过是失去了1条手臂，而我可是为了你们少喝了一点茶呀。没想到在七郎的帮助之下修炼，还是难以抵挡敌人的进攻，最后还得你出手。本座幽冥府游方，这是护卫有本意。看来对方只是个野路子强者，居然没听过我们幽冥位面。但是若真正出手的话，恐怕会被至高法则之力排斥出这方位面。既然阁下是跟我们同层次的强者，那么只要你别插手，等我们吞并这方位面后，让你师长此方世界，如何？就算真要厮杀的话，你也是讨不得好。在我们幽冥位面，像你这样的强者不在少数。希望以识时务者为俊杰，能明白吗？其体内的气息隐约开始迸发，几乎同一时间，天地规则都在震动起来，发出轰鸣声，好像在畏惧面前这个存在。这下知道我的强大了吧？乖乖臣服于我，严守巨蟹拳脚功夫。有我在这里，天道法则你怕个毛线？你们俩也不用在那啰嗦了，一起上马。不发现一丝气势就能让天道很安静，是男人不对劲啊！话说至高规则怎么还没发现我？快点驱入我，让我回幽冥位面啊！可算来了，虽然会被规则之力重伤，但好在可以顺利离开这里了。这情形怎么看上去好像是要逃跑？白痴，这是至高规则之力，你就别妄想可以触碰到我们了。
这至高规则的力量似乎有点东西，想要打爆就要解开更多身体的限制。但如此的话，藏灵本身太过羸弱，恐怕也承受不住的。七郎，不可，那是至高规则化作的金光，你们贸然接触，恐怕会被斩杀。告诉人皇，让他保护我的5位女帝，我去就回。嘿嘿，传送中断了，他居然把至高规则神光给吃掉了。至高规则巨献出了规则之瞳，这次他应该挡不住的，绝对是挡不住的。当前力量20分。真有意思，逃得还挺快。天赋神通，窥视大道。他们幽冥弟子的天赋神通可以察觉到对方位面的强度，也能够窥探出对方的能力，并且可以从规则之力中寻找到对方修行的道路，从而窃取扶持。这里就是这个男人的家乡。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他们利用这个能力看到过无数位面，而那些位面显化而出的大道之力，远远看过去不过是1指宽罢了。就算强如他们位面，也就脸盆粗细，其内足足包括2万大道之力。可眼前这里足足是有着一条河流般的宽阔，恐怕起码有数十万之巨。他们位面的人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如此恐怖的大道之力，如此彪悍的数量，那里的人每时每刻都要承受无比恐怖的压力的。反噬之力，想来也是啊，这么恐怖的世界，仅仅是不小心窥探了一眼，就会遭到反击。这位强者，能不能看在我等将死的份上，告知一下你的底细，好让我死个明白？你想要知道真相？想得美，我才不要告诉你们。随着此人意志点出，穿越无尽位面来到了幽冥世界，那里并没有无辜之人死去，反倒是整个幽冥位面的气息在不断的衰弱，大道之力不断的崩断，直到仅剩下几百条之后方才停止。从此，这个位面跌落至超下位界域。在下来兴法则之林，名曰泽海，敢问大人名号？客气了，在下长山市阳光小区先进保安园钟阳明。这回答的是什么鬼？尽管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胡言乱语，但从对方身上依旧是能够感知到属于蓝星地球的气息。你难道是当初被某个世界的意志体带走的那个人？哦，怎么说？他曾经来求过我，要带走这里的一个天命人，并且不惜以自身崩溃的代价来交换，为的就是要拯救他们的宇宙。而现在看来，这个天命人就是阁下。那你刚才称我为大人，你认为我比你还强？那是自然。脱离了我的法则压制后，你自身的天赋就是吸收一切宇宙的规则之力，而如今你已经成长到我都忌惮的地步了。最后一个问题，除了我之外，还有没有人曾经逃出过你的掌握？你是第3个，在你之前还有一个红头发的和一个蓝头发的，也同样做到。我俩一句投影，这里距咱们蓝星太过遥远，若是有什么问题，待得你寻找回家的路时，咱们再细聊。我得赶紧回去了，也不知道子若那里如何了。这一次的藏舞可谓是底牌尽出，密密麻麻的神明战力凌驾而来，以子若为首的5位女帝产生的世界压制力效果明显，藏舞已经逐渐处于一个下风状态。突然浮现出来的声音还不等众人瞧清楚，极为恐怖的冲击力便席卷而来。原本还处于优势地位的藏民前端，不少奋战之人口吞鲜血，倒飞了火。人皇，你变强了。藏武大帝，你终于亲自登场了吗？不得不说，如今的藏灵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眼下不得不提前结束这一场位面战争了。你想要拿下如今的藏灵，还做不到。以前不过是在养一养你，你不会真以为可以跟我扳手腕吗？
很强的是解压之力，很显然他们身上有不小的秘密，可单单凭借这一点可是没办法将我拿下的。这下麻烦了，这藏武大帝怎么如此强？小家伙，就这么点本事的话，那你可以去死了。我才走了没多久的功夫，怎么就又打起来了？陛下，是他，就是那个男人，覆灭了我们之前的所有计划。让你手贱！这一瞬间，他感受到什么叫做死亡般的威胁。他不甘心自己穷尽一生，想要突破桎梏，跳到更高位面，这才跟规则之主南下用藏灵作为筹码去交换。不要啊！凭这个蝼蚁竟然搞死了我一只战场，这几个宇宙都是我的斗兽场，居然不按我安排好的剧本厮杀！这是我法则之主的斗兽场，你是何人？你过界了，知不知道？你是想要继续动手吗？打个试试。面前这个法则之主，恐怕得自己多动用一些力量才好。但是这里真施展不来。你不出手的话，那就我来试试。小姨深信不断，在解决而是对方这任何一拳恰恰一撞，都会导致他这方世界死伤惨重。你就只知道闪躲吗？白迪，你尽管发力，我帮你定住子方位面，不会坍塌。哦，嘿嘿。接下来咱们可以好好玩了。等等，你难道是超级位面过来的？不要啊！法则之主，战之一族的至高神明，主导这一切的存在，化作了金粉消散而开。他体内的法则也是融入到了小迪的体内。大哥、二哥、三弟、二弟，大哥、三弟。我之前还听泽海说过你们二位呢，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见面了。我们也是去地球游玩的时候听他说到你的事情，这才过来这边看。二位贵客，既然来了，还请到我们府中一聚。有好酒吗？最好是万年09。放心，管够。